只因我长得太帅，狐妖就附身于我娘子体内，每晚都要对我进行非人般的折磨。为了霸占我，期间还悄无声息杀了我全家72口。狐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殊不知我有着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姓名：柳如烟，种族：人被寄生，寄生体：狐妖一族，魅狐妖二境，妖技吸魂魅惑。这双眼睛可以看到妖，但也仅此而已。为了复仇，瞎子以自身精血运养妖刀3年，3年运养外加每晚折磨，使得瞎子身体差到了极致。你回来了，相公此次回娘家，我又拿了几分补药，这就去熬给你喝。说着便要走进院落，瞎子忽然喊道：“娘子，以后补药就不用喝了。”为什么？因为你该下地狱了。随着柳如烟死亡，寄生在他体内的狐妖之魂也在此刻没了生机，化作一团火焰。击杀2境妖物，魅狐妖以激活风妖册，狐妖一族激活风妖册，狐妖一族2境，奖励10年修为，奖励5技，斩妖刀法。提示出现的瞬间，瞎子只感觉全身上下被一股暖流所包裹，原本因为养刀所损耗的精元，在这一刻全然复原，灵气输送到全身4肢百骸，蕴养他的肉身。姓名：瞎子，种族：人，风妖册之主，境界3境无漏圆满，5技斩妖刀法，寿命120年零3个月。风妖册已激活叶数1，斩妖就可以增加修为嘛？娘子，你死得妙啊！那意味着是不是快要离开这里了？感受着身体内的变化，瞎子一直以来都古井无波的内心也有了丝丝震撼。次日清晨，许多镇民围在瞎子门口。死瞎子，昨天有人亲眼看见你杀了千空山的狐妖娘娘，这下我们黑石镇一定会遭到报复的。你惹下的祸端，可别连累到我们了。瞎子，你爹生前可是咱黑石镇的大善人，他若知道你将灾难带给我们黑石镇，一定会看不下去的。瞎子，你得识相，你得赶紧滚出我们黑石镇。瞎子觉得人性有些薄凉，当年若非他爹大行善举，黑石镇饿死的人至少得有大半。瞎子拄着手中木棍，就这么走着。大家千万别心软，瞎子不走，咱们必会受到牵连。即便狐妖娘娘大发慈悲不伤及我等，可哪怕只是损坏些砖瓦房屋，对我等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此话一出，所有人挡在瞎子身前，声讨着要一个交代。瞎子抬起手中的木棍，微微往地面一顶，一股强烈的冲击如海浪般翻涌而出。狐妖杀我陆家72口时，无人为我出头。我杀狐妖复仇，你们却嫌我会连累你们。若你们是觉得我这个瞎子好欺负，那我也不介意让你们与狐妖一同下地狱去。老板，如往常那般，1碗馄饨，多加香菜。原本来讲，瞎子是他的熟客，理应客气招待，但狐妖被斩一事早已传开，没人会再欢迎这个会给镇子带来灾难的男人。馄饨已经卖完了，去别家吧。瞎子转身又来到一家面铺前，1碗刀削面，多加香菜。面已卖完，去别家吧。瞎子继续走着，最终得到的却是同一个回答。算了，回家吧。来我家吃吧，大肉包子、白馒头，若是你不嫌弃的话。喊话的是包子摊的玉娘。瞎子不太喜欢玉娘，因为玉娘也是妖，一只兔妖。瞎子不喜欢妖，所以从没去过玉娘的摊子。可如今却是他最不喜的妖愿意接纳他。这世道真是讽刺。我不知道你喜欢吃哪样，这些是我这里的所有的品种，你先吃着。若是哪种符合你的口味，可以跟我说。当然，如果你要我推荐的话，我觉得胡萝卜馅的包子最好吃，因为我一顿能炫8个，是每天都炫的那种。瞎子笑了，兔子爱吃胡萝卜，合情合理，但它不是兔子，爱吃肉。胡萝卜馅的留给你吃，其他的我都行。玉娘似乎是在为自己找不到共情者而不开心，因为她总喜欢向别人推荐胡萝卜馅的包子，但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欢。所有每次做的最多的胡萝卜馅包子都会剩下来，归她一个人独享，但她更想找人一起分享。玉娘，你家的包子不能卖给瞎子，否则你也没资格继续待在黑石镇。关你屁事！老娘的包子爱卖给谁卖给谁，你管得着吗？当初的陆老爷是那么善良，他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逆子？你们怎么有脸提陆老爷的？当年若不是他施舍余粮，能有现在的你们吗？如果我爹也不愿离开黑石镇，你们也会这么对待他吗？陆大善人才不会像你这么自私，若今天他还在场，定然会带着你这个小混蛋亲自找狐妖娘娘赔罪，也不会连累我们。说话的是黑石镇镇长，此刻他带着数位手持长棍的年轻壮汉，气势汹汹冲了过来。瞎子，像你这种无情无义之徒，黑石镇容不下你，将他扣押起来，送到镇外等待狐妖娘娘发落。数名手持长棍的壮汉上前几步，将瞎子给围了起来。瞎子抚摸着木棍，他觉得他得到了答案。老爹啊，你曾不止一次的教导过我，做人要善，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可善人总是得不到好报，还会被他们当成理所当然。我要为您当年行的善举收回一些利息了。他的手指轻轻点在木棍顶端，短短不过数个呼吸，原本热闹的大街再也看不见半个小镇居民。包子味道不错，多少钱？不要钱，算是我请你吃了。为什么？当年你爹救过一只受伤的兔子，那是我朋友，这顿饭算我请你了。整个小镇没人念着他爹的善举，一只兔妖却是将这份恩情记了10来年。
谢了。瞎子站在房顶望向远方，那里有几十道冲天而起的光芒，正急速朝小镇方向而来，光芒速度极快，眨眼间就来到了黑石镇大门口。此时瞎子才看清这群妖的实力。瞎子每晚都要爬上房顶，然后仰头夜观天象，可下一秒却看见极远处有几十道光芒，光芒速度极快，眨眼就来到了小镇门口。这就是我死去娘子的所有娘家人了吧？1位3境，2位2境，实力还行，我就在这里等你们。我四妹死在你们小镇，这事你们得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否则我必屠此镇。狐妖娘娘害死您四妹的是那个瞎子，只要狐妖娘娘不怪罪我等，来年院奉上双倍香火。那个瞎子也能斩我四妹，你可有证据？镇上很多人都亲眼看见了。那瞎子现在在哪里？很快众人妖就来到了瞎子面前，2位2境直扑瞎子而来，下一秒瞎子3境之力爆发，2位2境狐妖当场身陨。成功击杀魅狐妖2境，奖励10年修为。瞎子实力也提升至4境。所有人看向瞎子，眼中闪过浓浓的畏惧。3境狐妖后退几步，眼中充满忌惮之色。于是他以居民性命要挟瞎子。瞎子，你先杀我四妹，后斩我2妹3妹。现在要么随我去千孤山忏悔100年，要么我先屠了整个黑石镇，再拼个你死我活。瞎爷，您就随他去千枯山吧。您损失的只是100年自由，而他们要的却是我们整个黑石镇的命啊！瞎子坐在房顶不为所动，宛如一座雕像一般。不知过了多久，狐妖渐渐失去了耐心，随后一声声惨叫响彻这方天地。可狐妖却见瞎子没有半点动作。瞎子，你耍我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在乎这群人的生死。你才看出来吗？下一刻，3境狐妖如闪电般冲向瞎子，然而瞎子只是挥起妖刀往上一挑，狐妖只感觉自己被一座通天巨山锁定一般，浑厚如海的气息压得他无法站起。他抬眼看向瞎子，眼中已经充满了恐惧。你一个瞎子，修为怎么会如此浑厚？一个破小镇，怎么会出现你这么恐怖的存在？成功击杀魅狐妖3境，奖励50年修为，奖励那无欲界。因为我有一个好娘子啊！瞎子将目光望向周边狐妖，该你们了。其余1境妖狐纷纷逃窜，瞎子则是追了上去。不知过了多久，瞎子才拄着木棍返回陆家。瞎爷，狐妖都杀光了吗？好了3个。完了，有狐妖活着，岂不是随时都会报复大家？怕什么？有瞎爷在，区区狐妖怎敢再来侵犯？对，只要瞎爷在咱们镇子一天，黑石镇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现在千枯山没了，以后也不用去向狐妖供奉香火，这省下来的香火钱，咱们应该分出多少去孝敬瞎爷？于是众人开始商议，由最初的6成香火，最后变成了3成香火。次日，小镇居民带着香火钱来到瞎子门口时，发现陆家的宅子连同地基都被搬空了。而此时，瞎子拿着胡萝卜馅包子，为了开启更多的封妖册，慢慢的向前方走着。用玉娘的话来讲，吃了他做的胡萝卜馅包子，才算是他玉娘的朋友。朋友2个字对瞎子来讲过于珍重。在小镇生活了10几年，瞎子只有2个朋友，一个是兔妖玉娘，另一个则是寄生在妖道内的妖，他叫元宝，全名前妖元宝。瞎子一路向西，不知走了多少天，来到一座老山庙外。施主，求佛还是求缘？何为求佛？何为求缘？求佛就是求庙里的佛，求缘则是求我师傅的缘。那我想先求佛，后求缘。小和尚带着瞎子来到庙内，又走向大殿。殿内一座金佛庄严巍峨的塔就在中央。求佛在此处求。瞎子站在殿外没有进去。方丈，你家金佛好刺眼啊！哈哈，你一个瞎子竟然说我家金佛刺眼，这马屁拍的都飞到天上去了吧？佛本无相，你能觉得刺眼，是因为你心中有佛。那我能在佛前待上一段时间吗？心中有佛之人，自然能与佛相伴。就这样，瞎子端坐在佛前，直到第4天，殿内走进一位身背长弓的猎人。佛啊，我想成为全村第1的猎人，我想每次打猎都能有所收获，我想让村里所有人都来仰望我，求您一定要满足我的愿望。说完磕了3个响头后，猎人才离开。却在这时，佛像内飘出一道金色光芒，涌入猎人脑后。瞎子看着这一切，起身走出了大殿。他斩妖有自己的规矩，他不想猎杀像玉娘那般身居善心的妖。当瞎子顺着猎人遗留的气息赶到村庄时，看到的是跪在地上仰天长啸的猎人。猎人所在的村子无一人生还。瞎子叹了口气，随即再次来到大殿。我也有个愿望，想睁眼看看世界，你能满足我吗？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金光直冲瞎子的双眼，瞎子能够感受得到，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煞气，似要将自己双眼挖出。你还真是事事有回应，念念有回响啊！击杀2境妖物，悬角石妖，奖励10年修为，奖励灵宝，最仙9壶。瞎子拄着木棍，独自走在山间，走在原野，走在古林。自从斩了10妖已过半个月，期间再也没有遇上其他妖。直到今天，他来到一座山巅，下面是一座城，城内有着几道冲天而起的幽光。
说了要凶一点，凶一点，你别这么憨包行不行？龇牙，龇牙会不会？咧嘴，咧嘴不会吗？叫你咧嘴，不是流口水好吗？姑奶奶，我真是服了你。被训斥的是一位身材壮硕、肌肉无比发达、身高足有2.5米如铁塔一般的男子。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此刻的壮汉委屈巴巴的看着还没有自己腿高的小女娃。姑奶奶，咱有的是力气，去码头扛包也能赚钱啊，何必去坑蒙拐骗呢？万一让人识破，被打了怎么办啊？你懂个屁！扛包能挣几个钱？咱们的计划若是成功，一次往少了说能挣个几十两，往大了说根本没有上限的好吗？再说了，咱们那能叫坑蒙拐骗吗？那叫给猎物提供情绪价值，懂不懂？壮汉不懂什么叫情绪价值，但他十分听话。这时小女孩双眼猛地一亮，快准备，猎物已出现！表情瞬间转为惊慌失措，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巷子。壮汉也变得凶神恶煞。臭丫头，你那好赌的老爹欠我20两，如今他死了，这债只能由你来偿还。若是再跑，你看我不一口吃了你！不关我什么事，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他顺势瞄了眼前方，正杵着木棍慢慢行走的瞎子。瞎子面色冷峻，腰间挂着一个5颜6色的胡子，与周边的人群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可小女孩要的就是这份格格不入。我从话本小说中看到过，这种人都是主角大侠般的存在，碰到我这种可怜的小女孩，都会丢下几大锭银子，这样大侠得到了情绪价值，我也能赚取了银子，简直是双赢。他这样想着，可下一秒他自己就被瞎子提了起来。姓名：铃铛，种族：人被寄生，寄生体：阴妖一族，铃铛妖，妖技：叮叮当当，当当叮叮。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妖都会自己送上门。瞎子从地上捡起小女孩，然后随手扔到壮汉面前。你还会吃小孩？来吃一个我看看，够血腥的话也给赏钱。走了走了，原本还以为能遇上什么好心的大侠呢，结果竟然是一个爱看吃小孩的瞎子。姑奶奶，你的计划好像失败了，那咱们要去码头扛包吗？扛，我让你扛，咱有点出息好不好？扛包能赚鸡毛钱，瞎子你这么一直待在我身边，很影响姑奶奶我挣钱的好不好？你忙你的，我看我的。说的跟你真能看见一样。姑奶奶，你说这瞎子是不是想找机会讹我们？讹呗，看他能讹下2两肉下来不？只准咱们行骗，还不准瞎子讹人了是不？瞎子，我看你这模样，多半也是个缺酒钱的货吧？我这有道良计，只需要你小小演上一波，咱们定能赚波大的。不干，我家娘子给我留下的遗产，8辈子都用不完。瞎子，既然你那么有钱，可这个宁城很危险的，本姑奶奶不才，在这宁城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还有大山，虽然憨了点，但够凶啊！你只要花点小钱，就能将我们2人雇佣成你的专属打手。还有，我看你也面生，应该是初到宁城吧？你有住的地方吗？你有仆人照顾吗？这些只需要你再花上一点小钱，本姑奶奶都能为你一条龙给包了。果然是个好办法。那你继续跟着我，本姑奶奶这就带你去全城最豪华、最舒适的住所。姑奶奶，大山哥哥，你们回来了。姑奶奶，我们将晚饭做好了，就等你们了呢。都过来，今天姑奶奶我有件大事宣布。瞎子，不对，瞎爷，这就是整个宁城最豪华、最舒适的住所了。除了我和大山可以保全你的安危外，还有6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可以照顾您的起居饮食。小春、小夏可以为您端茶送水，小秋、小冬可以为您洗衣砍柴，小月厨艺极好，可以为您做饭。很多大酒楼想邀请他去做掌勺的，我都不带半点同意的呢。大海腿脚利索，您要有什么跑腿的活，可以尽管使唤。神特喵的腿脚利索！此刻的瞎子嘴角疯狂抽搐，一直以来都波澜不惊的他都有些破防了。借助铃铛身上散出的光芒，他是可以看清眼前6人身影的。整整满院的残疾，这叫受过专门训练的，这叫宁城最好的住所。合着就真的欺负瞎子呗？不过这个小铃铛拼命赚钱，难道是为了养活这些人？这妖道也挺有意思。瞎爷，您可还满意我的安排？不错，配置很豪华。小月，快带瞎爷去咱小院最好的厢房休息，然后再做顿你最拿手的长寿面给咱瞎爷尝尝。加肉，记得要加肉，狠狠加。深夜，瞎子习惯性爬上屋顶，他喜欢坐在高处。瞎子扭头望向厨房旁边的一间房，这10两给小春买药喝，他身体最近越来越虚了。这10两给小秋、小冬找个学堂去念书。这10两给小月添几件漂亮的长裙子。这50两是瞎爷的伙食费，让小月每天换着花样做出最好吃的美食，一定要拿捏住瞎爷的胃。次日清晨，瞎子走进一家酒
好酒。客官面生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店只有一种酒，就叫老酒，根据年份的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姓名：石头，种族：人，被寄生，寄生体：石妖一族。九重妖，我要年份最长的酒。我们老酒铺保留着最长年份的老酒，足足有120年。由于保存原因，客官想要购买，必须将一整坛美酒全部买下，而一坛足有10斤，一共需要100两黄金。那你给我取一坛那120年的老酒来。客官，一坛100年老酒需要黄金100两，这可不是小数目。给100两黄金。这下瞎眼少年真有100两黄金，大家快来看呐！有人要购买老酒铺的100年老酒了，今天要长见识喽！客官真是有眼光，100年老酒就封存在后院酒窖之中，我这就为您去取来。行。天杀的，空了，全都空了！我家老酒呢？我家传承的100年老酒呢？没了，都没了！这可让我怎么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啊？老掌柜，什么没了？你倒是说清楚啊！老酒酒窖里面100年以上的老酒全都没了，被盗的一滴都不剩了。赶紧报官，得赶紧去衙门报官，这是绝对不能善罢甘休。很快，一支捕头队伍来到院中，具体什么个情况，好好讲清楚。就在刚刚，这位瞎财主想要购买我店祖传的100年老酒，我来取酒，却发现酒都被盗的一滴不剩。赵大差爷，你可得替我做主啊！竟有这种事，谁干的？敢在本捕眼皮子底下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今天所有进过酒铺打酒的都有嫌疑，将今天来打过老酒的全部押到衙门好好审问。倒也不必这么麻烦。瞎子，你什么意思？是在质疑本捕办案的能力？你们抓人前是不是应该先查清老掌柜进入后院取酒时，酒窖的地门是好还是坏？若是处于损坏状态，那便能够证明偷走老酒的小贼应该是今天动的手。可若是处于完好状态，那或许老酒早已经被盗取，又怎么会和今天前来打酒的酒客有关？老掌柜，快说说看，你来后院时，酒窖的门究竟有没有遭到破坏？并未有半点损坏，就连铁锁都处于完好状态。既然如此，那真相只有一个，凶手就是你。作为店里唯一的伙计，你拥有充足的作案时间与条件。不是我啊，我没有酒窖钥匙的，钥匙只有我叔叔一人保管，我没资格进酒窖的啊。酒窖钥匙确实在我手中保管，石头没半点机会拿到钥匙的。谁说没有钥匙就进不了酒窖了？普通人自然做不到这点，但如果是妖呢？咱们宁城出现妖物了，这可咋办啊？快，得去请斩妖司的大人来清查一番才行。盗酒的乃是妖物所为，是了。能够悄无声息进入酒窖的，可不就是只有那诡辩无常的妖才能做到吗？若真是如此，那便是我赵小山的机缘到了。想进入斩妖司，就必须亲手斩杀一头妖物，先将此地封锁起来，哪怕是一只苍蝇，也不能让其逃出。虾兄，既然你说此案可能是妖所为，那你可有办法找出那只妖？我曾经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这世间有一种名为九重的妖，此妖天生好酒，只需要将酒窖内的老酒全部打开，九重一旦被浓烈的酒香味包裹，便会情不自禁地显出妖身。你们跟着老掌柜去酒窖，将剩余老酒全部开坛。然而就在2位捕快刚准备下酒窖时，2道带着酒香的水箭从人群中急速飞出。穷鬼明明酒精过敏，却每天要喝掉10斤酒，而且必须是价值黄金100两的100年老酒，甚至有人靠近他的酒就要当场斩杀。我看谁敢靠近我的美酒！一股嗜杀的气息传遍整个院落。是石头，妖物寄生在石头体内，难怪那些100年老酒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果九重妖所选的寄生容器是石头的话，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赵小山此刻却是神情激昂，一头活生生的妖出现在自己眼前，他等这一天等了太久。对妖，今天遇上你赵爷，算你命中有死一劫。一个出入一境的垃圾，不堪一击，谁给你的勇气？又一道冰箭以极快的速度向赵小山击射而来。赵小山只感觉自己被锁定一般，已经受伤的他已经没有半点闪躲的能力，他的嘴角划过一抹自嘲。一直都在说斩妖，可真当遇上妖了，却连一招都无法挡住。赵小山啊，赵小山，你终究只是个实力强点的普通人罢了。就在所有人都绝望之际，一抹快到只能看见银白色的刀芒一闪过。当烟雾消散时，只见那个手持拐杖的瞎子挡在了赵小山的面前。此时寄生于石头体内的9重妖眼，却从这个瞎子身上感受到了如海般磅礴的压力。好，该死的瞎子果然是冲我来的。此刻的9重丝毫没有半点犹豫，迅速脱离石头的肉身，急速朝天空遁去。然而下一秒，刀光如流星般闪过。击杀2境妖物，9重妖，奖励10年修为，奖励5技，罪役之境。我可没说你有资格离去。所有人目瞪口呆，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从赵小山危在旦夕到瞎子顺斩9重，这一切不过几个呼吸间的时间罢了。这位大人，感谢您救了我的老酒铺，您对我老酒铺有再造之恩，我这就去大风楼摆上一桌，请您一定要赏脸。饭就免了，给我打壶老酒吧。行，往后只要您来，酒管够。瞎子提着醉仙酒壶离开了老酒铺。
先生，我想拜您为师，我想学您的刀法。我的刀你学不会，我可以努力的，我可以吃苦的，我也想成为像您一样强大的斩妖人。我的刀你学不会。瞎子依旧还是那句话，然后一个闪身消失在街道上。赵小山望着瞎子的背影，眼中充满向往之色。这就是斩妖人，这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潇洒与浪漫。我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斩妖人。瞎子路过青龙街时，正好看见铃铛和大山一大一小两道身影，正看着脑袋猫在昨天那个巷子口等待猎物的上门，直到天黑也未有能够令铃铛满意的猎物。有时候大山也会念叨两句，去码头扛包，但换来的是脑瓜子挨崩。瞎子坐在一处屋顶，静静看着这一切。对于铃铛如此专一的态度，他觉得还是值得褒赞的。瞎子偶尔也会想，是不是妖的性格都是这么专一执着？就如他娘子虽然是只魅狐，但也只是折磨他一人。3年如一日，铃铛和大山回到院子时，天已经完全暗淡。姑奶奶，不好了，瞎爷不见了！瞎爷早上出门，到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快集合集合！瞎爷那么单纯有钱，肯定是遇上绑票的了。大家快随我出门一起去寻找。今天哪怕将整个宁城翻个底朝天，我也死要见人，活要见尸。我还在，人没死。院外瞎子拄着木棍，慢慢浮现在众人眼前。还好，瞎爷并没有出什么意外。今天饭菜准备好了吗？咱可不能再像昨天那般用一碗面来招待瞎爷了，太多了，太丰盛了。今天小月姐做了整整一大桌的美味呢。很好，全部端出来，让瞎爷见见咱们的服务。很快，一道道美食端在了他的面前，但从卖相来看，丝毫不比大酒楼的差。厉害！瞎子同时也想起昨天铃铛的介绍说，小月的厨艺完全不比大酒楼的掌勺差。他拿起筷子时，却发现其他人似乎没有上桌。一起来吃吧，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所有人都将目光望向铃铛，却听瞎子再次喊道：“我吃饭不喜欢一个人。”大家一起上桌，陪瞎爷好好吃喝。所有人这才迫不及待地坐在一起。瞎爷，你这酒可真香啊，能不能给我也来一杯？小孩别喝酒。你才小孩，你全家都。姑奶奶，我活得可比……铃铛一副气鼓鼓的表情，但一想到眼前这人是小院的贵客，他还是强忍住了脱口而出的脏话。瞎爷，我不是小孩，我很高很壮，有2.5米呢，我能喝吗？你觉得你比你姑奶奶还年长？谁敢和姑奶奶比年纪啊？那还不得被拍死？倒也不是瞎子小气，醉仙酒壶并非普通酒壶，任何美酒一旦装进醉仙酒壶中，都会得到酝养，会伴随着精纯的灵气柔和，普通人喝下去，非但不会有益，身体反而会因为承受不住灵气而爆。酒过3巡，瞎子坐在屋顶，此刻的他已是微醺状态，但还是会不时将酒壶中的老酒灌入口中。瞎子顺便感受了一下今天新收获的武技醉意之技，1分醉意，武技增幅100%；10分醉意，武技增幅1000%。次日清晨，依旧是像昨天那般，他顺着距离自己最近的一道妖光慢慢走着，最终停在一栋名叫万花阁的大楼前。不过万花阁的营业时间是从傍晚10分开始，现在还处于闭店状态，他只得在旁边找了个宽阔的墙角靠坐了过去。瞎子，新来的。瞎子点了点头，算是默认。兄弟，你这双眼是天生瞎的吗？差不多吧。真是个当乞丐的料啊！要我有这么好的先天条件，这会儿怎么说应该也上岸了，或许老婆都娶了2个呢。听你这口气，干这行应该挺久了吧？那是，大爷我5岁开始乞讨，7岁就已经入门，到现在57岁，我敢说，但凡我看中的地儿，就没有油水不足的。厉害，兄弟，今儿个我看你上道，传你一手。那边有2个书生，一个穷书生，一个富书生，你说我上前去向他们讨上钱，哪个会给的概率要大些？肯定是富书生。错，那总不至于是穷书生吧？也错，正确答案是一个都不会给上钱。干我们这行的你要记住一句话：宁找婊子，莫讨书生。难怪你会待在这万花格外蹲守，原来是目标精准啊！那是，这里的姑娘们多好啊，声音又好听，有钱还大方，不像那群酸书生，道理一大堆，真让他们掏钱，跟要他们命似的。你呀，还得多学多听。有了乞丐的陪伴，转眼间便来到了下午时分，万花阁的大门也终于打开了。奢靡的一天开始了，又不知道多少公子老爷们得为白莲姑娘掏空家底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能够一亲白莲姑娘的房子，即便掏空家底，又能怎样呢？白莲很美吗？那不是美不美的问题，美已经不能用来形容白莲姑娘了，应该是纯、仙、圣洁、高傲，那是一种不可被定义的存在。那我还真有点好奇了。瞎子朝万花阁大门走去。你一瞎子就没必要好奇了。哎，瞎子你干嘛？你走错方向了，那儿不是咱们这种人能进的。可下一秒，他就看见跟自己聊了大半天的瞎子，他手上竟然拿着一个金灿灿的大金币。我操，哥们你深藏不露，这么年轻就上岸了。他从浴池摘来一车莲花，然后以1两1朵的价格卖给瞎子500朵。瞎子付了钱，跟着一位侍从来到3楼。小姐，今天的榜首带来了，姓名白莲，种族人辈寄生，寄生体
花妖一族莲花妖3境无漏圆满。公子面生是第一次来咱万花阁吗？是第一次来，不小心争了个榜首，请问有什么特殊服务？妾身可为公子单独演奏一曲如何？仅是如此。不然公子还想如何？相约。如此粗鄙的话语，并未引得白莲半点不满。公子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但妾身性子有些慢热，心中很是缺乏安全感。真要现身，也只会现身真正疼爱妾身，能够让妾身倾心的男子。如何才能让姑娘倾心？日久见人心，或许见得多了，聊得多了，也就倾心了呢。瞎子觉得此妖多半要与他无缘了，毕竟他只是慢热，未曾祸害他人。于是他准备起身离开。公子，你不听一曲再走？我只听有缘之人的曲子，你我无缘。那怎样才可与你有缘？你做过恶吗？我杀过人。我是问你有没有做过恶？杀人不算作恶吗？杀该杀之人不算作恶。若是你能连续10天来此，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故事的内容与我所杀的人有关。见你很贵。白莲伸手一挥，500两白银飘在瞎子身前。明天我再来。次日清晨，瞎子再次来到万花阁外面。我说兄弟，昨天万花阁内有个瞎子花费500两抢到了帮手，那瞎子不会是你吧？如果昨天没有其他瞎子参与赏花大会的话，那应该是我了。厉害的兄弟，你真是我们乞丐界的楷模。夜晚，瞎子又以500朵莲花获得榜首。为什么要让我白嫖你10天？前2天，一个瞎子在老酒馆斩杀了一头9重妖，应该是公子所为吧？公子是斩妖人。我会斩妖，但不算是斩妖人。白莲自然明白了瞎子话语中的意思。你和外面那群人不一样，也和我所见过的斩妖人不一样。我的曲更愿意为独特的人而弹。你很有眼光，因为我娘子也经常说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哎，公子成婚了？是的。那公子来这，不怕你娘子怪罪？不怕，因为前几天我刚把他宰了。白莲像是听见什么极为感兴趣的事一般，右手在瞎子脸上轻轻一划。那公子你想不想把我也给宰了？这就得看你讲的故事够不够惊人了。我猜应该不会让你失望。很快，时间来到第6天，瞎子与往常那般跟乞丐一起谈天说地。不好了，张大财主家出现妖物了，据说死了很多人，这不是大好事吗？好像也对，不过话又说回来，听说张家冒出的那只妖物可凶了，赵捕头已经带着衙门的人赶过去了。瞎子跟着人群来到张家大宅，前方是10只灵火灯笼妖，其中1只为2境中期，9只为1境。哈哈，运气不错啊！哥几个才来宁城没多久，便遇上了如此多的妖物气息。9道1境，1道2境，若是能旋斩了，咱漠河3虎晋升2品斩妖人有望啊！10头妖物，我黄石见包了，真不把我无影手放在眼里了。来者共有5人，其中有3位是1品斩妖人，其余2人则是2品斩妖人。赵小山正要上前时，眸光瞥见不远处的人群中的瞎子。先生，您也来了，这边请，妖都在大宅之内。这位捕头，你宁愿对一个瞎子如此客气，也不愿来迎候我等。莫不是在你眼中，我无影手还不如一个瞎子？首先，我并没有看清你们的意思，但我旁边的先生也是一位强大的斩妖人，他双眼不太方便，我去为他带路怎么了？一个连路都看不清的瞎子也能斩妖，怕不是去给妖物送温暖的吧？斩妖人可有斩妖令牌？我没有斩妖令牌。诸位，你们的强大无需质疑，但妖物此时正在我家不断肆虐，还请诸位尽快斩妖，否则我张富贵一生的心血可就要付出一旦了。事后只要妖物尽斩，老头我必定大设宴席，尽情款待诸位大人。别急，你先说说里面的妖物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就在不久前，大宅内的所有灯笼突然间无火自燃，烧起了深白色的火焰，飘荡在宅院之中。我府的家丁全部死在了那群灯笼妖上，但好在我张家的家眷们却也侥幸全部逃了出来。无火自燃的灯笼，难道是鬼妖一族的灵火灯笼？应该是的，白色火焰应该是灵火，加上灯笼的特征是灵火灯笼妖的可能性极大。既然如此，那倒是很好应付。灵火灯笼只是鬼妖一族最为下等的妖物，况且凭宅内所散发的气息来看，最强的也不过1道2境，其次便是9道1境，以我们的实力完全可以应对。那就说好如何分配妖物吧，可别到时候为了争夺妖物的斩杀权而打了起来。不过我先表明，那头2境的妖物我要了。那我吃点亏，要个4头1境的吧。既如此，那我们3兄弟也要个4头1境的。瞎子，既然你说你也是斩妖人，那剩余1头1境妖物就留给你了。别说我们欺负你，你一个连斩妖令牌都没有的新手，能单独吃下1头1境妖物，多半已经是极限了。行的。一行人来到大宅内，灵火灯笼瞬间浮现在众人眼前，灯笼飘在大院之中，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未去破坏宅子，反而是老老实实在半空晃来晃去，像是特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小鬼妖，先吃俺一记狂虎拳！大力虎起砂锅大的朝着距离他最近的1头1境灵火灯笼杀去，其余2虎的招数与大力虎一样，都是双拳凝聚出杀伐气息，看上去无比威风。黄石剑客手持长剑，长剑带有一股浑厚凝实的气息，无影手挥动巨掌，朝着在场最强的2境灵火灯笼杀去。然而就在这时，感受到杀意来临的灵火灯笼却是突然开始汇聚在一起，一股3境气息骤然爆发。
这是怎么回事？区区最低等的鬼妖，为什么会爆发出如此强烈的攻击？莲子太硬，得跑。王氏剑客速度则稍慢一筹，他持剑甩出一道剑气。混蛋！死道友不死贫道，兄弟莫怪我心狠了。死瞎子，你也去陪他们吧。怎么可能？我的身体完全无法动弹，仅只是灵力的波动，都能有如此强烈的压制。灵火灯笼感受到下方瞎子身上传出的恐怖气息，身形不由一顿，但很快脑海传来一个无法抗拒的指令：杀！击杀3境妖物，灵火灯笼，奖励50年修为，奖励灵丹，9转生灵丹。瞎子拄着木棍在院内走动着，似乎是在探查什么。无数人透过大门见证了刚刚的一幕。赵小山迅速冲进院内，先生，请问您刚刚施展的刀法叫什么？真是太强了啊！斩妖刀法，好朴实无华的名字，果然越是高手，越是不中其标，反中其形。我也得将自创的那招天地无极杀神一刀斩改成一刀斩才行。改名的事不急，听说张家有一位漂亮的美妇，你知道她是谁吗？那是张富贵第2任小妾，叫胡蓉儿。可是咱宁城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呢？不知道多少人天天蹲张家院外，就为一睹张夫人的娇容。先生您也好这口？张夫人这些年在宁城可有什么行事怪异的举动？没听说过啊，只知道她是个可怜的大孝女，自幼便失去双亲，每月初1都会去城西的乱葬岗祭拜家人。赵小山忽然眉头紧锁。不过什么？张夫人的孝与美都是远近闻名的，但或许是因为娶了这么完美的一个小妾吧，这张富贵的大宅子却并不是很太平，甚至可以用倒霉来形容。我记得3年前张家便发生过一次火灾，我记得那次同样死光了家丁和仆人，不过幸运的是张家的家眷们却是平安无事。还有2年前吧，张家也发生过一次偷盗事件，同样是死光了家丁和仆从。再说这次，讲到这里，赵小山眼神语气忽然变得凌厉起来。这次死光的也是家丁和仆从，张家家眷们却都相安无事。4次死的都是外人，张家人却每次都能平安渡险。先生，这张家怕是有鬼不成？是有鬼，还是指漂亮的女鬼？此时张富贵带着家眷们与很多吃瓜看热闹的群众走了进来。大人，感谢您救了我们张家，您的大恩大德我张富贵没齿难忘。日后您若是有什么需要用上我张家的，请尽情开口，我一定倾尽全力也会报答您的恩情。就不用等日后了，现在就有件事想麻烦张家主，还请大人明示。想借你夫人人头一用。为了吃饱饭，女人每月都会来一趟乱葬岗，然后收集足够的灵火，带回家凝聚成妖，之后偷偷收取自家下人灵魂。夫人，你真的是妖吗？当然不。反驳的话还未说出口，磅礴如海的杀意仿佛是在告诉他，若胡言乱语，瞎子也不会跟你讲道理。死瞎子，你说我是妖，你拿出证据来，否则你如何能够服众？鬼妖一族中有一类名叫幽魂女的妖，此妖善食人的3魂7魄。张家的家丁应该会从一开始的精神抖擞，到后来逐渐盲目无神，直到最后被吸食干净。你便会策划像今日一般的事故，然后再招一批新的家丁，再次供你吸食新的魂魄。夫人，你真的是妖吗？胡蓉儿想不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非但看出了他是妖，甚至能看出他真正的妖身。富贵，我虽然为妖，但却从未对你们张家产生过半点恶念。你能为我向大人求情，求他放我一条生路吗？张富贵此时内心十分复杂，过了好一会儿，他目光坚定来到瞎子身前。请大人担妖。张富贵，如果没有我，你们张家能有今天？我尽心尽力帮你走到今天这个地位，现在我要的只是你为我求个情而已。你非但不愿，反而让人斩我，你太过薄情了。击杀幽魂女3境，奖励50年修为，奖励妖刀进阶。下辈子看人准点吧。瞎子看着高兴到手舞足蹈的张家人，顿时觉得世态炎凉。瞎子觉得鬼妖虽然作恶，不但未伤及张家分毫，甚至还助张家走到如今地位。瞎子有时也会问自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张家还有妖未除干净。还请大人再次斩妖，救救我张家吧！500两黄金，我保你们无恙。这也太贵了吧！但还未等瞎子说话，围观看热闹的人群就不乐意了。大人都免费替你们斩了10多头大妖，也没说半句，现在仅只是要你们付出点金子，就开始喊贵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的。好了，斩妖人除妖，哪有免费的道理？不贵的，只要能够将妖物斩尽，哪怕是倾家荡产，我也愿意的。大人您稍等，我这就为您去取金子。很快，张富贵就取来500两黄金。大人，请您再度斩妖，还我张家一个安宁。瞎子收了金锭，随即头也不回往宅外走去。你们张家最后的那只妖叫做伯良，在你们心中唯有自斩才可自救。瞎子走出张家，赵小山跟在后面，一直跟了很久。别跟了，哪来的回哪去。赵小山跪在地面，脑袋地面猛磕。先生，
我想学习您的刀法，还请先生收我为徒。赵小山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的刀你学不会。瞎子依旧是那句话，依旧是一个闪身离开园。傍晚，瞎子坐在万花阁的位置上。这不是风少吗？有好几天没见着您了吧？这2天跟着我老爹去拜山出了，刚回来就听说有个死瞎子霸占着白姑娘好多天了。今天就是想看看谁能从我手中抢走榜首。那是风少一出手，榜首的名额还不是手到擒来吗？瞎子可以接受别人喊他瞎子，但加个死字就不是很开心了。恰好这时，风少带着一群小厮走了过来。风少，这就是那个瞎子，最近他可是出尽了风头。死瞎子，以前的事我不管，但从今天起，白莲姑娘是我的，时尚点别个也整。我出一千两，为了白莲姑娘，今天这榜首我是要定了。风少真是多才多兼，我要为你生猴子。不愧是大刀帮的2公子啊，出手就是阔绰。听着周边不少人的奉承，风少虚荣心满足到了极点，他将目光定格在瞎子身上。死瞎子，听说我不在的这几天你很狂吗？真吗？哥们儿，今天一开口，你连喊价的勇气都没有。我出500两。就这，原本我还以为你多有实力呢。500两是不少，但跟本少比，可就差得远了。我说的是黄金。我承认白莲姑娘是很美，但用500两黄金去换一个见面的机会，是不是太过火了？500两黄金等于5000两白银，这若是放平常，可以换好多次榜首了。好，死瞎子，这笔恩怨哥们儿记下了，以后出门最好给本少小心点。瞎子将从张家赚来的500两黄金放在桌上，轻车熟路的来到3楼。白莲依旧是那个白莲，只是清嫩至纯的脸蛋多了一丝妩媚。死瞎子辱我、欺我、虐我，甚至在那么多人的眼前驳我面子，此仇我必报。少爷，此仇该如何报？抓起来先鞭打一番，然后给他一套本少独创的数字3连，最后码一灌肠，让他受穿身、穿肝、穿肺、穿肠之苦。得罪了风少，真是比得罪阎王还苦啊！公子今天好生威猛。你指的是什么时候？只在张家的时候，也指刚刚。你消息倒是挺灵通。对公子自然是要多加关心的，关心的多了，小心丢了性命。不怕，若公子真想取奴家的性命，那给你便是。这妖今天有些不太对劲啊！对于这种不太对劲的妖，他一直都是少说话、少接触、少搭理。白莲也没有再说什么，而是静静看着瞎子那张俊俏的脸蛋，不知在想些什么。不知过了多久，公子今天是想在奴家这留宿吗？今天的打榜钱你还未给我。哼！白莲取出500两黄金放在桌上，瞎子拿了黄金，这才起身离开。公子，您会是我的救赎吗？瞎子离开万花阁，走进入小巷。死瞎子，在万花阁你丫挺威风是不是？前头是不是？本少就非得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来人，给我将他拿下！瞎子一开始便感觉到此处有针对自己的杀机浮现，而他做事从不喜欢拖拉。既然对方如此干净利落，他也就懒得废话。发生什么了？哪来的刀毛？谁大晚上的这么不讲素质，胡乱拔刀？究竟有没有半点公德心啊？我先前好像听见有人想用蚂蚁给我灌肠，是你说的吗？天啊，我的瞎子老爷，我怎么可能说出那种丧心病狂的话出来？你要知道，在这宁城，我风少人称心善小陀螺，遇见路过的蚊子，我都得先献上2两血，怎么可能说出那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出来？对位，声音是这个位，我不喜欢将敌人留过夜，所以为了今晚能做个好梦，只能请你去见阎王了。不，是瞎子大哥，你别冲动好吗？你可知道我是谁？大刀帮听过没？那是我家开的。大刀帮帮主是我爹，大刀帮大管家是我哥。今晚我若是出了半点意外，你绝对不可能活过明晚。为什么我会活不过明晚？因为我爹和我哥会为我报仇，会出动全帮的人。你确定你爹和你哥会出动全帮的人对我动手？我特么的非常确定的好吗？我不信，除非你带我去找他们，我要亲口听见他们这么说才行。我当然可以带你去验证了，我现在立刻就带你去见我老爹和老哥好吧？带路吧。男子深夜邀请瞎子上门做客，可却吩咐护卫，这个客人不是筛查，却把所有人手全部召集起来。护卫心中虽有疑惑，可却不敢耽误半分。当瞎子走进院落，耳边传来各种杂乱的叫喊。二少爷整啥呢？难道又看上哪户人家的小娇妻了？胡说什么？黄花大闺女是咱帮主的爱好，人妻是咱大少爷的爱好，二少爷仅仅爱嫖。很快宅子的大院中便汇聚了无数帮众。老爹老哥，这下子将我手下全部当做样宰了，若不是我金门，恐怕今晚就折在他的手上了。你们可千万不能放过他。此言一出，在场之人皆是一脸杀意，只有风大少
眉头不禁微微皱起。这个瞎子能杀得了小弟手下，还敢独捅大刀帮，该不会是哪个高手扮猪吃老虎吧？这位兄台，你来我大刀帮究竟何事？这家伙想要瞎子的命，于是我也想要他的命，但他说他身后有你们，所以我想来问下，若是这样，那我只好将你们一起带走；若不是这样，你们只需写下5000字的保证书，那我便会自行离去。你特喵还想离去？我大刀帮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要我写你娘爹写保证书？真当我大刀帮无人吗？来人，给我拿下这个瞎子！闻言，瞎子转身就走，他不喜欢和人动手，所以这种粗活一直是腰刀代劳。当瞎子回到小院时，一群孩子正目光灼灼地盯着桌上的满桌大餐。小月拿着一个铁饭勺站在一旁，像是一位美食守护者，仿佛谁若是敢偷吃半口，手中的锅勺便会将那人的脑袋敲得棒棒作响。这时，眼尖的小春忽然喊道：“虾爷，虾爷回来了！耶，虾爷终于回来了，可以开餐了。虾爷，虾爷，你今天去哪啦？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啊，虾爷，您要是再不回来，我们都打算去找您嘞。”今天遇上了一群没礼貌的家伙，耽搁了点时间。那他们没伤着碰着你哪里吧？那倒是没有的。瞎子很喜欢小院的氛围。深夜梨花巷，打更人提着灯笼走在巷子口，他看见大刀帮宅门大开，目光没忍住瞟了一眼。很快，梨花巷内的江湖帮派人士都纷纷得到了这个消息。大刀帮是宁城第一大帮，一经络万物生，今夜对于某些人来说注定无眠。次日清晨，瞎子刚要出门，你们这是要去哪？虾爷，我们跟着小月姐姐一起去买菜呢。我跟你们一起去转转，顺便打壶老酒。那太好了呀，正好虾爷你想吃什么，到时候可以直接买。说话的是小夏，一个同样失去一条胳膊的小女孩。小月无法开口，但眼角也有笑意。很显然，对于瞎子的跟随，他也是很乐意的。虾爷，您看今天想吃点啥？想吃野味去那边，想吃鱼类去那边。小老弟，你说的这边那边究竟是哪边？你都叫我虾爷了，难道不知道我看不见吗？哎呀，虾爷对不起，你看我一开心就什么都忘了。小月能看出瞎子是在开玩笑，她向小春打着手语，小春那原本急切的神情这才重新恢复笑容。虾爷，在这条街啊，最好的野味得去从城外过来的那群猎户手中购买，他们打来的野味不仅新鲜，而且繁杂多样，运气好还能有难见的珍品。最好的鱼得去高家铺子购买，最好的。小春这边还在忘我的介绍着，忽然传来一阵锣鼓声，大家伙先停下手中的活，听我们说几句。喊话的人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一边敲锣一边喊：“诸位，我们是血狼帮的，从今天开始，这条街归我们管了，以后每月的保护费归我们来收。”为什么呀？咱们这条街的费用不是一直都归大刀帮来收取的吗？大刀帮让我们血狼帮给灭了，从今以后在此处，我血狼帮就是你们的天，可懂？不会吧？大刀帮没了？大刀帮不是咱宁城第一帮吗？怎么会被全灭？是真是假？等下你们去梨花巷看一眼就知道了。总之你们记住了，从今天起，想要在此地好好经营，那就别得罪我们血狼帮。对于这种情况，各个老板倒也没有太大的怨气，保护费给谁都是给，他们只要能安稳做生意就行。然而一旁的小叶三人在听到血狼帮3个字的瞬间，却是连身体也止不住的开始颤抖，胆子比较小的小夏更是当场被吓哭了起来。血狼帮怎么会管到这里来？完了！小春虽然平时比较勇，但此刻同样是颤抖着说道：“血狼帮来了，怎么办？该怎么办？他们一定会想将我们重新拉去当牲口的。”哪怕是小月，此刻的脸上也忍不住浮现一抹惊恐，这是一种仿佛刻在骨子里的害怕。瞎子感受到了3人不对劲的情绪。怎么了？这血狼帮和你们有仇吗？血狼帮就是谋害我们的凶手，他们砍断我和小夏姐姐、小秋姐姐的手臂，毒哑小月姐姐的嗓子，戳瞎小东哥哥的双眼，砍断大海哥哥的双腿，还用大山哥哥去试用毒药，所以大山哥哥才会长得那么壮。说到这，小春也忍不住痛哭了起来。他们是来自地狱的魔鬼，若不是姑奶奶带我们跑了出来，我们现在还在大街上乞讨，乞讨来的钱也得全部上交给他们，一天只给我们吃1个馒头。现在血狼帮突然接管了这片区域，他们一定会再来找我们麻烦的。哪怕瞎子情绪再如何稳定，此刻的内心也忍不住产生动容之情。不过很快，他又想到了那个小铃铛，一只2进圆满的妖，想要保护这群孩子应该很简单吧？放心吧，会没事的。天塌了不也有你姑奶奶扛着吗？有姑奶奶在，一定会没事的。小月脸上却还是浮现着一抹忧虑，她朝小春打了很长一段手语。瞎爷，刚刚小月姐姐跟我说，血狼帮接管了这片区域，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姑奶奶是会带我们离开，还是有其他计划。小月姐姐还说，我们不能牵连您，可以将生活费退还给您大部分，您可以去找个更安全的客栈留宿。
这事再说吧。况且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不得先去跟你们姑奶奶商量一下吗？那我们现在回去找姑奶奶。瞎爷，您要一起回去吗？你们先回去吧，我去打壶酒先。那瞎爷您小心。瞎子则拄着木棍朝老酒馆走去。而就在几人身影逐渐消失在街道之际，血狼帮人群中一位尖嘴猴腮的成员双眼微微眯起，他的目光望着的正是小月三人离开的方向。80岁老头鬼鬼祟祟趴在地上，然后亲自走进地窖，片刻之后取出一坛百年老酒。少侠，这最后一坛百年老酒就送你了。慢着，这坛酒我要了。这位客人，最后这一坛百年老酒已经送给这位少侠了。如果您若是想喝，我可以再去取上一坛80年份的，如何？我就要这坛。你是三品斩妖人又如何？我老酒馆遇难的时候，你也没来，拯救我老酒馆的可是瞎眼少侠。这坛酒是您旁边这位少侠的，让不了的。哼，我王刀走南闯北，什么东西没见过？区一坛酒，我想喝，那就必须得喝。一股暴躁的灵力气息从他周身散发，然而下一瞬，一股如海般厚重无比的灵力气息瞬间将他完全压制。小酒铺哪来的此等高手？哪位前辈在此静养？若我王刀打扰到了您，还请前辈恕罪。这突然而来的变化落在老掌柜眼里，有些摸不着头脑。那个此酒也去为我取来一坛吧。我们店的百年老酒素有1两黄金1两酒的美称，并且整坛起卖。虽然店里的百年份老酒已经没了，但这80年以上的也得半两黄金1两酒，一坛10斤整。客人您需要的话，我这就为您去取。什么破酒，这么贵？他虽是3品斩妖人，但自身实力需要大量的金钱堆积。想到此处，随即转身离去。喂，瞎子，你酒壶中的老酒，借我喝2口。此酒不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3品斩妖人王刀，人送外号一刀狂，因为无论是杀妖还是杀人，我只需一刀。巧了，我杀妖也只需一刀。你会杀妖？杀过几只？哼！我再说一遍，此酒借还是不借？此酒不借。正当王刀想要出手的时候，忽然他腰间的斩妖人令牌闪烁出淡淡的光芒。是妖巫的气息，哈哈哈！没想到刚来这座城便能遇上妖，真是太幸运了。死瞎子，算你好运。瞎子抬头，目光望向天空，那里有一道极为熟悉的妖光，一直以来平淡如水的妖光，此时却微微闪烁，定然是铃铛使用了妖力。瞎子望着王刀所去的方向，正是小院。还得是要看我啊！当瞎子来到小院外时，小院已经被血狼帮成员团团围住。透过铃铛身上散发出的光芒，他可以看见此刻的小春、小月、大山等人身上大有一种提桶跑路的想法。小不点，没人能从我血狼帮的手中带走任何人。现在此处没了大刀帮的镇守，我看你还能带着这群小乞丐们往哪逃？一群混账！小春他们不过只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你们却残忍地将他们虐成残疾。上次本姑奶奶大发慈悲，懒得动手，这一次你们还敢送上门来，那就都去死！就凭你这么个小不点，别以为学了点什么唬人的邪术就能吓住我。来人，给我将他们拿下！邪法，哈哈哈哈！老不死的，记住了，这叫妖法。铃铛飞到半空，随即身子剧烈旋转，化作一道旋风，旋风发出清脆的铃铛声。仅仅片刻，所有血狼帮众全部倒地不起。姑奶奶，你真是太厉害了！这群恶人全死了，以后再也没人会打扰我们了，我们可以好好生活了。然而此刻铃铛的心中却十分沉重，他只期盼附近没有斩妖人，否则定会遭到追杀的。妖虽然强大，但斩妖人中也有更强大的存在。真是精彩！小小阴妖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战力，只是可惜今天你遇上了我3品斩妖人。铃铛脸色骤变，眼前这个男子给他带来的压迫感太强，尤其看到他腰间挂着的3品斩妖人令牌，小小的身子忍不住后退几步。小小阴妖，别做无谓的挣扎了，说吧，你想怎么死？你是谁？难道是血狼帮的帮凶？什么垃圾血狼帮？老子是王刀，3品斩妖人王刀，愚昧的凡人，我是来替你们斩妖的。什么妖不妖的？那是我姑奶奶，你若是敢动她，就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似乎是感受到了铃铛内心的恐惧，大山挡在了铃铛的身前。想动我姑奶奶，先从我们尸体上跨过去。铃铛身体颤抖，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当初他意外寄生在即将饿死的铃铛身上，并救出遭受苦难的大山一行人。他从未想过能得到什么回报，只是单纯的想救下这群可怜的孩子，并且好好抚养长大而已。现如今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大山等人，这就是画本小说中讲述的爱吗？这种感觉真的好美妙。小月、大海、大山，照顾好小春、小夏、小秋、小冬，本姑奶奶能够认识你们，很开心。他又看了一眼远处的瞎子，
咱们的大贵人虾爷也得照顾好了。喂，别搞得这么煽情好不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多坏的人呢。我再说一遍，你们护着的小女孩是妖，妖就该死，懂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妖不妖的，我只知道她是我们的姑奶奶，她就是世上最好的姑奶奶。对。你这个大坏人，我们的命都是姑奶奶救的，你凭什么在这里义正言辞的好坏不分？一群被妖蛊惑了心智的孽障，既然你们冥顽不灵，那就一起下地狱作伴去吧。斩妖人，他们不过只是一群可怜的孩子，放过他们，我愿成为你刀下的一份功绩。对于王刀而言，能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一只妖，又何乐而不为？小铃铛，我可没说你可以死。死瞎子，你想坏我好事，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无论我配还是不配，此妖你斩不了。死瞎子，既然你想死，那老子就成全你。虾爷小心！虾爷快跑！这里的事你不该参与进来。却在这时，瞎子抬起手中的木棍，随即敲向地面。我说了，此妖你斩不了，那就是斩不了。什么情况？虾爷也会武功？好强！感觉那位强大的斩妖人在虾爷手下，不过就是个玩具罢了。这么强的虾爷还那么善良，真是一个大好人啊！而铃铛更是瞪大了双眼。虾爷竟然是个通天高手！天呐，亏我当初还想让虾爷去讹人，简直要死妖了！你特喵这么强，一直装什么嫩啊？你也是斩妖人？算半个吧，因为有些妖我是不斩的。妖就是妖，哪有斩与不斩之分？天下间的妖就都该死。你这话我不认同，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不能因为人家是妖就好坏不分，也不能因为有些像畜生的人就真把他当成人。瞎子，哪怕你实力通天，但你这种思想太过妖邪，是不会被我们斩妖人的圈子认同的，甚至是神庙也会排斥你这种思想。妖就是妖，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有取死之道。我斩妖有我的规矩。瞎子，你堕魔了，我会将你包庇妖物的情况上报给斩妖司，上报给神庙，你必须要被关进斩妖司的大牢进行忏悔。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还有机会活着离开此地？杀人者，人亦杀之。瞎子转身朝万花阁方向走去。这2天杀的人有些多了，瞎子觉得需要听几首曲子，洗涤一下他那正义感有些爆棚的心灵。虾爷，晚上还来吃饭吗？不吃饭，你是想饿死我，然后好继承我的遗产吗？傍晚，瞎子在白莲房间听了3首曲子，才起身离开。深夜小院屋顶，虾爷，我知道你们斩妖人的规矩，这里是我先前从血狼帮身上掏出来的银两，还有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都给您，算是这次您出手的酬劳。不算。血狼帮是你杀的，他们的遗产理应归你，而我出手斩王刀，是因为王刀想斩我，因此不算帮你。该我收的钱，你不给我也会要；我不该拿的钱，你也别强塞。铃铛鼻尖有些酸酸的，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斩妖人，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瞎子也有些好奇，一只阴妖存钱到底想做什么？你现在应该存了不少银两吧？有什么计划吗？存钱当然是打算开一间大大的酒楼，本姑奶奶做掌柜的收钱，小月做掌勺的，大海去砍柴切菜，大山去看门，小春、小夏去跑堂，小秋、小冬一个去算账，一个去生火。说到这，铃铛的声音忽然变小了很多。这样大家才不会被人当成一群只会乞讨的小乞丐呀。那我呢？本姑奶奶把你当吉祥物养着好了，毕竟自从遇上瞎爷您之后，我们的运气真的挺好。瞎子走在大街上，今日是与白莲相约的第10天。瞎子朝万花阁走去，然而这时前方大道上传来阵阵喧闹。大家快让一让，我们将城外寒山寺的悟空大师请来了，他是来寻找我们那些失踪的丈夫。91个寡妇来到寺庙，手中拿的却是自家男人的衣物。他们以2000两银子的价格雇佣了一只大黑狗。大黑狗闻了闻衣物，带着众人来到衙门口。你们这是在干嘛？人群中一个寡妇见瞎子长得俊朗，向瞎子解释，原来宁城半年以来，很多刚成婚不久的俊朗公子哥悄然消失。他们听闻宁城最强斩妖人悟空大师养的大黑狗鼻子通灵，于是众人凑了2000两银子。失踪人口全是俊朗男子，怎么感觉像是妖物所为？县衙重地，何人来此聚众？我就想下山赚点外快，怎么就找到衙门了？悟空大师是斩妖人不假，但也还没到可以无视朝廷的地步。哪怕失踪男子就在县衙之内，他也不可能为了2000两去得罪县令。就在他打算打道回寺时，一个助人为乐的声音响起：我们是跟着悟空大师一起来寻找城内失踪男子的，他的大黑狗远近闻名，一闻一个准。如今停在此地，那便证明那些失踪的人就在你们县衙之内。那道声音说完之后，还反问了一句：我说的对不对，悟空大师？我对您。悟空大师顺着声音望去，你说你一个瞎子，凑个鸡毛热闹啊！然而他正要直接甩手走人的时候，但周边人群的情绪被瞎子的2句话给调动了起来，纷纷大喊：
是这样的，蜈蚣大师是带我们来寻找夫君的，难道是你们衙门抓走了我夫君？请问我夫君犯了什么罪？若是官老爷说不出个所以然，小女子即便手无寸铁，也要告到府城，请知府大人说说理。眼见群众忽然闹腾起来，五块深深看了一眼悟空大师，便转身朝衙门内走去。这等重要之事，需要第一时间报告给县令。而群众们见此，又将感激敬佩的目光望向悟空大师。大师真不愧是咱宁城最强斩妖人，面对衙门都能如此不卑不亢。原本我还觉得大师您收2000两才肯出面是有些稀血了，但现如今我只想说3个字：您值得。悟空大师就觉得自己很冤枉，那瞎子只是喊了2句，自己就莫名其妙成了带动群众到衙门闹事的领头人。当他看着大家如此火热的目光，他也只能狠狠瞪了一眼大黑狗。很快，衙门内走出一群人，在县衙口闹事，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瞬间，所有人望向悟空大师，悟空大师进退两难，不知所措。但就在这时，那道助人为乐的声音再度响起：“悟空大师的狗说，城内那些失踪男子就在你们衙门内，我们要进去搜查一番。”对，悟空大师带我们来找夫君的，我们要进衙门找夫君。狗狗不会说谎的，那可是悟空大师养的灵狗。县令没想到悟空大师竟然直接找到了衙门，顿时有些生气：“大师，我衙门之内就这么大，平常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有没有藏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搞得这么隆重，是否有些过了？”此刻的悟空大师只想要赶紧收场，他看向人群：“咱们的县大人说的没错，县衙里面有没有藏人，大家应该一眼就能看出。这次应该是这死狗误判，待老衲回去好好将这死狗调教一番，再来重新为大家寻找郎君，如何？”此话一出，众人虽有不甘，但也不敢强闯县衙。可就在这时，那道助人为乐的声音又再度响起：“来都来了，为什么不让大黑狗进去转一圈呢？若是就这么离去，也难免会让咱宁城县衙蒙受一层不白之冤。大师，你说是不？”死瞎子，我忍你很久了，你不说话是不是会死啊？就你长嘴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就你长嘴了啊？大师，你这是怎么了啊？人家瞎子也是话糙理不糙，你何故如此生气啊？我倒觉得这瞎子每次说的话都句句在理，反正来都来了，就让大黑狗带大家进去看看呗，也免得以后有人没事找事。这位瞎大爷，我认得您，前几天您在老酒馆和张大财主家大发神威的时候，我都见证过。瞎子，原来你也是斩妖人，随手斩过几头，和大师你比不值一提。难怪你小子一直在这怂恿大家，怕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行了，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既然大家怀疑衙门抓了你们的夫君，本官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让你们跟着那条黑狗进来查探一番又能如何？但衙门的威严也不是可以任你们随意践踏的。若是此次搜寻并无任何结果，那你们都要重打10个大板。不看了，我就一时瓜蛋，可惹不起这种事。10个大板就10个大板，我从小与我夫君两小无猜，今天就是死，我也要知道一个真相。我也要看，我不能让我夫君失踪的不明不白。既如此，大师此事是你所引来的，理当由你带头。当然，若是什么都没搜出来，那后果，呵呵。悟空大师此时十分难受，但是到如今他也没有退步的可能。在带人进入衙门之前，他望向瞎子：“你费尽心思将老衲推下水，不至于自己当个缩头乌龟吧？既然大师愿意带领我们进衙门闯一闯，那瞎子自然是舍命陪和尚了。”众人进入了衙门之内，狗子却直奔衙门后院走去。哪怕县令脾气再好，此刻也忍不住：“悟空大师，你家狗子究竟是几个意思？再往前走，可就到本官居住的后院了。”悟空大师此时冷汗直流，这狗是不是真犯病了？哪家好人会将一大群男人私自抓到自家居住的后院啊？可就在这时，狗子竟飞奔冲入后院，在后花园的地面上疯狂吼叫。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瞎子直接走进了后花园。瞎子，那是县老爷居住的地方，你一个外人岂能乱闯？来人，快给我将他拿下！然而却无人回应。以往先生出没的地方，通常都有妖物出现，现如今先生突然进入后院，难不成？想到这个可能，他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和尚，你和你家的狗很好。悟空老和尚，此事过后，本官哪怕冒着这顶乌纱不保，也得去府城找斩妖司的大人们评评理，是不是现在的斩妖人都可以无视咱大黎皇朝正统的县官了？大人，此事真是误会连连啊！你先听我解。然而话还未说完，瞎子竟然当场挖了起来。死瞎子，快住手！大师，你家的狗一直对着地面狂吼，很显然是在告诉我们，那群失踪了的男子此刻很有可能就埋在地底，我们得挖出来看看。我挖你母哈！就在此时，众人忽然当场大哭了起来。天哪，我家相公被买了，怎么会被买了？何人大喊大叫？不知道这里是衙门的地盘吗？姓名王彦和，种族人被寄生，寄生体血妖一族是新妖，3进无漏后期。男人有恃无恐翻进院墙，
然后绑来新郎，接着扔到自己妻子床上。经过5秒之后，挖出心脏，最后埋在自己院落之中。却不料今天一只大黑狗竟带着一个瞎子来挖坟，直到最后，众人挖出整整91具尸体。县令此时也是冷汗直流。是谁悄无声息的在我家院子里埋了这么多尸体？似是看出县令的恐慌，赵小山在县令耳边低语了几句。县令双眸一亮，望向瞎子：“先生，听说您本领通天，可否为我解惑？此地的尸首真的与我无关啊？不是你干的，难不成还是妖干的？”对，就是妖干的，也只有妖物这等恐怖莫测的东西，才能够悄无声息在本官后院埋下如此多的尸首。这些尸首每个人的死法全都一样，皆被洞穿胸膛，心脏被取出。像这种作案手法单一，属于妖物下手的可能性很大。那该如何是好啊？如果是妖物所为，那岂不是咱们大家伙都有危险？那必须请斩妖人除妖才行啊！说完，众人望向瞎子：“瞎先生，您知道那只妖在哪？有办法斩杀吗？”这些死者应该接触过真正的凶手，不如让大黑狗闻闻看，应该能找到死者生前接触过的人或者物。此话一出，在场其他人眼神却是纷纷一亮。于是大黑狗闻了闻尸体，最后对着宣花疯狂吼叫起来：“轩儿，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还是我的女儿不？”一切都是我做的，怎么了？真的是你干的，你真的被妖寄生了？这很重要吗？我承认，这群人都和我有关。那么我是不是妖？很重要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相公究竟哪里得罪你了？你哪是什么大才女，你根本就是恶魔！你可知道，为了我那个县令老爹眼里的大才女的身份，我从小都在令我感到恶心至极的书籍中长大的。他从未问过我想要什么。你问为什么要弄死那群男人？因为我喜欢和俊朗的男人寻欢刺激，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这些理由够不够？逆女赵小山，带人给我将他们拿下。我们本想只是安安静静过好自己的生活，可你们非要将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悟空大师此刻心惊胆战，如此恐怖大妖，我若是自己碰上，绝对撑不过10个回合。不知能否看到先生出第2刀？本公子自诞生起，修行又近100年，怎么会败得如此窝囊？相公，我们怕是要一起下地狱了。不过瞎子那么俊，能死在他手下，我也愿意。娘子，哪怕是死，你也是属于我的。过早，成功击杀是新妖，奖励50年修为，奖励灵气珠10颗。傍晚，瞎子来到万花阁。公子，今天听什么曲？今天不听曲，听故事。我是妖，我知道，你继续。我是花妖一族，本体白莲。所有花妖在突破时都会产生异象，有好运异象会在突破时凝聚出天才地宝，价值连城；有厄运异象会摧毁周围所有人和兽。因为花妖突破时会有奇香四散，都会引来诸多强者。那你突破时为哪种异象？我是好运异象，可对我们花妖来讲，好运其实才是厄运，因为好运使人觊觎，厄运才让人避退。对于这句话，瞎子是可以理解的。天才地宝自然会引来强者争夺，甚至一些强者会将伴有好运异象的花妖养在家中，以此来多次收割宝物。你说你杀过人，难道和你以前突破有关吗？我所寄生的白莲是一位即将断气的可怜女子，她算是我杀过的第1个人。寄生后，我也获得了白莲的记忆。爹爹好赌，娘亲早亡，家里还有一个畜生般的哥哥，经常对他动手动脚，甚至有一次要强施暴行，但被他爹及时阻止，并不是多怜惜他，而是完整之身的女子要值钱不少。白莲不从，最终被他爹打得只剩最后一口气。我寄生后，将他们父子2人都给折磨致死。是该杀。之后我便藏在深山修行，直到突破第3境时，产生好运异象，周边凭空浮现白莲，莲内生有莲子，可生死人肉白骨，但也吸引来了不少斩妖人以及妖兽觊觎，所幸并未有太过强大的存在。我突破后将他们全杀了，这是也是最后一次杀人。后来我便来到这万花阁常住了下来。杀妖者，妖恒杀之，合情合理。瞎子起身准备离开，他觉得此妖没资格为他的封妖册开启新的页数。公子，奴家即将再次突破，届时定会吸引来更强大的斩妖人窥探，还望公子救我。瞎子立在原地，内心有些感叹，明明是得天地眷顾的存在，却在每次突破时都会迎来大劫。更可悲的是，这种大劫还是人为。公子若是助我度过此劫，奴家愿将此次异象产生的莲子宝药赠与公子，当作报酬。说完，他看了眼瞎子那完美般的脸庞，并且若是公子愿意，此劫过后，奴家也愿意日日为您抚琴奏曲，常伴君身。你何时突破？从现在起，3天之内都行。现在突破吧，听你10天曲，我替你挡下此劫。当然，若是来者太强，我会立马远遁，不会陪你玩命。公子，此次突破可能需要3天，您可有什么需要交代的事情？你让人准备一桌下酒菜，然后去我居住的小院，告诉一下那群小家伙们，就说这几天我先不回去了，不用留饭。好。果然，白嫖的东西往往都是最贵的。
这是附近有花妖在突破。他跃上房顶，望向宁城。宁城有他在，万事无忧。花妖至少是1头3境级别的花妖在突破，没想到我山葵也能有此机缘，拿下此妖，我将少奋斗300年。正在突破4境的花妖，倒是一桩不错的机缘。宁城之内的一间武馆，男人望着自己残缺的手掌，这或许是一个能让我重回巅峰的机会。为了断指重生，男人来到青楼，找到正在突破的女子，无比火热的双眼望向女子身后的莲花虚影。传说莲花妖突破时能诞生莲子宝药，能生死人肉白骨，若能服下一颗，我必能恢复断指。你也是来抢夺机缘的吗？你就是城内转的沸沸扬扬的那个瞎子吧？我知道你有点实力，但我一手铁拳也不是吃素的。你看咱们不如平分如何？那是不行的，瞎子我贪心全都要。那就是谈不拢了，确实没法谈。男子紧握双拳，一股3境中期气息席卷开来。瞎子，我可以让步，只要1颗莲子。1颗也不行，你欺人太甚。这个江湖还是太过危险，老登你把握不住。第二天，白莲头顶莲花已经凝视1/3。人类，你也是来抢夺我妖族宝药的？你也是来抢宝药的吗？宝药，但是我当然要来掺和掺和。你是妖，他也是妖，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我们妖族都这样，你有意见？我没意见，但你来晚了，此地已经被我占领了，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看来你还是不懂妖的规矩。我们的世界只印一个理，谁的拳头大，谁就是理。愚蠢的人类，给野死！在这里，我才是规矩。成功击杀山葵10妖，奖励50年修为，奖励5技碎云手。第二天晚上，白莲头顶莲花已经凝视2/3，忽然一把长剑直奔瞎子眉心。阁下还真是好手段！我为无涯踏遍大黎皇朝的每一个角落，也从未听闻有一个擅长使刀且指力浑厚的瞎子。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你没听过也很正常，就像我也没听说过你一样正常。鬼剑客魏无涯，没听说过就是没听说过，说的再多也还是没听说过。也不重要了，因为接下来你会是死在我剑下的第128位斩妖人。你挺自信的，因为我有这个自信的资格。瞎子把尸体放在一起，此时的他已有3分醉意。第3天，白莲头顶的莲花已经几乎凝视，可莲花上的奇香更加浓郁。师姐，你说那所谓的眼妖真的有那么恐怖吗？师门竟然连你都派下山了。眼妖一族能够在无尽妖物中排名第3，凭的就是其无与伦比的成长速度以及其恐怖的毁灭能力。此次师门的天机尽推演出，此地将有眼妖诞生。我等万不可有半分懈怠，否则一旦让其成长起来，定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恐怖。忽然一股奇香涌来，这是花妖突破时的半生奇香，如此浓度，至少是3境级别的存在。只是不知这是好运花妖还是恶运花妖。冷秋霜顺着奇香涌来的方向望去，走去看看。其余4人为之一愣，以他们的身份，身上自是不会缺少资源。冷秋霜似乎是看出了4人的不解。花妖突破对其他妖类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也许那头眼妖也会被吸引过去。还是大师姐想得通透。哎，阁下真是好手段，连鬼剑魏无涯也死在了你的刀下。侥幸罢了，你们也是来夺取花妖机缘的。区区几颗莲子宝药罢了，我们才不稀罕。我们的目标那可是眼妖。师妹，莫要胡说，我们无心与你争夺宝药，只在此处待到花妖完全突破后便走。为了抓眼妖？是，我们来自太清门，此次下山便是为了眼妖而来。此处有花妖突破，我想看看那头眼妖是否会被吸引而来。对于眼妖，瞎子曾经从祖籍中看到过，此妖可以施展幻境，吸收人类情绪，以此增强自身实力，只需极短的时间就可以成长为滔天可怖的恶魔。不过他并未在宁城看到过除铃铛和白莲之外的妖光。我这人胆小，你们要想守着眼妖，便去外面吧。你让我们去外面，你知不知道太清门3个字意味着什么呀？你不会以为我们想抢你宝药吧？那些破烂玩意儿，我们压根看不上。3息之内，若是不退，便斩了你们。好大的口气！今天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斩我。2位男弟子体内灵力翻涌，手中各自浮现一颗整体散发着淡淡荧光的灵珠。住手！别忘了我们此行的任务。随即望向那个连他也看不透的瞎子。先生既然不愿被打扰，那我等退下便是。瞎子依旧坐在原地，只是此时他的内心也多了一些提防。眼妖实乃大恐怖的存在，哪怕他再如何自信，也不会过于轻视。希望只是虚惊一场吧。时间流逝，直到天色完全暗淡，白莲头顶的莲花虚影也成功凝视，一抹强横的妖力从其身上迸发而出。公子，奴家成功了，恭喜！还得多亏了公子呢，若不是您出手，恐怕此次大劫我必将陨落。白莲将莲花送到瞎子身前，瞎子收起莲花，起身向外走去。公子，你不多留一会儿吗？不了。公子以后可还来听曲？想听了便会来，不想听了便不来。白莲原地愣了一会儿，直到瞎子的身影已经离开万花阁。公子，奴家的曲，今后只为你弹。
夜晚，万花阁传出消息，白莲姑娘不再接客，也不再当众弹曲。师姐，既然没手到眼妖，那要不要顺手宰了那头花妖？反正都是妖，正好他成功突破为4境，可以用来练练手。我再说一遍，眼妖性格极端，在没将其灭掉之前，任何打草惊蛇的事都别干。况且咱们不是那群冷血无情的斩妖人，别遇上一头妖就冲上去要打要杀的。见自家大师姐动怒，男弟子身子一抖，完全不敢再多说什么。妖也分好坏，遇上恶妖，咱们顺手斩杀理所当然；可若遇上的是心怀善意的妖，又何必去惊扰他们的生活？那头花妖明显不像是心怀歹念的恶妖。师姐，你是怎么看出那头花妖并非恶妖的？冷秋霜看了眼万花阁，又看了眼先前瞎子离开的地方，猜的。次日清晨，瞎子得知铃铛在忙酒楼开张的计划。瞎爷，我们看了看日子，决定在5天后正式开张，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为我们捧个场啊！瞎子觉得宁城除了铃铛和白莲外，已经再无其他妖，正好5天后吃个开业宴再走。行，得到瞎爷的肯定，小家伙们显然更开心。瞎子来到老酒铺，少侠，您来了，我这就为您打酒去。麻烦你了。很快，掌柜打好了酒，店内却闯进一群汉子。掌柜的，来20坛老酒，要10年份的。往年大忌不是普通老酒便可吗？怎么这次要上年份的了？掌柜的有所不知，明天乃是离合老母500岁大寿，我们当然要备上更好的祭品了。如此来年，我们漠河村民下水打鱼，才能次次满载而归呀。你们倒是有心了。待到这群人前脚刚走，后脚便又冲进一批新的渔民，同样是需要10年份的老酒。掌柜的，他们刚刚说的那什么离合老母是为何物啊？少侠，我知您本领通天，但这事您可千万莫要掺和。能具体说说吗？在咱们大黎皇朝有一条3万里离河，里面滋养着一大群本领通天的河妖，离河老母便掌管了一片区域，周边村落必须向他上供，若不然整个村子性命不保。这么嚣张，难道没人管吗？斩妖司曾派人去处理过，但那离河老母凭借3万里离河的优势，想打就打，想跑就跑，根本没有办法。瞎子道了声谢后，才离开了老酒铺，朝着那群渔民们离开的方向跟了过去。好一个离合老母，区河妖竟敢如此狂妄！若不是此次我等有要事在身，定当要去将他斩于河底。你们说那只眼妖会不会也混迹在此次大计中，伺机动手？师妹说的也不无道理。宁城毕竟是座大城，眼妖生性谨慎，他的第一目标不敢选择在此地搞事，也是极有可能。咱们也去此次大计的地方看一看。就在众人离开不久，宁城之外一道妖异的红芒急速飞来，红芒漂浮在宁城之上。村民兴高采烈带着孩子找到村长。村长，季同仁选家我家铁蛋1个北，本来去年就应该轮到他了，结果被李家老二抢去了。胡闹，那可是离合老母亲自挑选出的，你们难道想要违背离合老母的意愿吗？大娘都祭同了，你们怎么还这么开心？孩子没了可以再生了，但讨好离合老母的机会只有一次。今年更是离合老母500岁大寿，每个村子都可以献上10对童男童女，这种天大的机会大家都会争取。那你们有问过孩子的意见吗？我们当父母能决定的事，还能由得他们同不同意了？真是可笑。瞎子右手微微一抖，但最终妖道并未出鞘，必须要解决源头才行。瞎子沿着离河走着，目光望向离河，他可以清晰地看见由河底深处传出的那一道冲天而起的妖光。蛇妖、赖皮蛇，种族蛇妖一族，实力4境，名单圆满。夜晚宁城，一抹血色笼罩在宁城上空，而宁城之内，此时众人有狂怒，有痛苦，有大笑，种种不一样的情绪在他们脸上映照出来。随着时间流逝，宁城上空那一抹血色愈发凝实。次日清晨，衙门口摆放着一具具尸首。县令在了解是妖物所为后，随即派赵小山去府城，到斩妖司请人来接管此事。而大祭这边，各村村民带上祭品与祭童，从四面八方涌来。瞎子坐在不远处山顶的古树上，一旦出现任何情况，他都能第一时间拔刀。而就在这时，从四周走来3位斩妖人，腰间4柄斩妖令牌无比耀眼，其中一人将目光望向旁边的草丛。想必诸位也是为了斩那离合老母而来吧？何不出来共同商议一番？藏在草丛的正是冷秋霜5人。不过一头小河妖而已，还需要跟你们商议什么？到时候本小姐随便出手斩了便是。师姐藏了这么久，好渴啊！你那还有水吗？还好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上买的，娃哈哈，酸甜又好喝，宅家追剧时也很合适。而且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解馋小零食，好吃又解馋，还不到9块9，省钱又划算。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限时限量，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真是稀奇啊！没想到一头小小的河妖竟然能引得你们太清门出手。若是此妖你们看上了，那我等倒是显得有些多余了。听见如此恭维的话语，太清门几人脸上皆是一副自傲的神情，唯有冷秋霜神色淡然。我们来此并未非为了那离合老母，若是他真现身，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会出手。你们若真有本事，便去取了他的性命就是。
既然诸位有其他任务，那死妖等下交给我们便是。冷秋霜点了点头，随即喊道：“那个瞎子，我知道你就在这附近，大家都在此地商议，你却遮遮掩掩不肯现身，岂不是很没礼貌？”周边还有人？怎么可能？我可是连半点其他灵力波动也没有感受到的。真的还有人？还是个瞎子？敢问兄台名号？一个普通瞎子罢了。普通瞎子也敢来掺和这事？他不是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吧？那我就不掺和了，你们聊你们的。唯有冷秋霜目光凝重，他始终还是觉得这个瞎子神秘的，让他都感到有些心惊肉跳的。而此时岸边，村民正要把站在岸边的密密麻麻童男童女投入河中。住手！祭祀童男童女他们听说过，却没有见过。一次性祭祀至少上百对的童男童女，无数村民们围上突然出现的斩妖人。斩妖人为何打扰我等大祭？你们所谓的大祭，为什么要牺牲这些无辜的孩童？被选中的这些孩子是下去服侍离合老母，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他们是一群幸运儿。若是天大的好事，你们这群死老头子怎么不下去陪你家老母？唯有童男童女才是离合老母的需求。若是我们这群糟老头子符合要求，我们也会求着下水的。一群迂腐至极的刁民！今天谁若敢丢下半个孩童下水，我便先捅开谁的脑袋！儿郎们，有人要阻止我们大祭，有人要让我们得罪离合老母，有人要让我们来年颗粒无收，我们应当怎么办？老母在上，赐予我等神力，诛杀恶贼，重新恢复大计。一时之间，山下杀声震天。师姐，我们怎么办？要不要下去帮忙？冷秋霜目光冰冷，望向离合。此次过后，我必将上报朝廷，再清离合。但现在源头未出，必须等。瞎子同样抬头望向离合，眼前这幅场景不过只是这条3万里离合的缩影罢了。瞎子不知道皇朝为什么不派人来处理，若皇朝铁了心清理离合，也不是不可能。这时河中的水面忽然开始剧烈翻腾，离合老母来拯救他的子民了，大家别怕。其他在场群众闻言，纷纷跑到河边，恭迎离合老母。何人胆大敢伤我村民？一只蛇妖也敢装神弄鬼？此妖过于强大，跑！师姐，那3个废物好像要撑不住了，咱们要出手吗？这位公子来此，想必也是为了斩妖而来，而现在蛇妖就在眼前，你不出手吗？他们叫我别掺和的，我想我还是不掺和了，免得招人厌烦。你若是真有实力，又岂会遮遮掩掩？我猜啊，你这人或许是斩过几头小妖，但也仅限如此了。真遇上这等大妖，你便吓得不敢动了吧？你看人倒是挺准的，跟这种胆小如鼠的人多说半句，都是在浪费口舌。他不杀，咱们杀。看着那头蛇妖如此装神弄鬼，我就来气。冷秋霜看向那群被祭祀的童男童女，眼中闪过一丝不忍。眼妖再如何恐怖，也还处于一个未知状态，先斩蛇妖，救人要紧。瞎子借助蛇妖散发出的妖光，能勉强看清3位斩妖人，此时已经遍体鳞伤。师弟师妹，随我降妖。太清杀字诀。忽然离合掀起百丈巨浪，直朝岸上人群涌来。蛇妖本不及太清门5人，但此时以无数童男童女的性命做要挟，一时之间太清门众人也束手无策。这离合下的大妖确实要比寻常妖手段强上不少。瞎子走下了山，朝离合边上走去。胆小的瞎子，你不会以为蛇妖被太清门的高人们拖住，就能让你捡到漏吧？太清门弟子闻言，也发现了正在朝他们走来的瞎子。瞎子，别做蠢事，即便我们将蛇妖拖住，也不是你能应付的。瞎子走到离合边，左手向上挥去。成功击杀赖皮蛇妖，奖励100年修为，奖励灵宝定海珠。这个瞎子好强，即便是咱师傅来了，怕也不过如此吧。可他看上去是那么的年轻啊！冷秋霜同样透露着无与伦比的震撼。哪怕那头蛇妖再强大数倍，也绝对扛不下这一刀吧。此时，一些根深蒂固依靠蛇妖庇护的老渔民，也陷入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了。也有一些年轻的渔民夫妻，脸上也不由露出笑容。瞎子向宁城走去，他需要与朋友们道个别，然后再来离合。这里妖物不计其数，绝对会是最佳练级地点。前辈，先前我等多有冒犯，还望您别放在心上。瞎子挥了挥手，算是回应。前辈，请问您是要回宁城吗？是，怎么了？是这样的，我们5人奉命来此追查眼妖的踪迹。您实力通天，最近有发现宁城附近有什么不一样的诡异之物吗？瞎子本想说没有，却在这时宁城方向一道冲天、醒目、诡异，带着嗜杀与血腥的妖光浮现在他那黑暗的世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头你口中的眼妖或许就在宁城。百姓们神色紧张，赶往县衙，不料门口却有着许多面色惨白的群众，旁边还围着更多担惊受怕的百姓。此时百姓不敢单独待在家中，因此大部分人都汇聚于此。县令则是站在衙门口满头大汗，这是遭的什么孽？究竟惹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可就在此时，宁城上空浮现一抹血色，血色瞬间将宁城笼罩，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充斥着所有人的鼻尖。在血色迷雾的笼罩下，地面那些脸色惨白的人群骤然睁开双眼，
化作一个个红眼傀儡，向周围人群走去。斩妖司、赵小山，你们怎么还不来？可就在此时，忽然传来阵阵马蹄声。斩妖司大人到，妖邪必退，万恶扶手。斩妖司的大人们终于来了，我们有救了。领头之人乃是大黎青州府牙斩妖司3大统领之一，虽身材矮小，但腰间6品斩妖令牌，却也足以证明了他的实力。他看着天空那一片血色，目光凝重。妖域能施展出妖域的大妖，至少也是5境起步。他随即将目光望向四周的红眼傀儡，肃清一切。红眼傀儡终究是肉体之躯，对付普通人还行，可遇上斩妖人则被迅速收割。有斩妖司的大人们在，一切无忧。小山还好，你及时找来救援。等此次事件过后，本官重重有赏。闻言，赵小山脸上却是没有多大喜色。他望向那群威风凛凛的官方斩妖人，心中划过一抹向往。城内其他地方估计还有不少未被发现的红眼傀儡和很多藏起来的群众，我这就带人前去肃清，将他们解救出来。去吧，注意安全，别伤着自己。而此时，瞎子望向凝城的天空，那道醒目、血腥、诡异的妖光无比闪耀，同时妖光内的信息同样让他感到心惊。眼妖，血色妖童，种族眼妖一族，实力5境，文丹圆满，妖技血色幻技，是神幻石2件，血色妖域。单从妖技来看，就有一种逼格满满的感觉。瞎子跨步入城，想要挥这头古籍中记载的恐怖大妖，然而他刚踏入城池的瞬间，天空那道妖光再度一变。眼妖，血色妖童，实力6境，子府初期，妖技血色幻技，是神幻石2件，血色妖域，幻界投影。瞎子脸色微变，这成长速度也太快了吧！瞎子想到了离合老母，那头蠢蛇勤勤恳恳修行500年，也不过才4境巅峰，而这只眼妖怕是要比之年轻无数倍。果然人比人会气死人，妖比妖同样也会气死妖。就在瞎子进城没多久，太清门5人也来到宁城之外。这是血色妖域，专属于眼妖一族中血色妖童的天赋妖域。想要释放出妖域，最低要求也得达到5境才行。咱们才离开多久啊？那头眼妖就晋升到5境了。不管如何，这次都是我们疏忽了，才让其成长得如此迅速。不过此刻他终于现身，咱们只要将他迅速斩杀，那么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此时的瞎子路过一直居住的小院，看到铃铛与大山2人守在门口，小春一帮孩子们在院内打气，大有一种同生共死的既视感。小铃铛，要不要帮忙？听到熟悉的声音，铃铛与大山纷纷将目光望来。瞎爷，您回来了！城内不知道怎么回事，死了好多人，然后又突然复活，变成一头像是得了红眼病似的怪物。本姑奶奶倒是能够应付，就是不知道这种怪异的景象还会持续多久。瞎爷，您这是去哪呀？要不要进屋先歇个脚？休息的事不急，我还有点事要忙。瞎子再次朝着妖光方向走去。既然铃铛他们能够应付，他也不用管太多。瞎子顺着妖光来到万花阁门口，然而此地却出奇的安静，地上许多红眼傀儡尸体，却没有刀伤，显然不是斩妖司众人斩杀。瞎子能够看到那妖光源头，正是来源于此处虚空。他发现此妖似乎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瞎子忽然想到眼妖的那一个妖技幻石2件。难道此妖所在地其实是位于幻界之中，亦或者是幻界与现实的夹层之中？想到这点，饶是他在如何自信，此刻也不禁皱起了眉头。哪怕他的刀再强，也不具备斩入幻界的能力，这与自身的强弱无关，而是世界层次问题。就在瞎子一筹莫展之际，一曲悠悠带着相思之情的曲音从楼内传出。瞎子对此曲声很熟悉，正是白莲所弹奏的，但今天这曲似乎多了一丝不明所以的诡异。瞎子进入了万花阁。公子今天可还听曲吗？瞎子看着面对一群斩妖司强者，也敢散发妖光的白莲，瞎子走了过去。不远处斩妖司中有人正要上前提醒，却被拦了下来。这2个人不简单，先静观其变。姑娘今天倒是好雅兴。公子你可知，自从你那天走后，可让奴家想念的紧了。所以这就是你曲声中带着恨意的缘由。爱恨情仇不是人间常态吗？你是在恨我？爱而不得，便生恨。小女子自问不是什么圣贤之人，得不到公子的心，那便要得到公子的人。人若是也得不到呢？尸体也是人，保存得当，亦有余温。此时白莲双眼浮现一抹血红，头顶原本应该出现的白莲，也在此刻变成血莲。公子，你在我这听曲10天，付出的银两不计其数。原本我以为你会是我的良人，岂料你却弃我而走。既如此，那么只有下辈子再见了。白莲手掌浮现血红色妖力，朝瞎子胸膛狠狠拍去。瞎子神色疑惑来到青楼，却被情人一掌轰在胸膛，可看似强势的一掌，却实则软弱无力。这是什么情况？瞎子虽然疑惑，但还是配合着倒飞300米，为了逼真，甚至还逼出一口鲜血。血色红莲，原来你就是这一切祸乱的源头！大家把刀，随我一起斩妖。此时白莲眼中血色更加浓郁，头顶的血莲朝斩妖人涌去。诡异的是，刚突破4境的白莲，竟以一人之力能勉强硬抗。由6品斩妖人带领的斩妖队伍，白莲这模样，难道是得到了眼妖赋予的增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对劲啊！那头花妖身上的妖力怎么和城内妖域散发出的气息完全一致？难道是眼妖伪装的？不可能，这头花妖突破时所散发出的异象不可能作假，任何妖物都不可能改变自身特性。这头花妖应该是被眼妖的血色妖力所控制了。那我们要去帮那些斩妖司的人吗？斩妖司的那群人虽然令人厌烦，但此刻对付眼妖才是重中之重。大家一起出手，先将那头已经变异了的花妖拿下。瞎子见状，有心想要出手，但直觉告诉他时机未到。白莲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随着白莲遭到重创，原本困住斩妖人的血色莲花也在此刻失去控制，而此时太清门5人和斩妖小队皆奔白莲而来，一时之间杀机漫天。白莲扫了一眼四周，随后将目光望向瞎子身上，然后惨然一笑，最后他抬头。王，宁城强者已全部到场，是时候让世人感受您的恐怖了。姐，花妖，你做得很好。瞎子浑身一震，他看见幻界之内那头遮天蔽日的恐怖眼妖。难道白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眼妖引出幻界吗？我忠实的夫人啊，你拥有让本王出手拯救的资格。今天所有人都得成为本王的眼亮幻界投影。宁城所有人神色茫然，瞬间进入种种幻境，脸上的表情也随着种种不一的情绪在脸上一一划过。瞎子脸色十分难看，他能感觉到眼妖此时依旧处于幻界之中，眼妖身处幻界依旧可以发动大范围的幻境攻击。我还是不够强啊！瞎子站起身，准备出手将幻界投影劈开。哎，运气真差呀，居然遇到血色妖童这种极难应付的眼妖。同一时间，全城所有被拉入幻境的人也在此刻全部苏醒。我操，这不是我的乞丐小老弟吗？他这么强悍的吗？而此刻刚苏醒的斩妖人与冷秋霜看着那道身影。头儿，我说这段时间怎么没见你？原来跑到这镇妖来了。镇帝王，您老人家怎么会在这？兄弟，这事儿估计有些棘手了，也不知道你顶不顶得住啊。瞎子猜想今天遇上的种种困惑，估计和这个乞丐兄弟有关。说吧，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前段时间我得到消息，此地将会有眼妖诞生，所以才以逆修为来此亲自等候。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头眼妖居然是最为棘手的血色妖童。你也看到了，他能处于幻界之中，乃是真正拥有灭世手段的大妖。瞎子将目光扫向白莲，那他又是怎么回事？也是你的棋子吗？我哪有那种闲心？先前我在想如何引出血色妖童时，恰好爆发红眼傀儡白莲姑娘在此地镇守，横扫周边一切傀儡，不过也吸引来了那头眼妖，想要收他做仆人，作为人间行走的傀儡。原本白莲姑娘宁死不从，于是我暗中传音让白莲姑娘虚与委蛇，将其引出。谁知眼妖突破到6境，掌控了幻界投影这套杀招，哪怕自身处于幻界，也能大范围杀敌。难道已经没有机会干掉眼妖了吗？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快说！眼妖想凝聚幻界投影，只能打开幻界之门，而我现在已经将这道幻界投影镇压，短时间眼妖无法收回，所以幻界之门此刻还处于开启状态。只要能找到幻界之门，就能将攻击轰入幻界。那你还能镇压多久？幻境之门又在何处？最多镇压半个时辰。至于幻界之门，自然也是会在幻界投影的笼罩中，也就是说，宁城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是幻界之门。所以你是说，要我们在半个时辰内从偌大的宁城找到幻界之门，从而将其斩杀？是这样的，人间6界以幻界和虚界最为神秘，这是唯一能够斩杀这头眼妖的机会了。若是此次无法灭杀，待半个时辰过后，我无力继续镇压，眼妖定会关闭幻界之门，收回投影，从而在幻界中逃离此地。届时给他时间，一旦再生2境，他便能无需打开幻界之门，也能凝聚出幻界投影，幻杀一切，成为没有弱点的灭世级存在。瞎子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半个时辰在全城范围内找出幻界之门，又该如何寻找？幻界之门有没有什么特征？幻界神秘无法探寻，想要找到它，唯有凭借心念的力量。何为心念？心念之力无任何传承，只有一些传闻。想要修行心念之力，必须凝聚出心念的种子才行。所以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心念修行者，便无法找到幻界之门。所剩时间已经不足半个时辰了，不过现在发动全城的人一起寻找，看看哪有什么怪异的地方，或许碰巧能发现幻界之门，又碰巧你能将攻击轰杀进去，又碰巧刚好一刀将它斩了。那还不如能碰巧刚好遇上一个觉醒出心念种子的天才，来的概率要大些。突然瞎子全身一颤，莫非我从小拥有的心眼，该不会就是心念种子吧？觉醒心念种子的人有什么特点？我咋知道？这玩意儿也只在古籍上记载过，谁知道那心念种子是个啥玩意儿呢？瞎子觉得他的心眼或许就是心念种子，于是他迈开步伐，想要在剩余时间内寻找幻界之门。城西平时人烟稀少，此时却汇聚了许多
没想到今天就要死在这群人不人妖不妖的家伙手中。想我赵小山3岁握刀，8岁已经能玩出刀花，12岁打遍街道无敌手，18岁入衙门成为宁城守护神。我的人生虽不壮阔，但也足够精彩。我也一直坚信一句话：人可以死，刀不能等。今天我便拿命练刀。赵小山提到，明知眼前是无尽的深渊，明知会死，他也要选择站着死。红眼傀儡太多了，下辈子我赵小山定要亲手斩妖除魔，像虾先生那般肆意潇洒。下辈子太长，别等了，想斩妖得趁早。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哈哈哈！伤成这样了，还能笑得出来？人活着就有希望，就还能握刀。右手没了，我还有左手；右眼没了，我还有左眼。只要还能握刀，就值得开心。能握刀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嘛。当然，瞎子第一次觉得这个宁城捕头似乎也很有趣。他喜欢和有趣的人做朋友，也喜欢和有趣的妖做朋友。对于喜欢的东西，他也从来不会吝啬。赵小山，张嘴！喂给他的正是白莲突破时所产生的莲子宝药。赵小山失去的右手右眼也重新长出，甚至赵小山能感受到体内似乎多了一些说不清道明的暖，似乎是书中所讲到的灵气。体内有灵，便代表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修行者。他的身子在颤抖，内心在狂喜，甚至因为太过激动，竟然落下了豆大的泪珠。赵小山，谢先生再造之恩，谢意我领了，起来吧。赵小山依旧在磕着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他内心的激动与感激。别磕了，你不是一直想和我学刀法吗？接下来我会砍出你所见过的最强一刀，能悟出几分，看你自己。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瞎子看到了前方一间破败房内，一道诡异的大门此时正矗立在房间一角。为了救男人，瞎子拿出一颗莲子，男人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将其吞下。下一秒，无数生机在体内汇聚，眨眼间，男人刚刚失去的右手右眼竟奇迹般的复原，同时体内还孕育出一道暖流。这是灵气，我终于能成为一名修行者了。因为太过激动，男人竟朝着瞎子不断的磕起了头。别磕了，你不是一直想和我学刀法吗？接下来将是你见过的最强一刀，能学多少看你自己。之所以会这么说，因为瞎子看到前方一间破败房内，一道诡异的大门此时正矗立在房间一角。果然，我的心眼就是心念种子。瞎子透过诡异的大门，可以清楚看到里面的一切。那只诡异的妖童此刻正漂浮在幻界之内。下一秒，血色妖童似乎感应到瞎子的心眼凝视。怎么可能？为什么这个死瞎子能找到幻界之门？为什么他能看见本王？声音如雷鸣般传遍整个宁城。什么玩意儿？难道是我兄弟找到幻界之门了？他开启了心念种子。我的天哪！心念种子自上古时期以来，这玩意儿也只存在于传说中吧？真让人开启了。还特喵的是我好兄弟。相对于镇帝王的三观破碎，一旁的白莲则是较为平静，只是微微一笑。公子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可靠。城内的某条街道，冷秋霜双眸之中同样有着浓浓的震撼。那位神秘的虾先生能看见幻界之门，这是越来越大条了。瞎子站在门前，右手拿起醉仙酒壶，大口大口往嘴里灌酒。妖童见此一幕，紧绷的神情骤然放松了下来。本王身处幻界当中，即便你能将攻击打入幻界又如何？先不说幻界能抵消一部分攻击，即便无法抵消你一个死瞎子能妙了强如六境的武功。瞎子依旧灌着老酒，直到一壶老酒下肚。这一刀七分醉意。成功击杀血色妖童6境，奖励1000年修为。随着眼妖覆灭，笼罩在宁城的血色迷雾开始褪去，城内红眼傀儡也纷纷倒地。这就是先生说的最强一刀，我赵小山今生能见到如此刀法，真是太值了。先生刚经历一场大战，喝瓶娃哈哈解解渴吧。好东西，这是哪来的？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上买的娃哈哈，酸甜又好喝，摘家追剧时也很合适。而且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解馋小零食，好吃又解馋，还不到9块9，省钱又划算。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限时限量，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先生，刚刚那一刀我好像完全看不懂，不过我可以付出100倍1000倍的努力去钻研，还望先生收我为徒。看不懂就证明你我的缘分到此为止了。瞎子这次没有直接离开，而是向赵小山耐心解释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路走对了，人生才会顺畅。练刀也是如此，我的刀不适合你练，但并不代表你就不适合练刀。你该有更好的去处，去接触更多的刀法，从而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赵小山愣在原地，脑海不断回味着这段话，他的神情似懂非懂，最后好似明悟。谢先生赐教，我会练出属于我的刀，会走出属于我的路。瞎子点了点头，随后将他扶起。
我说兄弟，你真把眼妖给宰了？如果他没有第2条命的话，应该是的。我看兄弟你应该是孤家寡人一个吧？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斩妖司？你放心，只要你肯来青州府衙斩妖司内，你我2人平起平坐，不让你当老大都行。听到斩妖司3个字，一旁的赵小山神色向往，无比憧憬，那是他的梦想之地。要是能加入就好了。还有，如果先生也加入斩妖司当老大，自己能在他手底下干活，那得多爽啊！斩妖司很强啊，那岂止是强，简直就是无敌豪霸。咱大理9州任何一处，只要是斩妖司所过之处，谁人不敬？即便是那些传承多年的隐士宗门，见到咱同样得客客气气的。那为什么离合底下的妖依旧在行凶作恶？听到离合2个字，镇帝王脸色微微一变。咱们也算是一起要过饭的交情了，兄弟，我奉劝你一句，离合的水太深，你把握不住。能不能具体说说看？离合3万里，每千里一头大妖，每100里一头小妖，共计有妖330，这是自大黎还未开朝便一直存在的。而这330的妖不受皇朝管辖，我们也没资格去斩。为什么？因为离合通北海，北海有龙，离合是他们的，我们不得管，也不能管。即便是让他们将无数孩童当作肉宠，当着你们的面逍遥自在，肆意杀戮，你们也不管。管不了，原本历代帝王都会清理离合妖物，但每次清完之后，就会有一批妖物迅速补上，而且参与猎杀妖物的官方斩妖人都会离奇死亡。之后皇朝动荡，更是伴有大灾，所以后来官方就不再插手离合任何事务，而那些民间斩妖人，即便想管，也不够资格。闻言，瞎子微微点了点头。既如此，那我可能不适合跟你去做官了。啊？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敢斩的妖，我会去斩；你们不敢惹的龙，我会去惹。你说离合有妖330，皇朝不管，我来管。望着瞎子那离去的背影，镇帝王脸上浮现一抹担忧。兄弟，这水可不好管啊！先生真是太帅了，不愧是我师作一生的偶像。你懂个鸡毛！小捕头，你开灵了？是先生赐我宝药，才让我也能有修行的机会。那他还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先生说他有他的路，我有我的路，让我去接触更多刀法，才能练出属于我自己的刀。哈哈哈，练出自己的刀，他倒是挺高看你的呀。有没有兴趣去斩妖司？在那里你才能接触到更多刀法。真的吗？我简直太愿意了。瞎子走在大街上，他决定跟铃铛道个别，今晚就走。忽然前方一道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公子，奴家想伴您身旁，哪怕为奴为婢，我也乐在其中。我接下来所要做之事，或许会惹怒强大且神秘的存在，或许会与整个皇朝为敌。你不适合跟着我。奴家不怕死，只怕不能伴于君身。瞎子越过了他，继续走在长街上。我曾经有一位很美的娘子，为了斩她，我养了3年刀。在那3年间，但凡我心念有半点不坚定，都拔不出手中的刀。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所以在没有天下无敌之前，我不允许我拔刀的速度受到任何影响。白莲愣在了原地，脸上露出了一股怀疑人生的表情。这一刻，他只觉得他好像完全看不懂眼前这个男人。瞎子继续走着，没多久又来到老酒铺。少侠，酒喝完了吗？要不要再打一壶？那就再打一壶吧。片刻之后，老掌柜打好了酒，瞎子将3个大金锭放在桌上，才转身离开。少侠，我说过的，您来打酒，我不收钱。一刀斩妖1壶酒，多打的3壶便是买卖了。而此时，铃铛和孩子们齐刷刷地站在门外，好似在期盼着什么。当见到瞎子的身影时，小家伙们一个个兴奋喊道：“瞎爷，瞎爷回来了！太好了，瞎爷没事，安全回来了！开饭，开饭！小月姐姐今天也弄了一大桌子好吃的呢。饭就不吃了，我还有段路要走，就不耽搁时间了。”瞎子觉得人在饭桌上最容易动情，也最容易不舍。他不喜欢心里有过多的情绪。小家伙们闻言，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浓浓的不舍。只有大山懵懵懂懂地问道：“瞎爷，您要去哪啊？要不我们等您回来再吃也行。那你怕是要留很久了。”留再久，我们也愿意。铃铛此刻似乎已经忘记自己乃是老气横秋的姑奶奶，眼角流着大串泪珠，哭喊道：“瞎爷，您还会回来吗？等我哪天天下无敌了，再回来一起吃饭喝酒。”话音落下，一朵莲花飘在铃铛身前。男孩为了阻止姐姐成亲，竟深夜独自一人跑进深山，同时还不断的哭喊：“蛙侠大人，您在不在？求求你救救我家姐姐吧！明天她就要被黑王抢去做他那第138任小妾了。蛙侠您本领通天，我从小就是听您故事长大的，求您一定要现身，救救我姐姐！”似是听见了这阵阵祈祷般的呼喊，山间传来一阵树叶摩擦的声响。何人在此呼唤本侠？与此同时，远处的瞎子看见，那是一位身高不过3尺、头戴一顶黑色斗篷的男人。
种族蛙妖一族，实力4进，名单初期。一只蛙妖被称为侠，好像有点意思。瞎子运转灵力，操控小船朝岸边靠去。蛙妖低头望向下方那个焦急的小男孩，就是你再次呼唤本侠。听见回应，男孩顿时兴奋起来。蛙侠大人，真的是你，您真的听见了我的呼喊。蛙妖似乎很喜欢侠这个字。唤本侠而来，有何事？黑王要娶我姐姐做他的第138任小妾，我求了村长大人，可村长大人说我姐姐能被黑王看中是他的福气，求求蛙侠大人，您帮我救出我姐姐好不好？若是她被黑王带走，我就再也见不到姐姐了。应该是那头该死的黑鲶鱼吧？那家伙讨厌是讨厌，但本侠好像也不太能打得过。不过若就此离去，岂不是辱没了本侠的名声？经过一番心理斗争，蛙妖内心的侠义终是战胜了恐惧。他冷哼一声：“好你个蠢黑王，敢如此强娶民女！”简直没将本侠放在眼里。小孩带路，那头蠢黑王赶来，本侠必定赏他2脚哇哇步。太好了，我姐姐有救了！男孩欢呼雀跃，领着蛙妖朝村子走去。可路上却看见了一位瞎子在离河边摸黑走着。瞎子哥哥，那危险！小孩急忙上前拉着瞎子远离岸边。瞎子哥哥，你走错地方了，那里是离河边上，若是不小心掉下去，会死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多亏你的提醒，这个请你喝。这个是什么呀？好喝？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上买的娃哈哈，酸甜又好喝，宅家追剧时也很合适。而且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解馋小零食，好吃又解馋，还不到9块9，省钱又划算。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限时限量，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应该的，我姐姐常教导我，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的。男孩腼腆一笑，又好奇地问道：“瞎子哥哥，瞧着你面生，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又是要到哪去啊？”我从城里来，身上带的酒喝完了，想去附近打壶酒喝。你家有酒吗？听到这个字，小孩脸上原本因为帮助到了别人而感到开心的表情，立刻又不开心了。我家的酒都是臭的、烂的，不能喝。酒就是酒，哪有臭的烂的一说？我家的酒就是臭的、烂的。小孩似乎想到了什么，眼泪瞬间流了出来。喂，瞎子，你跟一个小孩子犟什么？你说你家的酒都是臭的，能说说为什么吗？因为那些酒都是黑王4个兄弟送过来的，说待到黑王和我姐大婚的那天，便要喝个不醉不归。你说啥？黑王的4个兄弟也会来？是啊，据说黑王这次为了娶我姐，办得可隆重了，他那4个结拜兄弟都会一起来祝贺。男孩忽然也意识到了什么，有些慌张地望着蛙妖。蛙侠大人，您能打赢吗？能打赢个屁啊！对付一头黑王我都不一定能够战胜，更别说加上黑王的4个兄弟了。尽管蛙妖内心如此想着，但作为大侠，他还是觉得既然答应了人家，就绝不能怯场。放心，有本侠在，别说4个兄弟，就算再来10个，本侠的双刀也要让他们见见什么叫残忍。蛙侠您真是太厉害了，多来点好啊！瞎子跟着男孩和蛙妖来到沁水村口，蛙妖是男孩请来镇妖的，而瞎子则是厚着脸皮跟来的。瞎子想看看那个娶上100多号姑娘的黑王究竟是什么货色，如此艳福，自然多了一层取死之道。而此时村口许多村民见到小男孩，纷纷笑着打趣：“小阿庆，明天就是你姐出嫁的日子，怎么还有闲心在这边逛？还不快回家帮忙去！”还是小阿庆命好啊，今后托你姐的福，以后可就不愁吃穿喽。小阿庆，苟富贵，勿相忘啊！要嫁让你娘家去，我姐才不会嫁给那个大恶妖。小阿庆气冲冲地朝自家跑去，瞎子则慢悠悠地走在村子中，听着村民的议论。他有时候也会想，这群离河边上的渔民们，娘不疼就不爱的，既没皇朝管，又没门派帮，以献祭一小批人的生命和自由来换取村子内的安定，是否也是一种另类的生存方式？只是可怜了那些被妖物祸害的人。真是个讽刺的世界。走着走着，瞎子也来到了小阿庆的家门外。借助蛙妖身上散发的光芒，瞎子见到了小阿庆那待嫁的姐姐，确实是个难得的美人，婉约柔美，秀外慧中，气质脱俗，尤其是右眼角一点朱砂痣，让人一看便难以忘怀，也难怪会引起大妖的心悸。只不过此时的美人却是被一大群妇人们围在院子中央，都在劝说为她打扮。从妇人们话语中，瞎子得知这位张家姑娘名为张阿莲。此时她眼角露出一股酸楚，父母早逝，独自将小阿庆拉扯大，如今又被黑王相中，她想过一死了之，可到那时黑王势必不会放过小阿庆，因此纵使千般不愿，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倒是麻烦诸位婶婶特意跑来为阿莲梳妆打扮了。周边妇人们闻言，脸上的笑意更加浓烈。可就在此时，小阿庆手持一柄鱼叉跑了过来。不准给我姐打扮，她才不会嫁给那个恶妖！你们带着这些破衣服滚出我家院子！妇人们不以为意，一个小孩罢了，并不能改变什么。小阿庆，莫要胡闹，赶紧回屋休息去。明天送小阿莲上花轿的任务，可得你亲自动手才行。我送你娘！我再说一遍，谁若还待在我家院子，你看我会不会将你们脸蛋捅开花？此举立刻惹了众怒，一位身材肥胖的妇人站了出来，她是沁水村村长的夫人，满脸横肉，威势很足。
小阿庆，我能跟你好好说话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既然你小子不识抬举，也别怪婶子不讲理了。来人，把这小子给拉远点，别影响到了明天的婚礼。仅是眨眼间，许多壮汉将小阿庆围了起来。你们要干什么？我都愿意答应嫁给黑王了。你们若是敢动阿庆半根毫毛，明天的婚礼你们别想着能顺利举行。哼，张家丫头，我告诉你，无论是谁都不可妨碍明天的婚礼，也包括你。可懂？将那小子拉进屋子绑起来。我说你们一大群人欺负一对弱姐弟，是不是太没脸了？这对姐弟我挖匣保了，谁若不服，那便来战。听到蛙侠这个名字，在场妇人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慌。我再说一遍，这对姐弟我挖匣保了，明天那黑王若是敢来，我也定会让他有去无回。此话一出，妇人们脸上的惊恐更甚了。只有村长夫人还算淡定，她将目光望向小阿莲，一副语重心长的语气劝道：阿莲啊，黑王是什么样的存在？相信不用我多说，你应该也了解，绝不是一个小小的蛙侠能够撼动的。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想想你弟，他年纪小不懂事，你可不能什么都不懂啊！说完，就带着人迈步离去。只不过离去的方向似乎是离河那边。姐姐，你看，坏人被蛙侠大人赶跑了。蛙侠大人，您真是太强了，有您在，明天我姐一定不会嫁给那个丑东西的。您真是一个大侠。蛙妖对侠这个称赞很是受用。三人之中，只有小阿莲脸上的担忧感从未消失，但她也不会驳了自己弟弟此时的兴奋。小阿莲将目光望向门口的瞎子。那位公子打哪来啊？姐，他是我去请蛙侠大人出山时在离河边上捡到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但说话却有点气人。似乎是为了验证小阿庆的话，瞎子这时开口道：我刚刚在村子里听见大家都在说你家明天有喜，便想着来讨杯喜酒喝，方便让我进去嘛。我都说了我家的酒是臭的烂的，你怎么就知道喝喝喝啊？小阿莲按住了暴躁的小老弟。远道而来便是客，公子请进，我这有酒。我家阿庆说的其实也没错，院子里的酒确实是又臭又烂，不适合拿来招待客人。小阿庆，今天难得来了2位客人，你去将爹爹埋藏的那坛女儿红挖出来，正好用来招待贵客。小阿庆原本是不愿意的，但他又将目光看了眼旁边的蛙妖。蛙侠大人，您喝酒吗？咱们混江湖的哪有不喝酒的道理？那我这就为您去取来美酒。瞎子想不到有一天喝酒还得沾一只蛙妖的光。公子莫怪，我弟性子有些直，性子直些也好，总比弯弯绕绕看得顺眼。为了招待客人，小孩竟深夜跑进地窖，片刻之后取出父亲为姐姐准备的女儿红，最后将酒倒入2个瓷碗内。好酒，这女儿红竟不输于那宁城老酒。瞎子刚想伸手去拿，却见一只手率先抢走2个瓷碗。蛙侠大人，这杯我敬您，感谢您帮我赶走那群大坏蛋。干了这碗酒，明天干黑王。似是看出瞎子的尴尬，女子掩嘴一笑：公子等着，我这就为您拿碗来。当小阿莲重新端着2个瓷碗出来时，小阿庆和蛙妖已经躺在地上。远道而来便是客，公子，我敬你一碗。好。瞎子接过美酒，凑到嘴边，酒中浓郁的芳香令他忍不住大口大口喝了起来。小阿莲也端起瓷碗凑在嘴边，同样大口喝着。然而喝着喝着，眼角却划过2行清泪。公子，酒就在这儿，你想喝自取便是，我得开始忙了。说完，他便开始向屋内走去，要为自己梳妆打扮。在这清水村一带，黑王就是天，他要娶的人不是一位蛙侠可以阻挡的。姑娘，公子怎么了？你说，假如离河之内没有妖了，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那或许会是天宫吧。或许天宫真的会出现呢。次日清晨，一坛女儿红已经被瞎子喝了半坛，另外半坛则被他装进了醉仙酒壶当中。小阿莲对此并未说什么，在他心中，能在出嫁前将一位陌生的贵客招待好，或许也是一种缘分。而此时门外的吵闹声也将躺在地上的小阿庆和蛙妖吵醒。当小阿庆看到姐姐这副模样，顿时要抄起鱼叉向院外杀去。可就在这时，却从远处传来一阵锣鼓声。来了，黑王大人迎亲来了，快去迎接黑王大人呢！可千万别怠慢了他老人家。稳了，一切都稳了，我们清水村终于可以过上富裕的日子喽。相比于村民们的兴奋，而此时的小阿莲却是微微一颤。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瞎子闻言，转头望去，鱼妖、黑鲶鱼，种族鱼妖一族，实力4进，名单后期。在他后方则跟着一群小河妖。除此之外，瞎子还发现，在那顶花轿内还有4头与黑鲶鱼妖为同族的鱼妖，5头4进，真不错。与此同时，小阿庆抄起手中的鱼叉，直接挡在门口。蛙妖则是与小阿庆并肩站在一起，一人一妖，犹如2位战神般挡在门口。小阿莲见此，当即呵斥道：阿庆，回来！小阿庆正要拒绝，却听小阿莲又说道：我知道你不忍心看姐姐被恶妖抓走，可被那恶妖看中是姐姐的命，没人能改变。而你站在那阻挡着恶妖，非但不会改变半点结局，反而会因此丧命。你若丢了性命，那姐姐也不会苟活。这种结局是你想看到的吗？
可是姐，你被恶妖抓走，我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而且我还请了蛙侠大人帮助咱们，他的双刀又快又利，一定可以宰了那头恶妖的。你活着，姐姐心里就有了寄托。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你不是说长大了也要成为像蛙侠大人那样惩恶除奸的大侠吗？姐姐会等你，等你成为大侠的那天，再去离河底下斩妖除恶。小阿庆还想说什么，却被一旁的蛙妖打断。小子，听你姐的，去一边看着就行。区区一头黑年蟒而已，且看本侠如何斩他。好，蛙侠大人，请您一定要斩杀恶妖。片刻之后，黑鲶鱼妖便来到了院子之外，却一眼便看见站在门口的蛙妖。当看到他背后的双刀时，似乎想到了什么。小个子，你背着的2把双刀，本王看着有些眼熟，你不会是那头大蠢蛙吧？别管本侠是谁，你只需知道我的双刀会是你今天的噩梦。果真是那头大蠢蛙，大家都是在离河底下混的，你装什么侠？简直要笑死我了！传闻中的蛙侠竟然也是妖大人。院内小阿庆的脸上同样露出一抹怀疑人生的神情。蛙侠大人竟然也是妖，这怎么会啊？但很快，他的脑海中便想起有关蛙侠种种行侠仗义的善举，能够惩奸除恶、斩妖除魔，即便是妖又如何？蛙侠大人，不管您是妖还是人，在我心中都是大侠。蛙妖闻言，体内仿佛涌出无穷的力量。臭鱼，今天有本侠在，这些你赢不了。你说赢不了就赢不了，那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是否有你口气这般大了。兄弟们，出来吧！大蠢蛙，你以为本王会在今天这大喜的日子跟你墨迹？蛙侠大人，小家伙放心，本侠才没那么容易被击倒。但当他抬头望向5头如小山般恐怖的黑鲶鱼妖时，点子太硬，恐怕是真没办法了。蛙侠大人，还请您退下吧，这是阿莲的命。大蠢蛙，赶紧滚！今天爷大喜的日子，不想见血。5头大妖犹如魔神，身上散发的威压，压得蛙妖连退数步。而此时，瞎子起身看向小阿莲。姑娘，你所期盼的天宫，终有一日会照耀大地，照耀在这片离河之上。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必将成为的现实。瞎子朝院外走去，随着他每走一步，5大黑鲶鱼妖所散发出的恐怖气息便弱上一番，直到走到黑王面前。怎么回事？为什么动不了了？妖力也无法运转。听说今天这是你娶的第138任小妾。声音不冷，但落在黑鲶鱼妖耳中，却是宛若置身于零下120度的大冰窖中，全身血液仿佛都快凝固了。我没想这样的，是他们自愿的。大人您是打哪来的神仙？若是小的做事让你不顺眼了，我这就自抽3天3夜的耳光，可行？不太够。5天5夜还是不太够。那大人您说个数，小的若敢说个不字，当场被天雷劈死。我说的不够，是指抽耳光。那我当如何？用命吧。大人啊，我们可从未娶过那么多的小妾啊！大人饶命啊！我们的叔叔乃是北海金角岛的，金角岛可是龙君大人的地盘，您若是杀了我们，一定会惹上麻烦的。听着他们的求饶，瞎子忽然有些好奇。你们说的龙君是个怎样的存在？我们只知道龙君大人的威名传遍北海，其他的无法言说，无法揣摩，无法猜想。既如此，那下辈子有机会再见吧。院内，小阿莲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她望着那个昨晚还在院中与她饮酒畅聊的公子，竟然几个踏步间便灭了一群大妖，一时之间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不管怎么说，大妖已死，那她便能重新恢复自由。下一秒，她来到瞎子面前，正要下跪感谢时，却发现自己的双膝怎么也无法弯曲。随后她才反应过来，随后望向瞎子。公子，此等大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喂，报酬你早已付过，能喝上姑娘那坛女儿红，也是我知谢。说完，瞎子便转身直朝离河方向走去。太强了，实在是太强了！原来高手就在我身边，小丑竟是我自己。我活了这么多年，也算见过世面，但从未有过像今天这般震撼。哪怕是那传说中的龙君，也不过如此吧。如此大能，哪怕只是能为他整个舵，也会是天大的机缘。想到此处，他竟是朝瞎子离去的方向追去。小阿莲看着那已经完全消失的身影，忽然想到了昨晚的情景。你说离河终会无妖，你说天宫的光芒将在离河上闪耀，这一切原来真的都会成真吗？为了追随强者，蛙妖竟褪去伪装，露出妖身，然后追到瞎子面前。可当他面对瞎子的凝视，浑身却是忍不住疯狂颤抖。蛙妖，你想干什么？蛙妖深知自己生而为妖，对方一口气都能将他吹成血雾。然而他想追随强者的脚步，更想重新回到离河中遨游。大人，您很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强的人。我想追随你，我看您船上缺个掌舵的，您觉得我行吗？似乎是内心太过紧张，想要更多表达出自己的能力，便又急忙道：我曾经也是混离河的，只不过后来离河来了一群沾满海腥味的大妖，我被赶出了离河，这才在沿岸生活。您若是想乘船跨越离河，我一定会是一位很好的指引者。
瞎子望着眼前这只喜欢当大侠的妖，心中颇有好感。被海星卫大妖赶走的离合原著妖，这离合有趣的事是越来越多了。瞎子喜欢有趣的东西，也正好缺一个足够了解离合的朋友。行，上船吧。好嘞，大人。您放心，有我在，您的船绝对稳。你说你曾经也是混离合的，后来又被赶走，能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吗？离合原本并没有这么多大妖，只有一些像我这种小妖。但后来，一群来自北海的妖物抢夺了我们的地盘，开始威胁沿河两岸的渔民修建大庙，供奉大量人口，酒肉喂养他们。离合这才开始乱了起来。后来更是连皇朝都没法去管。那像你们这种原著妖还多吗？基本都死绝了，他们容不下我们这群原生小妖，而我能活下来，也是因为陆地是我擅长的领域。他们即便能赢，但也不可能杀得了我。于是这些年，我便在沿河两岸杀些偶尔窜出河面作乱的小妖，这才被人冠以蛙侠的称呼。闻言，瞎子点了点头，便又问道：“所以一切的源头还是北海？你对北海知道多少？”北海那边具体的在下不是很清楚，我可以传讯朋友问问。怎么了？联系不上吗？是在下疏忽，正逢月底传讯器没话费了。无妨，我这边给你充值一些，日常在抖音商城里充话费就行了，还能随机领1至4元话费券，刚刚就领了3元，充值还秒到账，真的太香了！现在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领券充值，官方补贴，每人每月限领1次，记得点评论区试试，你看看现在行不行？居然如此快就充上了，太神奇了！我这就联系朋友问问。无妨，你且慢慢来。大人，打听到了。北海有座金角岛，归龙君统辖，而龙君麾下有8大妖将。这离河内的大妖们大多都和8大妖将沾亲带故，他们从离河沿河两岸的渔民中获得了无穷的利益，因此无论是谁敢在离河上杀多了妖，定会受到他们的报复。更有甚者，还会引得龙君亲自出手。说到这里，蛙妖忽然有些好奇问道：“大人，您这么大摇大摆的在离河上游荡，是有什么大事要干嘛？”瞎子看向这条仿佛没有尽头的离河，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想把河底下的大妖们全部清理出去。什么？本侠似乎正在参与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而此刻，大黎皇朝东部的一座仙山上，冷秋霜正对着一位老者讲述着宁城所遭遇之事。当听到血色妖童是被一位具有心念之力的瞎子斩杀时，老者脸色骤变。心念修行者又降世了。据上古古籍记载，每逢心念修行者出世，必然会伴随天妖祸乱。其中最恐怖的一次，便是上古10大天妖金乌灼烧天地。若不是那一代心念修行者天意横空出世，射杀9头天妖金乌，恐怕人间早已成为一片炼狱。而如今又有心念修行者出世，难道人间又将迎来天妖大灾？念及此，老者当即取出一颗灵珠，太清眼次诀，顷刻间磅礴如渊的神魂之力汇聚于灵珠当中。然而片刻之后，大长老，您是在推演天妖灾祸吗？是，只不过从我的推演中，并未发现有灭世之灾的迹象，但却看到了一件怪事。什么怪事？天下以离河为中心，死于离河。离河？听着大长老的声音，冷秋霜眼中也闪过一丝疑惑。以离河为中心，谁会死于离河？推演迹象只有这几个字，具体事情无法明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离河最近应该会发生什么大事。你再下山跑一趟吧，这次让你师叔跟随。是，大长老。离河是那头老龙君的离河，谁又能在那惹事呢？真是多事之秋啊！此事北海金角岛一头自然引发万米海浪，发出滔天咆哮。我5个侄儿死于离河，此事究竟是何人所为？岛上8大妖将踏空而立，脑护法，龙君正在闭关，这期间无论发生何事，我等都得紧守在岛。你可莫要做出惹怒龙君的事来。龙君不过自是天大的事，老夫当然不敢离岛。但我5个侄儿莫名死在离河，这事必须得查个清楚才行，否则谁能确定下一个死不会是诸位的人生？此话一出，8大妖将脸上纷纷微变。我手下有位大妖，善阴律，手段诡异，我让他出海去离河调查一番，如何？我觉得可以。无论是谁杀了我5个侄儿，我都要他死。然而对于这一切，瞎子自然是不知晓的。此刻的他正悠哉悠哉地品着美酒，甚至还能借助蛙妖散出的妖光，欣赏河面那翻腾的波浪。就在这时，一边掌舵一边挥舞刀法的蛙妖忽然好奇问道：“大人，您能有如此实力，想必应该和您以前多年以来的勤学苦练离不开干系吧？”差不多吧。瞎子看了眼脑海中的封妖册，如实回道：“果然啊，即便强如大人，也是依靠汗水的积累才能拥有今天的成就。”蛙妖满脸的崇拜，脑海中想着是不是应该将每天修炼的时间提升到22个小时。我才700来岁，还年轻，更应该用足够的精力去好好拼搏。想到这里，蛙妖似乎就真的停不下来。瞎子看着那头干劲十足的蛙妖，不禁感叹：还是年轻好啊，永远有用不完的热血与精力。可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强烈的妖光，只不过因为距离稍远，瞎子并未看到伴随妖光出现的信息。这附近有什么比较厉害的大妖吗？
大人，前方是大妖莫先生的地盘了，他在这一带可有名了，本侠见到他，估计也得当场跑路。瞎子思索着，能够让蛙妖当场跑路的，正常情况，这头蛙妖竟然连那莫先生的一招都接不下。仔细说说看，那莫先生是个啥玩意儿？这3万里离合中，虽然妖物不少，但大多数都是保持着妖身状态，而选择寄生人体容器的只有3位大妖，但这3位个个实力通天，而那莫先生便是一头寄生在人体容器中的大妖。那他有什么手段，你知道吗？蛙妖身形一颤，似乎想到什么很不好的事。莫先生喜欢教书，每隔1个月的时间，附近村民都得汇聚在莫先生的大庙前，听他讲课授予知识。每次授课完毕后，都会出题考验大家，若是不合格的，便会被他诛杀，并且每家每户都必须派遣1人前来听课，但反感不来的，就会将那家人全部抹杀。至于他的手段，我只知道他有1根灵笔，灵笔挥舞间能够产生无穷的恐怖。算算时间，明天好像就是他授课的日子了。喜欢教书的莫先生倒是有点意思，找个村子将船靠岸吧，去打壶酒，正好明天也能好好看看那个莫先生究竟是如何授课的，看能不能真学到点有用的知识。若是学不到怎么办？学不到那就是老师的问题了，老师有问题，自然得狠狠治一治才行。蛙妖忽然感觉全身一冷，但很快便闪烁出浓郁的兴奋。莫先生似乎要遭老罪了。与此同时，望京城一间无比气派的宅院内，此时院内站满了人群，可这些人皆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只因周府老爷出身于一个小渔村，自幼熟读45经，但却身患莫先生的诅咒。为此，他找过斩妖司的大人祈求帮助，得到的结果却是斩妖司不管离合妖。因此，为了解除莫先生带来的危机，他散尽大半钱财，终于是请来了7位五品斩妖人，是要在明天莫先生授课的日子将其诛杀。瞎子为了打酒，竟深夜走进村庄，然而却发现村中所有房屋内竟都传出来嘈杂的读书声。这是在彻夜通读？难道莫先生管理下的渔村村民都是一群大才子不成？大人，您还真说对了，能在莫先生管理之下活下来的，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才高8斗的大才子。既然都是大才子，那应该能不依靠离合，随便找个大城也能带着家人活得不错吧？也有想要离开村子的渔民，但身中莫先生诅咒，到期不归者都会死得极其惨烈。瞎子点了点头，拄着木棍朝村子方向走去。朗朗读书声从4面8方涌入耳朵，能将一群渔民们逼到这种地步，不得不说那莫先生倒也是个妖才。瞎子敲着村里的房门，可却没想到接连碰壁，每次回复都出奇相似。外乡人不想死的话，有多远滚多远。当瞎子想继续换下一家时，蛙妖却有些看不惯了。大人，您要是想喝酒了，要不本侠去给您偷一坛出来。大侠也偷窃吗？我做过的侠义之事不计其数，为大人偷坛酒顶多抵消一件，不足以影响到本侠的身份。侠还能这么用的吗？那是不是我就一个人，再杀一个人就不算作恶了？那不算，命是别人的命，不能当成我的计算方式。那酒不也是别人的酒？别人的酒我偷过来，那便是我的酒了，而别人的命我救了或者杀了，还是别人的命，这2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你真是个逻辑妖才。大人，我想起来了，之前我救过这个村子的人，我现在就用传讯器联系他，看看他那有没有酒。你这个新传讯器这么漂亮，之前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4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那还是真不错呢，等下来我也去看一看。不过现在当务之急，你还是快联系他吧。好的，大人，我现在就联系。大人，联系到了，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们现在去那里买酒。好，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吧。当瞎子敲开这家木门时，得到的终于不是一个滚字。2位有何事？开门的是一个面黄肌瘦、书生气质很浓，但又常年吃不饱饭的读书人。我们从远处来，想问问你家可有酒卖？买酒？有酒，有酒，2位请进。当瞎子走进院子，立刻便听见内屋传来一声叫喊：“相公，是谁啊？”10位外乡人想要买酒喝，我想把那坛20年的状元红卖给这外乡人，也好让咱家改善生活。那坛酒怎么能卖？那是唯有等你金榜题名的那天，才能开那坛状元红的。杨子，你觉得我还有考取功名的机会吗？是啊，有莫先生在，夫君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去实现。虽然如此想着，但他还是不想卖掉那属于读书人仅剩的念想与信仰。酒若卖掉，读书人将会彻底沦为只为完成考验而读书的傀儡。念及此，美妇毅然决然道：“外乡人，那坛酒我们不卖，你还是去问问其他人家吧。”然而还不等瞎子做出回应，读书人再次喊道：“杨子，没有意义的，以我的才华，根本不用每天日夜彻读，也能完成莫先生的考验。可为了心中那丝不甘，我宁愿
人每天日夜泡在书中，也没有帮衬这个家庭半点。现在我不想再去追求那无法企及的功名，酒卖了，从今往后我陪你一起好好改善生活。说完便去挖掘那埋在地底的状元红。这个莫先生带给村民最痛苦的，恐怕还是心灵上的折磨吧。片刻过后，读书人将酒抱了过来。这酒你想卖多少银两？此酒不贵，10两银子即可。瞎子付了钱，提起酒坛就向外走去。读书人拿着银两，高兴地望向身后的娘子。娘子，你看这坛无用的老酒，还挺值钱嘞。酒并非无用，他只是待错了人家而已。翌日清晨，许多村民结伴向莫先生的大庙方向走着。这些人脸上有兴奋，有低落，有绝望，有压抑，与上京赶考的学生无异，只不过他们考的却是自己的命。瞎子跟随人群到庙内。大妖真害人不浅，都把一个瞎子给逼过来读书，这不是把人往死里弄吗？周老爷又想到自己今天的计划，顿时变得无比自信，于是安慰道：“小兄弟，别紧张，会没事的。”是啊，会没事的。另一边，7位斩妖人受周老爷所托，在此等候莫先生出现。而此时，瞎子内心忽然一动，转头望去，只见离河之上，一位中年先生正踏河而行。姓名：莫先生，种族：人，被寄生，寄生体，海妖一族，默毒乌贼，武技文丹中期。仅是片刻，莫先生的身影就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但当他出现时，现场顿时寂静一片，没人再敢发出半点吵闹。莫先生扫视着在场的读书人，最后将目光定格在瞎子身上。新来的，是的，想听本先生的课。是想来瞧瞧你的课有没有资格被我听。顿时一股杀机从莫先生内心升起，但考虑到今天的授课还未完成，若是就此动手杀人，不符合他的规矩。哼，听先生的课，若是学不到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也希望你的课能让我感到点趣味，不然浪费我这么多时间，我也会很不开心。顿时一股阴冷的气息以莫先生为中心散发开来，但很快便又将其收回。先生要有气度，坏学生该受到惩罚，但也必须先将今天课程讲完。他将目光望向前方众人。今天所有学生都能到齐，先生原本很开心，但因为有个坏学生，先生很生气，所以今天先生要给你讲的课叫做规矩。天下之大，为人处事、行为规范都得有规矩。莫先生开始侃侃而谈，借用典故，借用哲学，借用大道理来阐述规矩二字，但对瞎子来讲就有些乏味了。跟我一个开局拿自己娘子祭刀的人讲规矩，这不是扯淡吗？尤其是这莫先生讲的还如此乏味，真是令人失望啊！先生，我觉得规矩不应该是这么讲的。此言一出，众人顿感惊悚，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莫先生上课的时候，绝不允许被打扰，否则会引起滔天杀戮。而坐在瞎子旁边的周老爷子，更是疯狂地给瞎子打着眼色。他不想让那7位斩妖人一开始就面对盛怒的莫先生，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此刻莫先生脸上怒意十足，仿佛受到了什么天大的冒犯一般。你是在说我讲课的方式不对？是的。那你告诉我规矩应该怎么讲？若是你讲的不能令我满意，你看我会不会将你的骨头一寸一寸给染成墨色？我觉得规矩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而是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拳头上。就比如你的课令我感到很无聊，所以我很不爽。那么按照我的规矩，令我不爽的人就得吃我拳头上的规矩。这便是我要讲的规矩。只因先生讲课太过无聊，瞎子就一拳轰飞了先生。然而村民见此一幕，身体却是止不住的颤抖，同时一股无助的情绪涌入他们脑海。为什么一个瞎子可以把强如莫先生这等恐怖的存在一拳轰上天？此刻空中的莫先生一脸怒意，课堂上打先生，简直有辱斯文！混！瞎子站在原地，手中妖刀正欲拔出，忽然后方传来一道声音：“这位兄台，我等有委托在身，可否将此妖头颅让给我等？事后定当奉上酬劳，多加大谢。”让不了。先生教书700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斩妖人放我一命。要人命的先生可不是一位好先生。成功击杀默毒乌贼，奖励500年修为，奖励神魂技，行云布雨。作威作福几百年的莫先生，居然被一刀秒。原本7位斩妖人在被瞎子拒绝时生气的怒意，顷刻间荡然无存，同时心底更是浮起浓浓的担忧。完了，好像得罪什么了不起的存在了。这2天青州斩妖司那边不是传出一个消息，说的是什么？出门在外，千万别去招惹瞎子。那个瞎子，难不成说的就是他？我也听说了，好像是青州那边一座小城前几天出了头大妖，让一个瞎子一刀给斩了，应该就是他吧？怎么会这么恐怖？咱们在大理皇朝混了这么多年，也从没听闻有一个实力通天的瞎子啊！先别管那么多了，咱们刚刚出言不逊，还是过去好好赔个不是。希望这位大人是个好说话的主。而村民这边，在莫先生死亡的瞬间，体内的诅咒也随之消散。此刻的他们无比激动。谢大人斩杀莫先生，让我们脱离苦海，重获新生。
大人恩举，我们世代不忘，愿为大人筑庙上香，世代虔诚。瞎子闻言并未说什么，而是拄着木棍开始朝离河方向走去。筑庙也好，感恩也好，平淡也好，无情也罢，那都是别人意愿，他管不着。他斩妖，更多的还是因为想斩。大人，刚刚言语间多有冒犯，还望大人莫怪。我等有眼不识泰山，未能看出大人的强大，这才冒犯到了您，还望大人恕罪。其他人也都纷纷开口求得原谅，瞎子则是懒得理会，继续走着。瞎子觉得对没礼貌之人用不着过多礼貌。七人见状，并不敢说什么。当其中一人看到瞎子前往的方向是离河的时候，这位大人似乎还在往离河方向走去，难道他还想继续猎杀离河内的大妖不成？这话一出，其他人纷纷色变。对他们民间斩妖人来讲，离河的妖可以杀，但也不能杀得太多，不然会被视作一种挑衅。难道他真要对离河动手？一个神秘高手要挑衅北海，此等大事必须要将消息传回大理。我现在这就让人把车开过来，这样我们可以以更短的时间赶回去。兄弟，你这车如此之新，什么时候换的新车？这是我刚刚在瓜子二手车买的21款的特斯拉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手，买特斯拉你也能9万9，千万别错过了。那还是真不错呢，等回了大理我也去看看。不过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吧。而村民这边正兴高采烈地拆旧庙，准备筹款筑新庙。周老爷子更是放出话来，原本用作邀请斩妖人剩余的银两，全部用来筑建新庙。要筑就筑离河边上最大的一座，此庙就叫刀匣庙。娘子，咱们的那坛状元红似乎卖给了一个能斩天的大人物。是啊，多亏了他，大家终于能过上正常日子了。相公，莫先生已死，那你终于可以去上京赶考，完成自己一直以来的抱负了。不考了，念了半生书，读了半生书，厌了也倦了，下半生我想为你们而活。等下我就去城里再买一坛状元红埋在家里。那位大人已经走了，还买酒干嘛？万一哪天再遇上，家里总不能没酒招待吧。而此刻的离河中央，蛙妖依旧一边掌舵一边练刀，只不过此刻的他有点烦躁。自从斩杀莫先生后，他便发现自己头顶忽然出现一片黑云，黑云时而暴雨，时而小雨，任凭他如何挥刀，黑云犹如诅咒一般，怎么也无法消散。蛙妖看着四周晴空万里，再看着自己头顶的黑云，蛙妖顿时愁眉苦脸。大人，您看我头顶，本侠好像沾上不干净的东西了。瞎子抬手对着虚空一点，蛙妖头顶的黑云骤然消散，而瞎子施展的正是斩杀莫先生获得的神魂技行云不语，只不过想通过蛙妖试验一下。当蛙妖看到头顶黑云消散，立刻开心道：嘿，没了，还得是大人呢。之后的日子，一人一妖顺流而下，遇妖便斩，短短不过10天的时间，死在瞎子手中的大妖小妖不计其数，而他每斩一头妖，便能解救一批盐和鱼女。同时，瞎子的修为也到达一个不可估量的境地。而他在离河斩妖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然彻底火爆整个大理斩妖人的圈子。而这一天，瞎子依旧在离河上漂泊着，忽然一阵带着些伤感的海螺声从离河下游方向传了过来，螺声卷起离河上的浪潮，最终停在瞎子的船前，似乎是要阻挡瞎子继续前行。蛙妖停止摆舵，面对眼前的滔天巨浪，以他的实力不足以闯过，还是得交给大人才行。与此同时，离河沿岸有许多跟随看热闹的斩妖人，见此一幕，纷纷神色一震。这是在警告瞎子莫要继续前行，还是想当场将那瞎子斩杀，以此警告世人：离河不可斗，北海不可惹？不知道，且看瞎子如何应对吧。在这群斩妖人的不远处，冷秋霜看着河面上的层层巨浪，目光微凝。见此场面，他忍不住问向自家师叔：如此恐怖的手段，应该是北海金角岛出手了。师叔，你知道这是来自哪位妖将的手段吗？被称作师叔的男子名叫李天秀，乃是当代太清门第一高手。他的目光饶有兴趣地放在瞎子身上。金角岛上的那几大妖将若真来到了离河，可就不止这点场面了。出手的应该只是岛上某位有些手段的大妖吧？师叔，若是那位神秘的虾先生无法应对，您会出手吗？若是连这点手段都无法应付，又谈何敢在离河斩妖？又谈何为当代心念修行者？又谈何值得我亲自出手？与此同时，一位仪态傲然的高贵女子同样将目光望向瞎子。我大理已经很久没人敢如此明目张胆的在离河之上斩杀妖物，只是不知这传闻中应劫而生的心念修行者究竟有何本事。大公主，镇帝王不是说此人虽是心念修行者，但却擅长使刀吗？或许他的路走歪了，虽有心念种子，但却无法修行心念之力也说不准。
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只要能斩妖，用刀、用剑亦或者靠心念，并没什么区别。侍女低头，不再言语。我大理9州，妖物变生，早已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小地方百姓甚至得依靠妖物的庇护才可得以生存，这是何等讽刺！皇娘虽为大理第一女帝，但却心向北海，试图与那老龙君合谋，这又是何等荒唐！他日若有一招我为帝，定要斩尽我大理恶妖，还世间一个朗朗乾坤。一旁侍女闻言，急忙劝道。公主慎言。大公主将目光再度望向那个瞎子。离河两岸的百姓深受妖物暴虐，此人敢在离河顺流斩妖，真乃人杰也。只是离河后面站着的可不止北海，甚至还有大理女帝，我的好皇娘。待此战过后，我得劝她及时收手，否则一旦事情再闹下去，天下无人能保她。而此时瞎子抬头看向巨浪里的那道妖光，好浓重的海腥味，杀了这么久，可算来了一头有分量的大妖。阴妖天阴紫罗，种族阴妖一族，实力6境，子府中期。海里面来的就是不一样，几步都是6境。瞎子为了斩妖，竟10天不吃不喝，漂泊在离河之上。然而就在这一天，一股忧伤的海螺声从离河之下传出，瞬间一股滔天巨浪挡在瞎子面前。瞎子抬头望向巨浪里的那道妖光，阴妖天阴紫罗，种族阴妖一族，实力6境，子府中期。瞎子站在船头，抬手对虚空一点，无尽的河水爆裂开来，化作雨滴落入河中。然而下一秒，又是一阵锣音传来。同为阴妖一族，人家小铃铛可比你有趣多了。碎。少年郎，吾来自金角岛，乖乖束手就擒，或许妖将大人可留你一命。一只小小的海鲜也能口出狂言，谁给你的勇气？成功击杀天阴紫罗，奖励1000年修为，奖励5技碎云手进阶，大罗碎空手。然而还未等诸多斩妖人惊叹，原本碎裂的天阴紫罗突然开始重新凝聚。龙君有令，北海与大黎相交甚好，离河乃大黎的离河，现令离河之内百妖退散，还大黎一个清平盛世。话音落下，紫罗再次与此同时，离河剩余妖物纷纷开始朝北海汇聚，但感到更炸裂的还是沿河两岸的斩妖人。什么？离河百妖退散，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瞎子在此地几乎都快将离河内的妖物杀到断层了，甚至连北海的大妖都被一掌轰碎。可现在龙君忽然令离河百妖退散，这是不是意味着龙君不愿与那瞎子为敌？怎么可能？那可是北海龙君，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存在。我觉得此事应该另有隐情。与此同时，冷秋霜同样好奇开口。师叔，这龙君怎么突然会发出此等指令？按道理来讲，夏先生再如何强大，可仅仅只是杀了几头大妖，还不至于能够令龙君放弃占据了无数年的离河吧？李天修也同样皱起眉头。龙君那等存在的心思，我等无法揣摩。但按照他的性子，是绝不可能因为离河死了几头妖，就如此轻易放弃离河才对。此事怕是另有蹊跷。然而就在众人猜疑间，大黎的上空却忽然照耀出一道耀眼金芒，金芒之上漂浮着一张金色圣旨。女帝有旨，北海与大黎相交甚好，现今有歹徒瞎子诛北海大妖，试图挑拨两族联合，现令我大黎斩妖人可前往离河斩杀恶徒，以证我朝越与北海联盟之决心。但凡斩杀歹徒瞎子者，可封离河王，赐领地离河3万里。另待龙君出关，突破第10境无极境，亦会单独拜访离河王，传授第10境之奥秘。此道圣旨一出，无数斩妖人双目通红。斩一人便可封王，这是何等天赐，甚至还能得到龙君的亲自指点，这又是何等机缘？整个大理9州无数有志之士纷纷踏上离河，是要拿下歹徒瞎子。而此刻的大公主却是脸色铁青。皇娘糊涂，为何会颁发如此糊涂的旨意？那位在离河斩妖的瞎子，明明就是天大的功臣，以一己之力渡离河斩恶妖，更别说不久前还救了一城子民。如此有功之事，非但不褒奖，反而颁天旨下诛杀令，是几个意思？为了和北海联盟，我大黎连脸都不要了吗？旁边红衣侍女急忙劝导：公主慎言呐，小心隔墙有耳，或许陛下有他的打算呢。圣旨上已经明确表示，龙君可能正在突破第10境，大黎若是有10境强者的联盟，或许再延续万年不是难事。那就该牺牲一位正义侠士吗？红衣侍女低头，没有再劝说什么。大黎终究是女帝的大黎，大公主再如何强势，但只要女帝还在一天，这大黎便还是女帝的大黎。与此同时，北海金角岛，本君待在9境已有万年之久，现如今时机终于成熟，是时候收割了。突破第10境哪有那么容易？不献祭几万个强者，又如何能破天命？退蛟身，化真龙。只不过想让天下强者汇聚离河，单凭一个封王的资格可还不够。说完，他的手掌之中凭空出现一枚经文钱币。下一秒，一只怪异妖物虚影凭空浮现。老家伙，3000年前你欠我的人情该还了，去离河底下溜达一圈，你我恩怨一笔勾销。老龙，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变啊！想靠献祭退化真龙可不是正道，没那么容易成功的，可别一不小心丢了老命。你为什么觉得小小的大理有能够伤到我的存在？若是真有，本君认栽又如何？与此同时，瞎子看着天穹逐渐消散的金色圣旨，感情我这是成反派了。大人，您好像摊上大事了，怕不怕？怕个蛋！本侠这条命都是大人您救回来的。本侠活了700多年，虽说不多，但也够满。真要有不长眼的恶蛋敢来找麻烦，你看我不2刀将他脑袋劈下来当球踢。看不出来，你还挺勇啊！本侠一直都很勇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离合的妖已经被龙君召回，并且应该会有不少大离的斩妖人会来找大人您的麻烦。咱们还需要继续待在这里吗？待啊，当然待，不然怎么看好戏？那碰上强大的斩妖人咋办？那就给这离合的水上色。沿河两岸，众多亲眼目睹瞎子斩妖情景的斩妖人纷纷离去。他们觉得蜂王虽然足够诱惑，但自身小命更加重要。唯有一位男子深深看了眼离合方向，不知是在想着什么。冷秋霜这边，李天修此刻是满脸疑问。大理与北海联盟，女帝与龙君同时发令，原本正义斩妖的瞎子，突然被上破坏联盟的罪名。自女帝掌朝以来，这大理是越来越荒唐了。朝内恶妖变身不说，现在竟然还在试图教好龙君，真当北海那群大妖那么好满足的？师叔，那咱们太清门站哪一边？自古以来，我们太清门从来都只站在正义的那一方。既然女帝不仁，那我太清门自是要有自己的打算。瞎子不太理解，为什么一朝之主堂而皇之宣布与恶妖为伍？难不成那所谓的女帝也被妖寄生了不成？念及此，瞎子内心有股强烈的冲动，想要去那皇朝看看。若是那女帝真能让我眼前一亮的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大人，河边有2个漂亮的小娘子在招手，咱们要过去吗？小蛙啊，你一定要记住，想要你的刀又快又利，就得远离漂亮的小娘子。大人，我懂了，我的刀不会被任何外物所影响。岸边，大公主见那艘小船没有半点停顿，顿时气急。公主，咱们差点忘了，那人是个瞎子啊！咱们这么摆手，他肯定看不见的。大公主这才恍然大悟，对呀，他还是个瞎子，看不见的。至于蛙妖，则被2人选择性无视，而2人则是再次朝小船追去。少侠，还请停船，让我们上去歇歇脚可好？蛙妖见此一幕，摆舵的速度再次加快。要想刀快，就得远离小娘子。红儿，带我上船。是，大公主。大人，这个漂亮的小娘子会武功，竟然连本侠都无法甩脱。2位姑娘上船有事吗？上船是因为好奇，究竟是怎么样的人，敢冒着得罪北海的风险而在离河斩妖？那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公子应该是个好人，毕竟沿河村民都在为你修庙铸金身了，能够让那些淳朴渔民做出这种事，你这人差不到哪去。你看人还挺准的。瞎子想着，若不是这世上坏人太多，他还是真想当个大好人，当个高枕无忧的富2代，在小镇度过一生的，得到瞎子的肯定。大公主也在为自己机智的眼光感到开心，是吧？我看人一向很准的。忽然，瞎子起身。哎，男子为了能封王，竟深夜潜到船边，可目的却是要刺杀一个瞎子。然而下一秒，哎，公子下手挺黑哈。平常时候我不是这样的，是他先动的手。瞎子说完，顺手抓起醉仙酒壶，却发现酒壶内的状元红已然空空如也，随即脸上顿感失望。杀人不饮酒，犹如饭后不抽烟，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大公主看着瞎子这行云流水的一套动作，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次似乎是看走眼了，此人怕是有点狠，不像是个好人啊。但同时内心也升起一股浓浓的好奇。狠人我见过，好人我见过，恶人我也见过，但又狠又恶又好的人，我还真没见过。此人甚是有趣。于是随手取出一壶美酒，公子，我这有酒，要不要一起喝点？瞎子望着女子手中的美酒，眉头顿时一挑。这女子手中的酒，竟然比老酒还老，比女儿红还纯，比状元红更香。请坐。公子，此酒名叫酒酿春花，采春季9种花瓣，运用9种古法酿造7期49天，又存放999年方可开坛。你看是否入得了你的法眼？瞎子拿起酒杯凑到嘴边，好酒。瞎子虽然没喝过多少酒，但也能感觉到这杯酒酿春花绝对算得上是世间顶级美酒。公子，你弟已经降下法旨，要不了多久，大理9州但凡有所他念的斩妖人都会来此对你动手，你为何还要留在此处？瞎子没有正面回应，而是饶有兴趣地反问道：那你觉得我应该去哪里？天下之大，任何地方都比这离河之上要安全100倍，自然哪都能去。大人，实在不行，咱们去村子里面待上一阵子，我这边联系人给您找僻静的小院，咱们也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怎么了？手机又没话费了吗？
大人，不好意思，正值月初又忘了交话费。我这边再给你充值一些，日常都在抖音商城里充话费，还能随机领2至4元话费券，刚刚就领了3元，真的太香了！充值还秒到账，现在只要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领券充值，电信、移动、联通都能用，官方补贴，每月限领1次，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不过逃避此事，你休要再提。我若离开此地，必将会遭到无休止的追杀，那定然会让我烦不胜烦。那也比待在这与天下为敌好吧？我有一计，可在短时间内解决一切危机。大公主双眼瞪大，无比好奇。何计？龙君要杀我，那便将军宰了；女帝要杀我，那便将女帝宰了；天下人要杀我，那便将天下人宰了。如此，是不是就安全了？此话一出，大公主头脑炸裂，红衣侍女面色惊悚。这个瞎子，他竟然还想斩龙君、斩女帝、斩天下人！只有弯腰满脸崇拜，不愧是大人，太帅了。不过，此话也仅仅震撼了大公主一瞬间。这瞎子，他不是酒喝多了，在这胡言乱语吧？不说其他，单单皇娘殿上有大理9州龙脉护身，下有斩妖司10大天王镇压一切，而且还有那位镇守皇城，岂是他一个瞎子能撼动的？公子莫要妄言，小心招来天谴。瞎子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不停灌着美酒，话不投机半句多。既然他不相信，那就没必要多说什么。二人相顾无言，待到一壶美酒喝完。公子，这天下能人异士如过江之鲫，即便你有通天的本事，又怎可能与天下为敌？我劝你还是就此远离离合，或许能保住这条性命。多谢姑娘好意了。瞎子客气了一句，随即语气冷冽。若这天下要我死，那在下不才，愿教这天下人一个做人的道理。闻言，大公主并不再多言，转身来到船头。红儿，走吧。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金光从离合之体之处天际，金光无比耀眼。而在金光最顶端，正是那只怪异妖兽虚影。可在看到那道虚影的瞬间，大公主脸色瞬变。聚宝金蝉，而且还是老年聚宝金蝉，他为什么会突然来到离合？完了，这下离合真要出大事了。瞎子同样看着那道金光虚影，他在祖籍上看到过有关聚宝金蝉的介绍，是一种名气不弱于眼妖的存在。前妖聚宝金蝉，善寻宝，可揽天下之宝。但凡聚宝金蝉所过之处，定会引起世人轰动，争相抢夺。公子，金蝉问世，而且还是老年金蝉，这下离合不只会引来那些民间斩妖人，甚至隐士门派、古老家族、深山修行者都会出事。原本区区一个封王的机会，还不至于让这些人特意出山，但金蝉问世，那群世外之人定会来到离合，或许会顺手对你出手，这是死结。这聚宝金蝉虽然有足够的诱惑力，但还不至于引起那些隐士门派甚至是世外高人的关注吧。普通聚宝金蝉自是不行，可这是头老年金蝉，其一生所收集的宝物甚至比一个底蕴弱些的隐士门派还要富足。当然，最恐怖一点还是老年金蝉不会轻易出事，哪怕是察觉到了至强灵宝，也不会一定会出事。唯一能够引起他在意的只有一点，离合底下或许会有仙楼出事。仙楼那是什么？世人修行无外乎追求长生仙，古籍有记载，天上白玉京，12楼5城。那所谓的白玉京，便是长生仙所居住的地方。而想要窥探白玉京，唯有先进入传闻中的天人5城。可这天人5城虚无缥缈，无法窥探，唯有一些大机缘的茯苓之物，或许可感知一二。而这老年聚宝金蝉，恰好便是能够窥探到仙人5城入口处的茯苓之物。他此番现身离合，在世人眼中，或许是寻觅到了天人5城之一的哪座天城入口，也说不准。因此，接下来的离合必定会引起天下人的汇聚。对别人来讲，或许是机缘，但对公子你来讲，却是天大的灾厄啊！多谢姑娘解惑。瞎子道了声谢，随后望向那道冲天妖光。可诡异的是，此光距离他并不是很远，但他却未能看到聚宝金蝉的具体信息，甚至连他的本体都无法感应到。如此诡异的一幕，即便是在眼妖身上也不具备。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先是龙君清退百妖，再到女帝降下法旨，直到现在，甚至连老年聚宝金蝉都出现在离合，这一切似乎都有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好像在将天下强者都吸引汇聚至离合。公子，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希望你好自为之。小女子还有事，就先失陪了。姑娘，你那美酒可还有卖吗？瞎子觉得事情越来越离奇了，身上还是被些酒水稳妥一些，绝对不是因为贪杯。大公主闻言，手掌向上托起，一大坛酒酿春花凭空出现在她掌心。公子想喝，自然是有的。那这酒多少银两？这酒事先保存下来，达到开坛条件的也不过寥寥几十坛，当属无价。不过公子想喝，倒是可以免费送你，就当交个朋友了。说完，便将美酒递给瞎子。得了，又白嫖了。
大人，白嫖是什么？白嫖就是免费吃别人的，免费喝别人的，免费玩别人。本侠也好想白嫖啊！翌日清晨，瞎子被岸边一阵阵喧闹声吵醒，随后走出船舱。大人，你醒了！这离河沿岸两边来了好多人，他们组建了斩虾联军，说要讨伐你。有多少人？数不清嘞，密密麻麻都是斩妖人，且个个都是高手。单凭气息来看，估计随便一人都能将本侠的8头剁了去下酒。那你怕不怕？有大人在，本侠怕个蛋。不错，既然你这么勇，那就对着他们吼2声，嘲讽几句，给他们加点怒气，不然这光围观不动手也挺无聊，不是？大人，本侠怕是会被他们乱刀剁成蛙酱的。不是说不怕吗？蛙妖看了看斩虾联军，又看了看自家大人。虽然对方有人数优势，但是大人也有本侠助威，优势在大人。这波拼了，一群小爬太们，我家大人说了，他就站在此处，行走的锋芒奖励，谁若有胆，就赶紧来斩了他，去找女帝领赏啊！此话一出，两岸斩虾联军瞬间怒了。只见岸边大汉冲天而起，瞎子记住，取你狗命的叫好大爷，未来等我锋芒，愿分你一份功劳。大人，救命！小蛙摸吃！一大群斩妖高手大张旗鼓来到离河，竟只为诛杀连斩百妖的瞎子。可还未等众人出手，船上却传来蛙妖挑衅的声音。下一秒，只见岸边大汉冲天而起，大人，救命！两岸斩虾联军见此一幕，顿时熄火。他们原本觉得瞎子在强，也不敢在一大群高手面前动手。可恶的瞎子！诸位，封王的机会就在眼前，哪位愿去为大勇兄弟报仇？随即就有人煽动其他斩妖人再去挑衅瞎子，试图找机会捡漏。可刚刚那一刀，竟吓得他们不敢轻易出手。而瞎子眼见没人再主动出手，随即向岸边喊道：“诸位，你们不来，那我可要上岸宰人了！”斩虾联军闻言，先是一阵沉默，随后便传出滔天愤怒：“诸位不能再耍小心思了，联手杀敌，谁若能斩了瞎子人头，得到封王的机会，莫忘了大家伙都出过力就行。”对，联手，够富贵，互相嘛。一时之间，无数斩妖人同仇敌忾，纷纷望向离河中央的那艘小船。而就在瞎子刚踏上离河的瞬间，离河好似变成了冰晶一般，完全凝固。瞎子拄着木棍朝沿河方向走着，每走一步，他的气势便强上一分。直到来到岸边，他周身所散发的气势已经宛如神明。不对劲，这个瞎子真的很不对劲，我似乎闻到了一股死亡的味道。你属狗的，别人吓人了，大家一起上，杀瞎子，封王成侯就在今天。一时之间，密密麻麻的攻击朝瞎子涌来。而此刻沿河对面的斩妖人顿时吓得纷纷逃跑，瞎子则是回头问了一句：“小蛙，这边还有活着的人吗？”大人，没活口了，一个活口都没了。那就好，不然真怕晚上睡着被偷袭。随后，瞎子朝对岸正在逃窜的人群喊道：“该你们了！女帝误我呀！大家快上车，要不然瞎子一会就追来了。老哥，你换新车了啊？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买的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那大家现在快上车，顺着金光跑，那里有大门派强者汇聚，甚至皇朝都已经派人前去调查。咱们跑到那，定然可以保住一条小命的。瞎子抬头望向离河那道金光，借助金光散发出来的光芒，可以看到周边天空有不少庞大的灵柱。真正的大菜应该在那边。小蛙顺着金光方向加速前行。大人，那边的人不斩了吗？先留着也好，给皇朝找麻烦，不是？不能咱们吃亏了，让那幕后之人纯看戏。此次事件的源头多半和龙君、女帝有关，而这些人不过只是一群棋子罢了。大人，那您这是要准备去跟皇朝、跟女帝对着干吗？你只说对了一点，我是要去掀翻这棋盘的。而此时金光处已经有不少强大的斩妖人汇聚于此，这群人腰间挂着的斩妖令牌，岂不都是七品，可谓是大黎皇朝真正的强者。而随着沿河对岸那批斩妖人的到来，也引起了周边高品级斩妖人的注意。喂，不是说了，此地的机缘你们把握不住，别来送死吗？一个瞎子还不够你们杀的，还想来赐予我们争夺长生机缘是吧？诸位大人们啊，我们可不是来跟你们抢夺什么长生机缘的，而是那瞎子实在太强，一刀便斩了我们联盟大半兄弟，大家伙也是实在没办法，这才逃难来此的。闻言，不少高品级斩妖人脸色微变。这群斩虾联军虽然实力差些，但最差也是5品级别的斩妖人，一刀斩杀1半联军，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在这时，众人便见离河中央驶来一艘小船，船上一人一蛙，悠然自在。
这就是那瞎子吗？胆子挺肥啊！我们不去找他，他竟然还真敢自己跑到这来。只有经历过瞎子强大的斩妖人群，此刻却是不敢有半点言语。然而就在众人思绪间，离合上方忽然驶来一艘浩瀚无比的灵舟，灵舟之上，血雨门3个大字宛若能镇压天地一般。血雨门竟然都来了，这可是咱大离3大绝巅门派之一，是可以与皇朝齐坐的存在。血雨门来了的话，那么另外2大绝巅级门派太清门和无量山应该不会缺席吧？就在众人议论间，天穹上再度飞来一座巨山，其威势竟然与血雨门不遑多让。无量山也来了，现在就差太清门了。话说3大绝巅门派齐聚，咱大理已经好久没有过如此盛况了吧？这倒是事实，但也就只有仙城入口的浮现，才能引起这种庞然大物的兴趣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周并未浮现太清门的半道身影，等来的却是一群披甲军士。此支队伍一现，在场所有斩妖人，甚至是血雨门与无量山上都有声音传出。恭迎长公主！此灵舟上面的正是大离大公主，而她所代表的正是这座皇朝。与此同时，瞎子借助金光源头所散发的妖光，也看清了灵舟上主人的模样。这不就是免费送我美酒的漂亮小娘子吗？好家伙，这是白嫖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存在啊！而逃难而来的民间斩妖人联军，此时却发出质问：大公主，你弟颁发法旨，让我等来击杀那个瞎子，可那厮实力通天，一刀便斩了我们大半联军。这事皇朝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为什么瞎子实力这么强却不明说出来？皇朝必须补偿我们，否则这大离的妖我们也不斩了。诸如此类的声音不断从人群中传出。大公主闻言，并未因此生出半点情绪，反倒是对瞎子的实力颇为意外。一刀斩了大半联军，他的实力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随着下方人群不满的叫喊声愈演愈烈，大公主最终喊道：诸位，对于你们此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悬赏法旨发布本就各凭本事，你们事先没有了解清楚目标的真正实力，便去贸然参与，怎么这会失手了，反倒怪罪皇朝了？是不是有些太不讲理了？随着话音落下，大公主周身的披甲军士顿时散发出一股肃杀之气，瞬间将斩瞎联军笼罩。我就不该加入斩瞎联军的。现在好了，得罪了那个强大的瞎子不说，皇朝也不管我们的死活。谁来为我们讨个公道？我们可是神庙册封的斩妖人，可是大离正直，不该受到如此委屈。然而就在众人惊呼间，却见一道踩着飞剑的身影从天边急速而来，腰间挂着的赫赫是8品斩妖令牌。我为斩妖人遍布皇朝各个角落，遇妖杀妖，遇灾消灾，尔等不该受此委屈，皇朝也不该如此欺二等。男子为了达到目的，竟替一群斩妖人公开斥责皇朝所为。尔等不该受此委屈，皇朝也不该如此欺二等。是君子剑莫问天，咱大理5大8品民间斩妖人之一。传闻君子剑天生侠义，请问您是来为我们主持公道的吗？莫问天抬头看了看天穹的大公主，又扭头望向离合中的瞎子。女帝颁下法旨诛瞎子，这点并没有什么问题，而你们不敌瞎子，这是你们的问题，怪不得皇朝。闻言，斩下联军顿时苦不堪言，但看着莫问天腰间的8品斩妖令牌，最终还是把所有的不满吞了下去。莫问天见此，却是淡淡一笑。但是现如今我来了，我将带领你们诛杀瞎子，事后我若封王，可愿意与你们共享荣华？诸位，现在可还有信心与我一同去斩了那个瞎子？原来这莫问天也是来斩杀瞎子的，还要拉大家一起下水。众人望了望实力通天的瞎子，又看向身为8品斩妖人君子剑，一时之间进退两难。莫问天，你若能接那瞎子一刀，我可愿意加入你这帮。对，你去接他一刀，我们就愿跟着你干。君子剑脑袋微抬，露出一个无比自信的笑容。瞎子，听说你的刀性快，来砍我！啊，这么无理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见。既然如此，那当然是要满足他了。然而正当手中妖刀出鞘时，却见2道身影挡在君子剑面前。莫兄，且慢，给个面子，莫与此人为敌如何？莫问天望向李天修，脸色微变，身形不由后退，神色明显有些畏惧李天修，但为了面子，还是在诸多强者面前硬着头皮喊道：太清门李天修，那个瞎子和你很熟吗？竟然值得你亲自出手护着？不熟也不相识，但你不能动他。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不给面子，莫问天顿时怒极。可恶！李天修100年前就是9境大帝，而我不过8境之阶，完全无法硬碰啊！哼！既然此人是你太清门要保的，那莫某无话可说。可正当他要推至一旁时，这么打脸的场面，当然要拍照记录下来。师叔，你换新手机了，之前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4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正当他们说完的时候，船上却传来瞎子清冷的声音：
可是我的刀已经去世，若是不拔，我不痛快。此言一出，在场所有强者皆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喂，这个君子剑实力可是达到8境，虽然你前段时间一刀斩了眼妖，但那不过才刚入6境，二者实力犹如天壤之别的。瞎子抬头望向眼前不知为何维护自己的太清门两人，二位的好意在下心领了，不过我的刀还是得拔。李天修同样深深看了一眼瞎子，并未再说什么。哈哈哈哈！小子够狂傲，你比我还自信呢。此刻的莫问天一脸戏谑地望向瞎子，你是不是看他李天修能抬我一脚，便觉得自己又行了呀？你可知道为什么8境之下皆是蝼蚁吗？因为只有8境才能窥探一丝大道力量，而你面对拥有大道之力附身的我，给你砍，你都破不了老子的防。瞎子依旧神色冷峻，就连腰中的酒壶都未曾碰过分毫。怎么可能？为什么天下间还有人强如8境强者的我都反应不过来的招？所谓的大道，也不过只是更高一层维度的力量罢了。只要刀够快够力，亦能斩之。此刻众人皆惊，就连无量山和血雨门也是纷纷传出交好之声。兄台，我血雨门愿与你交好，待此事平息，再来一起饮酒论道。真是少年英雄啊！我无量山的大门随时为你而开。原来这才是你的底气吗？倒是我唐突了。原本以为有师门加持的我，未来未必不会比你差到哪去，可如今看来，你早已在天上，我不过浮尘。李天修此时依旧沉默，可内心却是疯狂反应。这一刀我接不住，我特喵的接不住啊！他究竟有多强？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金光源头传出：老夫寻仙3000载，终于在今天找到仙城入口。古籍中记载的仙海城入口，原来就在此地。下一秒，聚宝金蝉就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此妖一现，在场所有人瞬间双目通红。老妖，留下宝盆可饶你一命。宝物足够颠覆一个宗门的宝物。老妖啊，你竟然真敢现身，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唯有血雨门和无量山，他们目标并非是聚宝金蝉，而是那长生机缘。老金蝉，你刚刚说古籍中记载的仙海城就在离河底下，是真是假？自然是真的。老夫寻仙3000载，这一次绝不会有错。仙路如何尽，仙门如何开？既是仙缘，自然会在缘道之时浮现世间。何时缘道？3天后，仙城开，届时人人可进，人人可寻。说完，便见他凭空消散。瞎子望向消散的金蝉，他依旧没有看到聚宝金蝉的具体信息。难道金蝉的本体，或许至始至终都未曾来过离河？他在欺骗天下人。而相比于瞎子内心的疑虑，在场之人都因得到仙门消息而沸腾。而如此震撼的消息，也迅速借助传讯石传遍整个大理。同一时间，大理诸多强者纷纷奔赴离河，而现场李天修和冷秋霜的神色却是十分担忧。大长老推演中的那句天下汇聚离河已经开始实现，可推演的下一句乃是死于离河。难道寻仙之路会充满杀戮与血腥吗？深夜，蛙妖望向四周越来越黑的光线，顿感自己的渺小。他回想起白天老金蝉那威风的一面，发出感叹：大人，你说大家都是4条腿的蛤蟆，为什么人家就能那么有本事，能寻宝，能引起天下人的瞩目，而我只是一只站在妖堆里，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瞩目的小妖而已？小妖有什么不好？不像我，连眼睛都没有呢。可是大人，你的刀快啊，快到所有人都不敢直视。从前我的刀也很慢，慢到需要花费3年的时间才能拔出第1刀。那为什么现在能如此之快啊？是有什么秘诀吗？秘诀有，其实也很简单。你要有面对一切都敢于拔刀的勇气，你要有顽强的毅力去日复一日的练刀，你要够勇，你要够自信，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挂。闻言，蛙妖似乎真的领悟到了什么。大人的意思是，亲能捕捉，哪怕本侠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小妖，但只要不放弃练刀，只要日复一日无穷练刀，就一定能成为斩天的大侠，是吗？是的。闻言，蛙妖内心顿时多了一种炼之必成的信念。大人这么强的人，是不会骗我的。然而就在此时，李天修望向瞎子，语气和善道：少侠，太清门李天修想与你聊一聊。一艘小船深夜行驶在离河中央，可巨浪却未能动其分毫，就连周边诸多斩妖人也不敢轻易靠近。可就在这时，一男一女从人群中走出，一脚踏出，瞬间来到小船之上。少侠，太清门李天修想与你聊一聊。聊什么？我派大长老推演，此次的仙楼可能会是一场伴随着血雨杀戮，甚至是能够威胁到全天下斩妖人的大杀局。闻言，瞎子并未感觉到意外，他至始至终都未能见到老金蝉本体之际，便感觉此事并不寻常。大长老推演结果有2句话，第一句乃是天下汇聚离河，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正在往推演的方向发展。那第2句呢？死于离河，就是说此次所有来离河的斩妖人可能都会死。我倒觉得人定胜天，我不会死。你或许不会死，但肯定有人会死。所以我希望你我能够联手，到时候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够将这群斩妖人尽力救下。你是认真的吗？那群人在白天可是想要我的命，你反而让我在关键时刻去救他们。
他们不过只是被一时鬼迷了心窍而已。当属女帝傀儡，并不都是大恶之人，而且也总有无辜者，值得你出手，不是吗？做了恶就是做了恶，无论是大恶还是小恶，只不过他们的恶没有做到你头上，你才能如此心平气和的与我相谈救援之事。若是他们的目标是你，亦或者是你的门派，你还能如此宽容的说要去解救他们吗？李天修愣在原地，思虑良久。若是他们得手了，伤害到了我之门人，我自是做不到解救他们。可若是他们未能得手，且有悔改之意，我还是会出手相救。这太清门的人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善上不少。瞎子虽然如此想着，但还是做不到像他们这般以德报怨。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李天修也似是猜到了这个结果。既如此，那便不打扰了。而此时一旁的冷秋霜忽然问道：“你的路是什么？”违心。先生，怎么看你最近气色不佳？还不是因为最近事情有些多，所以经常熬夜。那你喝这个提提神吧。这是何物？居然瞬间就不困了。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好喝又提神，而且现在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价入手官方限量补贴。双11这波零食我先囤了，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限时限量，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先生若是经常熬夜，记得常备一些，我就不打扰了，告辞。时间来到第2天深夜，小团再次迎来2位客人。公子可否谈一谈？公主想谈什么？想与公子谈一谈这天下。我一个瞎子，如何跟你谈这天下？在我看来，公子眼虽瞎，但这心却是敞亮着呢。公子觉得这天下如何？糟糕透了。闻言，大公主叹息道：“是很糟糕。大黎实力之强大，足以镇压一切妖秽，可当朝女帝却只想着守护一偶，将绝大部分强者用来守护高官贵族，完全不顾小地方百姓的安危，将根基送给了妖魔。这是亡国之策。现如今更是明目张胆与北海龙君为伍，更是我大黎支持。”瞎子听着大公主激动的语气，忽然觉得大黎似乎并非无救。公主，我有一计，可让大黎的天重新明亮。大公主双眸一亮，但很快就想起瞎子上次说的那句话：龙要杀我，我便斩龙；女帝要杀我，我便斩了女帝。随后又回想了最近发生在瞎子身上的事。此人绝不是个肯受半点委屈的主，一旦有事，那是真敢提刀上京城去斩女帝的。念及此，大公主却心生胆怯。公子的计策太过霸道，听不得。优柔寡断，可掌不了这天下。谢公子教诲。不过皇城终究是女帝的皇城，稍有不慎会有很多人死去。看来这位大公主应该是有缓心的，只不过可能是手上筹码不够。但那女帝敢下旨摆我一道，那这皇城是必须去一趟的。不过在这之前，必须先搞定龙君的事。龙君很强啊，强到让大理也需要去谋求联合。人间6界9为极，无论如何修行，也无法破9进入10境。北海龙君虽然强，但也最多也就处于9境。只不过龙君作为最古老的9境大能，大黎或许有应对手段，可一旦进入北海，便无人能稳压龙君。闻言，瞎子眉头微展。天下无人能破9境，这道规则倒是无法束缚住我。公子，今天就先聊到这了，若有机会，下次再聊。大人，我倒是觉得这天下也没那么糟糕。为什么？至少像咱们这种并非寄生体的妖，也有生存空间，不是？闻言，瞎子也是微微一愣。也是，对很多本体形态的妖来讲，这大黎确实算得上天堂了。可大黎终究是人族的大黎呀，妖若是活得不自在了，可以逃往深山，逃往大泽。可世世代代生活在大黎的人，又能逃到哪去呢？直到3天后，离河之水忽然开始剧烈颤抖，随后滔天巨响，紧接着一道虚空之门浮现在离河之上。众人见此，纷纷朝仙门方向奔去，就连无量山河血雨也现前。与此同时，大公主也将目光望向那道虚空之门。长公主，仙门已开，按照陛下的命令，我等也得赶紧入城寻仙才是。怎么，你很急吗？卑职没有，只是陛下的命令，我等不敢违抗，还望长公主以大局为重。公主，要不让奴婢带他们下去？您玉体高贵，万不可冒此大险。长公主玉体自是娇贵，但寻仙入城又怎会有什么危机？况且又有陛下亲自下令，我等必须以长公主为尊，探访仙城之秘，还望长公主亲自下场才行。你大胆，什么时候长公主做事，还由得你来教？卑职不敢，只是皇娘要我亲自为她寻去仙城之秘，我们做臣子的自是不可违背。走吧。而另一边，冷秋霜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而后问向一旁的李天秀：“师叔，我们怎么办？”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师叔，我和你一起去，真遇上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不是？此地高手太多，你帮不上什么忙的，甚至就连我都不一定有把握能够平安脱身。你得留在这，真遇上什么事，必须第一时间回宗，将一切情况告知大长老。小蛙啊，今天这水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些，你去岸上躲一会吧。那本侠就在岸上等待大人凯旋而归。当瞎子踏进仙门时，便感觉自己是站在了一座海岛上，而众人望着周边犹如死海一般的大海。当即有人发出疑问：此处就是传闻中的仙海城，怎么感觉也没啥特殊之处啊？
此地很不对劲，此处位于大海，却没有半点风浪，是不是太过平静了？闻言，血雨门门主当即运转灵力。此处灵力稀薄的不像话，施展出去的灵力也得不到半点补充。此言一出，其他强者也都纷纷催动体内灵力感应四周。此地真的是传说中的仙城吗？我怎么感觉更像是一处属于人为开辟的天外天空间？我也有这种感觉，此处真的不是一个扩大版的闹物空间吗？就在众人惊颤间，却见瞎子忽然开口：“诸位，难道你们没发现吗？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也就是那头老年聚宝金蝉，可并未进入这所谓的仙城之中。”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犹如恍然大悟一般。对呀，那头老金蝉为什么没有进来？咱们不会被那蠢金蝉给骗了吧？那头老金蝉骗我们进来，究竟是为什么？就在众人惊异间，一道恢宏的声音忽然从这方天地的四面八方传开：“一群愚昧无知的蠢货，当然是要你们来助本君踏入那传说中的第10境血祭起！”众人为了长生，都争先踏入仙门之中，然而却发现此地灵气竟十分稀薄，甚至损耗的灵气都无法补充。可下一秒，一道恢宏的声音忽然从四面八方传来，紧接着周边海水冲天而起，瞬间将小岛包围。刚刚那道声音来自龙君，他要血祭我们，冲击第10境。然而随着周边结界威势的不断增强，众人只感觉置身海底一般，无法呼吸。诸位，等灵力枯竭，只有死路一条，唯有联手才能打破此劫。闻言，其余3位9境强者同样冲天而起。随后，血雨门主又将目光望向瞎子：“这位小兄弟，难道不打算与我等一起合力？”众人闻言也纷纷将目光望向瞎子：“这位少侠，先前是我等多有得罪，我们在这向您赔个不是，还望您能协助大家一起破除此方空间。我等保证，绝不会再对您有半点不敬，并且还可以联名上皇城，去找女帝要个说法。怎么能对您这种满腹正义感的大侠发出追杀法旨？简直就是昏庸至极！必须上皇城，哪怕是当着长公主的面，我也得说一句，女帝的法旨太过昏庸。此处的杀机可并非仅仅只是困阵那么简单。”瞎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刚进入此地时，就看到9道刺目的妖光冲天而起。兄台，何出此言？此处空间无法恢复灵力，若是我们全力去轰击阵法空间，那么一旦有北海大妖埋伏在此，待到我们灵力损耗殆尽，北海大妖们冲杀而来，又该如何应对？怎么可能？我并未感应到此处有大妖的气息，我也未能感应到此处有半点带着臭海腥味的家伙。然而下一秒，只见瞎子抬起手中的木棍，重重往地面一杵，一股磅礴的灵力激荡而出，随后一声声愤怒的咆哮自海底传出：“吾等有龙君大人的囚海大阵遮掩天机和气息，为什么还能够被探索而出？”紧接着，一道道身躯庞大的大妖将整座小岛包围。如此惊悚的一幕，瞬间引起众人恐慌。是北海金角岛的8大妖将和那头诡计多端的老泥鳅。金角岛上除了龙君以外的高手全部出现了，就不该听信那头老金蝉的恶言，什么仙缘，什么长生，都是龙君布下的阴谋。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应该开着我的特斯拉，带着女朋友出去旅游了。兄弟，你最近发财了，居然买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买特斯拉你也能9万9，千万别错过了。就连半空4位9境脸色同样难看至极。诸位，此劫虽险，但未必不能破之。8大妖将与那头老泥鳅不过区8境而已，只需来1位9境与我联手，必能应付。剩余人群全部竭力轰击大阵，待阵破之时，便是我等反杀之际。好，我来与你对付那几头妖将，其余人汇聚力量前去破阵。真是够天真的，你们是不是太过小看龙君大人谋划数千年的囚海大阵了？先不说此阵你们能不能破除，单单我等在此阵之内，实力便可比肩9境。兄弟们，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这囚海大阵真正的恐怖之处。话音一落，便见9道滔天光柱从海底升起，8大妖将与老泥鳅各自位于一道光柱中，紧接着他们的气息迅速飙升，顷刻间便破入9境。见此一幕，众人心生绝望，即便是几位9境大能，此刻同样有种无力感。只有李天修依旧是一副无畏的神态。前无绝人之路，不过只是靠外力勉强提升上来的9境，这等垃圾有何惧之？说完，便朝眼前的5位妖将横扫而去。血雨门主见此一幕，也朝着另外4位9境妖将冲杀而去，其余众人则是将源源不断的攻击轰击在大阵之上。而随着灵力的消耗，李天修却也只能被动防御。可在5头9境妖将的围攻下，灵壁很快便出现丝丝裂缝。这就是9境的力量，有大阵的守护，此刻的我就是无敌的。今生若是能杀个9境，那这辈子也值了。你们那边怎么样了？9境还有多久才能轰破大阵？无量山主此时却是满脸苦涩，哪怕他们全力以赴的轰击，虽然能让这方空间不断颤抖，可却始终无法分开半点裂缝。
我们再尽力，你们再拖一会儿。尽力，你们就算尽力到死，也不可能破开此阵绊脚。也不怕告诉你们，此阵乃龙君大人谋划千年，甚至与北海金角岛有所关联。而龙君大人此刻便坐镇金角岛维持大阵。你们想破开此阵，除非能将有龙君大人坐镇的金角岛破开，否则别想能够伤到此阵半分。此言一出，所有人顿感绝望。龙君就为了杀我们这群人，他便谋划如此之久，真的值得吗？怎么会不值得？你也不看看，此地汇聚了咱大黎至少大半强者，一旦让他得手，无尽的修士之血将沾满整个世界。或许借此磅礴的气血之力，龙君真有办法冲击第10境也说不准。就连此时的李天秀也是满脸绝望。果然人力不可胜天啊！而此时的大公主看着眼前一直没有动作的瞎子，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公子，难道连你也放弃了吗？”我在想，此地既然是龙君布置的大阵，那他为何要多此一举，放座小岛给我们立身？以他的视角来看，完全无需多此一举。若是我们没有落脚之地，龙君要对付我们，不是会轻松许多吗？听闻此话，大公主为之一震。你是说，除了眼前咱们看到的这些，或许还有其他后手？至少从龙君的视角来推演，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不管他还有什么后手，至少先将眼前的危机解除再说。闻言，大公主双目放光，内心充满期待。公子他能破开此局吗？瞎子握刀，将目光望向前方的老泥鳅，而老泥鳅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他将目光望向下方小岛。这不是杀死我5个好侄儿的凶手吗？诸位，那个瞎子宰了我5个好侄儿，此仇不报天理难容。我先去宰了那个瞎子再来。是该重点照顾一下，这小子在离合斩了咱们那么多兄弟，甚至连大庙都给推平，这可完全没将咱北海金角岛放在眼里。若不是为了龙君的计划，离合岂能容忍他这么一个瞎子兴风作浪？死瞎子，我要你死！而众人望着被拦腰斩断的老泥鳅，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攻势。成功击杀深渊泥鳅8境，奖励1万年修为，奖励5技斩妖刀法进阶，开天刀法。瞎子转头望向其余8大妖将，该你们了，该你们了，这下该你们了！愚蠢的妖物们啊，你们知不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呀？那可是能一刀斩天的少侠，就是这个位，太对位了。原来看着瞎眼，少侠的刀挥向敌人时会是这么的痛快。而此时的李天秀也意识到了自己与瞎子的差距有多大，幸好自己这方还有一位实力可斩天的高手，否则今天绝对是必死之局。念及此，李天修也不再矜持，而是化身小迷弟般喊道：“少侠真乃少年英才，各个天下终究是你的天下，请少侠斩妖斩天再斩龙，请少侠斩妖斩天再斩龙。”而相比人群的激昂，剩余8大妖将则是纷纷仰天大喊：“龙君大人，这个瞎子太过诡异，我们需要更强的力量。”随即，那一道恢宏大气的声音再度传向这方世界。转瞬间，原本笼罩着8大妖将的滔天光柱，在此刻疯狂变大，其威势甚至达到原来的3倍之多。我感受到了龙君赐予的无上之力，这一次我要将那瞎子碾碎成渣。随着8大妖将生命气息完全消散，瞎子望向天穹，下一刀便可斩天。然而就在这时，此方空间却开始剧烈颤抖。你很强，我愿为本君俯首，可饶恕你杀我8大妖将之罪，且天下间的荣华富贵任你享用。只因龙君想要血祭数万强者，就被瞎子一刀斩了自家8大妖将。可下一秒，此方空间却开始剧烈颤抖。你很强，我愿为本君俯首，可饶恕你杀我8大妖将之罪，且天下间的荣华富贵任你享用。这是龙君的身外化身，可仅凭化身的气息，便让我有种想要跪下膜拜的感觉。为什么要向你俯首？斩了你，你的所有财宝不就都是我的了吗？自信的小家伙，虽然你的实力令本君都无法看破，但在这方天地，即便你再强，也最多9境巅峰。但同为9境巅峰，亦有天壤之别。本君会让你知道这方世界最巅峰的战力究竟有多么恐怖。说完，便见他化作水滴骤然消散，随后整个小世界也在同一时间轰然裂开。下一刻，众人身形出现在离河沿岸，瞎子则是走在河面，一步迈出，瞬间来到小船之上。不远处的蛙妖见此一幕，也瞬间来到小船上。大人，您在里面见到仙了吗？仙没见到，倒是见到了一群海妖。那妖呢？咋好像感应不到他们的气息？妖被你家大人一刀当猪给斩了嘞！蛙妖闻言，眼中的崇拜更加浓烈。可就在这时，瞎子忽然看向蛙妖：“小蛙，你喜欢这片离河吗？”当然喜欢，这里可是本侠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本侠超喜欢这片离河的。既然你喜欢，那从今天起，你就是这离河之主了。大人，这可使不得嘞！离河是龙君的，有8大妖将管理，本侠可不敢想，也不敢惹。而瞎子没有回应蛙妖，则是朝着大公主所处方向望去。若是我将龙君斩了，这离河之主小蛙是否当的？此言一出，无数人都将目光望向蛙妖身上，目光流转，神色骇然，最后才开始回味瞎子话语中的意思。
他竟然要去踏上北海，主动斩龙。大公主听见瞎子这般询问，先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不过转念一想，若龙君真能被其所斩，区区一条离合又算得了什么？公子若是真能斩杀龙君，那这条离合公子想要，天下又有谁敢说个不字？瞎子点头，随即再度望向蛙妖说道。小蛙往离合尽头全速前行。爷，大人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4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大人真要去北海斩龙，那本侠接下来岂不就是这离合之主了？嘿嘿，不过这条3万里离合，我可怎么管得过来啊？这真是一个令蛙头痛的烦恼啊！而沿岸那群原本准备去皇朝要说法的斩妖人，闻言也纷纷沿着离合跟在小船后方，就连血雨门主与无量山主也紧跟其后。而另一边，冷秋霜神色复杂的看着瞎子远去的背影。师叔，我们要不要也跟过去看看？自是要跟过去的。无数年来，龙君所做的恶，纸本史书都无法记载完全。现如今，终于出了一个天资冠绝且心怀大义的天才愿去斩龙。无论如何，咱们太清门都得帮帮场子。公主，你说他能成功吗？大公主神色复杂，没有人比皇家成员更了解龙君的恐怖。自大黎开朝以来，龙君威名便像一座巨山，压得大黎无法喘气。跟过去看看就知道了，或许这会是我大黎摆脱龙君这座巨山最有希望的一次吧。而小船上，蛙妖看着后方如潮水般密集的人影，有些担忧。大人，好多人跟着，你说要是不小心斩龙失败，会不会很丢你的脸啊？你为什么会有失败这种想法？嘿嘿，主要是龙君真的很强啊。小蛙啊，你要记住，你的刀永远都不能失去自信，哪怕面对强你千百倍的敌人，只要你有想要对他动手的想法，那便必须抱着必胜的想法去拔刀。最终能不能打赢是一回事，但在你拔刀的那一刻，气势不能有半分怯弱。蛙妖神情一愣，内心似乎真的在好好回味这句话，原本不自信的双眼最终变得异常坚定。大人的意思是心有多大，刀背有多强吗？那倒不至于，我的意思是对自己的刀要时刻保持充足的信心，才能发挥出超越你自身上限的实力。至于你能将你的上限提升到哪种地步，还得看你的练度。大人，我会一直努力练下去的。我的刀虽然不能像大人那般闪耀，但亦有光芒。光靠练可成不了这离合之主。那除了练还要怎么做啊？要开挂。开挂那是什么？挂字一说，妙不可言。小蛙张口，瞎子伸手一弹，一颗散发光芒的丹药瞬间飞进蛙妖口中，而随着丹药被吞下，蛙妖当场便感觉自身吸收妖力的速度快了无数倍，脑海更是有新的妖技传承在涌现。这就是开挂吗？好爽啊！谢大人赐挂，谢大人赐挂。而就在这时，只见一道金色法旨在大黎上空缓缓张开，伴随着浩瀚之音，响彻这方天地。女帝有旨，大黎与北海世代交好，令瞎子不可擅自前往北海，破坏大黎与北海联盟，违令者斩。大胆，昏庸至极！我家大人前去北海斩龙，乃是天大的好事，为何会有如此昏庸的旨意传出？而后方无数斩妖人见状，同样是满脸愤慨，仰天嘶吼，就连3大门派此时也站在瞎子这边，义愤填膺地声讨着女帝。然而这些声音一出，远处女帝似乎感受到了挑衅一般，又是一道新的法旨飞出，再次映照大黎这片天穹。女帝有旨，大黎与北海世代交好，令瞎子不可擅自前往北海，破坏大黎与北海联盟，违令者斩。瞎子闻言，随即抬手一点，顷刻间一股浩瀚的灵力融入小船，随后小船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离合尽头驶去。而这一幕似乎真的惹怒到了坐镇于皇城的女人，法旨接连不断的传出，直到连续发了18道劝退诛杀的法旨时，瞎子终是忍不住，随即拿出一道黑龙法旨，之后凝聚灵力，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滚字，最后黑龙法旨升空，瞬间压过女帝的18道金色法旨，一声浩瀚磅礴的滚字之音传遍整个大理，也传到了皇城之中。紧接着又是一道法旨自大殿内传出，天威不可触，为了大黎后世的安定，瞎子必须死，大黎9州10王皆令即刻前往离合，诛杀逆贼瞎子。同一时间，大理9州府城内的斩妖司分部与皇城斩妖司总部中的10大封王级统领在此刻纷纷抬头，而在他们眼前的正是女帝宣发的法旨。同一时间，青州府城斩妖司分部镇帝王看着眼前法旨上的指令，气得脸色铁青。昏庸，太过昏庸！堂堂女帝竟然如此好坏不分，一个拯救无数百姓的英雄，怎能受到如此委屈？随后一把抓过法旨，最后朝离合方向冲去，直到2天半后，在离合与北海的交界处，9州10王踏空而立，为首的则是一位老者，乃是皇城斩妖司统领，9境巅峰强者。就在此时，一艘小船行驶而来，后方更是带着大黎无数斩妖人。少将可否就此停在此处？他的声音不大，但却让下方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无人再敢前进半步。为女帝以及皇城那群达官显贵而来，为大黎亿万百姓而来。
既是为大理百姓而来，为何阻我？或许你能有龙军，但却斩不了在北海作战的龙军，或者说，哪怕天下9境齐聚，也没人能斩得了身处北海的龙军。而若无法将其斩杀，整个大理世世代代都将迎接他的怒火，这不是大理能够承受的。你老了，可能不知道年轻人的刀有多利。念你们世代镇守9州有功，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滚，别逼年轻人拔刀。话音落下，顿时一股宛若世界意志般的压迫将狮王笼罩，9州狮王踏空而立，不吃不喝苦等2天2夜，竟只为等待一个瞎子。只因瞎子不遵女帝法旨，连斩离合恶妖，如今为斩恶龙，更是要前往北海。少侠，可否就此停在此处？然话音刚落，顿时一股宛若世界意志般的压迫将狮王笼罩。老夫可是9境巅峰，可为什么同为9境，他的一道气息便如此恐怖？头儿，下方是我兄弟，能不能给个面子？别冲动，大家有话好好说，万不可伤了和气呀！你不是说这瞎子仅仅比你强上一些吗？可仅凭一道气息便压得老夫如此难受，这是强的可怕好吧？看来是没办法阻止了，要不然我们几个都要交代在这里。既然是你兄弟，那个面子咱们自是要给的。少侠既要去北海，那要去便去吧。老夫倒是真想瞧瞧你们年轻人的刀究竟有多利。不是，我仅仅就说了一句话，这架不打了，就这么让着了。我老甄什么时候脸面这么大了？瞎子闻言，似笑非笑的抬头朝镇帝王喊道：“兄弟，还好有你。”也没啥，都好哥们给面子，嘿嘿。不过，虽然咱们可以不动武力，但兄弟还是得说一句，北海真去不得呀！不管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北海都是禁区。兄弟，自宁城分别也有近1个月了吧？差不多。怎么了？小蛙，将船停在此处。说完，便一步迈出。眨眼间就已经无法看到瞎子的身影，只有一句淡淡的回应飘荡在半空。这1月，我又学了一刀，这一刀可斩妖，可斩天，可斩龙。头儿，他那一刀真能斩龙？那不是你兄弟吗？我怎么会知道？那咱们要不要跟过去看看？不去了，咱们若去，就真没有半点回头路了。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咱们还在，就必须得保证这大理的天不能塌。哎，只能这样了。对了，头儿，你要不要先开我的车回去？你小子可以啊，去了一趟宁城，回来居然换新车了。这是我在瓜子2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10万，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2手车上瓜子就对了。那还是真不错呢。不过我要在这观察一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瞎子踏海而行，每走一步便是千里，所过之处海妖必退，每走一步气势便强上1分。瞎子没有丝毫掩饰，直冲金角岛的方向而去。片刻之后，在瞎子的世界便闪耀起一团自出道以来最刺眼的冲天妖光。金角蛟龙，种族蛟龙一族，实力9境，破劫圆满，妖技冲撞、翻腾绞杀、金角波、蛟龙变、蛟龙闪、金角蛟龙杀、万龙倒海、囚海困阵、北海之躯。你倒是很有胆，真敢来我北海。我胆不多，但很大。此次前来是想请帮个忙。帮什么忙？帮我的大宝贝再开一页。话音落下，便见瞎子随手一挥，这一刀要将你劈成2半。死瞎子，你特喵的刀怎么会这么大？瞎子望着眼前龙君如山脉般的身体，不禁皱起了眉头，因为他并未收到来自风妖侧的信息提示。这头老龙君在玩阴的。就在这时，原本在瞎子眼中消散的妖光再次凝聚，随后以极快的速度跑远处遁去，眨眼睛便消失白。这是界海重生啊！瞎子忽然想起龙君妖技中的最后一个北海之躯，难怪那群斩妖司的统领们会说在北海几乎是不可能斩杀龙君的，确实有几分本事，不过也就这样。随即瞎子一脚迈出，眨眼睛便追上了龙君，随后将长刀挡在龙君身前。瞎子，我是杀了你母，你非要铁了心的弄我？你别想太多，我不是铁了心要弄你，只是顺手斩之罢了。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本君？你猜对了。死瞎子欺我年老，辱没龙尊，你太没礼貌了，本君要你死。与此同时，就连不远万里之外的斩妖人群都看到龙君那巍峨浩瀚的一面。好恐怖的气息，瞎眼少侠挺得住吗？一定可以的，能引得龙君发怒，证明瞎眼少侠是有与龙君正面交锋的实力。不管了，祈祷就完事了。一时之间，无数人心中默念祈祷。在这北海，你觉得你能杀死我？刀才斩一半，你就已经迫不及待了。你所引以为傲的，不过是这汪洋之海罢了。既然如此，那便一并斩了。下一秒，这片令世人望而生畏的北海，竟是被一分为2，就连岸边的人群都感到了一抹刺骨的刀芒。整片北海在此刻被斩出一条金海大河。
成功击杀金角蛟龙9境，奖励5万年修为，奖励大到5季。荒龙身，瞎子收下龙君的内丹，随即又感悟了一番脑海中心出现的身法大到5季。荒龙身，你是龙，是穿梭9天10地的龙，天地无法限制于你。亿万山川是你脚下的踏石，无尽海域任你游，9天虚空随你行。和以前的5季有点不一样啊！感受着荒龙身带给自己的加持，瞎子只感觉这方天地似乎就没有自己去不了的地方，虚空不过玩物，静止不过泥墙。大到5季，难道唯有击杀9境巅峰的存在便能获得吗？看来有机会还是得去多针对一下那群存世老妖才行了。随即瞎子一步踏出，他的身影没入虚空，而此刻那被分成2半的海面瞬间平息。当瞎子的身影再度出现时，便已经来到离河与北海的交界处。大人，我看见蛟龙喋血，我看见龙君被您一刀斩成2半，我看见连这片汪洋北海都被您一刀断空，您真的将龙君给斩了，您太帅了！同一时间，其他无数斩妖人也都纷纷欢呼。可就在这时，狮王中的老大秦永业客气喊道：“少侠真乃年轻有为啊！那一刀看得老夫都是心惊胆战。不过，根据我们以往与龙君打过的交道与古籍记载来看，那龙君身在北海，似乎极度难以斩杀。我的意思是，少侠你虽然将龙君斩了，但有取到他的内丹吗？”瞎子闻言，伸手一扬，来自龙君的9境巅峰内丹便漂浮在他掌心，感受到内丹上传来的那股既恐怖又熟悉的气息。狮王接阵，龙君被斩，本对大黎来讲是天大的好事。可下一个被斩的，该不会是女帝吧？少侠真是好本事，真将那做无数代的龙君给斩了。待老夫这次回京，定然请女帝请神庙为少侠册封加冕，入庙主像，供大黎子民万世膜拜。不用麻烦你们了，我会自己去皇城找你们女帝要个说法。瞎子在离河苦苦斩妖，为何换来的是那10几道诛杀法旨？怎么就招惹上这么一个杀气？早知这样，还不如与龙君为敌好了。至少龙君再强也不敢去皇朝作乱。而其他民间斩妖人却是兴奋的纷纷大喊：“上皇城必须上皇城！凭什么你高高在上的女帝要针对一个为民除害的大侠？不能寒了英雄的心，绝不能！我愿意与少侠一同前往皇城去要个说法。”就连血雨门、无量山与诸多江湖门派此刻都义愤填膺，纷纷表示愿意站在瞎子这边。而太清门这边，冷秋霜看向李天修问道：“师叔，咱们太清门怎么办？”自女帝登基以来，大黎为了换取官员贵族们稳固的地位，牺牲了大部分弱小百姓的利益，导致诸多百姓民不聊生。纵观历朝历代，大黎何时出现过这种情况？如此没有怜悯之心的帝王，真反了又如何？我们不只要支持瞎眼少侠，还得想办法让这大黎的天换一个人来做。师叔是想让谁来做这天？李天修扭头望向瞎子，自古以来，这天下都是能者居之。瞎眼少侠心怀大爱，实力通天，又有斩杀龙君之功绩，这皇位他可当的。而另一边，红衣侍女望向瞎子手中的龙君内丹，小声说道：“公主，他真的好强，传闻中的龙君竟然都挡不住他一刀。确实，此人真是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从听闻他的事迹，到初次见面，到后来的一刀又一刀，终究是我们眼界狭窄了。公主，看这情景，他似乎要去皇城找女帝要个说法，还有无数斩妖人的支持。你说，这会不会是你的机会到了？”我虽有反心，但面对皇娘，不过是蚍蜉撼树。除非他真能将雍龙曼护身以及神庙大长老守护的皇娘斩杀，并完全不在乎那座皇位，我才能迅速平定一切。可天下又哪有这么好的事呢？而就在此时，瞎子忽然对着离河喊道：“自今日起，离河再无恶妖，这条河是你们的河，这方天是你们的天。”说完，又望向在这条河上唯一相交的妖友小蛙，你说这条离河是你的家，往后你可要将你的家给守护好了。而蛙妖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大人，您要走了吗？能不能带上我？小蛙还想给您撑船。别老想着撑船了，好好去当你的大侠吧。希望下次见面，你的刀能让我感到有趣一些。话音落下，便见他直接踏着虚空朝着皇城方向走去。大人，小蛙的刀一定会让您觉得有趣的。您还有没有什么要嘱咐话？小蛙一定会去照做的。而此刻，瞎子身影已然消失，但在蛙妖耳中却听见了一句熟悉的叮嘱：行侠仗义，坚守本心，用你的刀告诉世人，妖亦可为侠。蛙妖点头，目光坚定。至此，离河中多了一只不再蒙面的妖侠。与此同时，小阿莲抬头望向这片被离河映照的天。你说天宫的光芒终会挥洒而下，我看到了呢。无数高手10万火急奔赴皇城，亿万百姓抬头望向天空，只因九州天穹之上有一个瞎子正在踏空而行。瞎子步伐没有规律，有时一步跨越一城，有时一步跨越一山，有时则会停在某一处静静感受着什么。瞎子在亲自验证女帝管辖的大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朝。然而走了3天，可结局让他并不是很满意，甚至可以说很糟糕。很好，又多了一层取死之道。随即一脚踏出，瞬间来到了一座巍峨巨城之上。只不过令瞎子感到骇然的是，这座巨城之内居然有数不尽的妖光，而且岂不都是奇景？其中最闪耀的一道，更是来自皇城中心。姓名：姬青青，种族：人，被寄生，寄生体：蛇妖一族，青光灵蛇，9境，破劫巅峰，天道庇护，龙脉之气。
龙脉之气的庇护，难道这大理女帝真被妖物所寄生了，还是一条青天巨蛇？如果女帝是蛇妖的话，那大理所发生的一切倒是可以解释得通了。而就在瞎子身影到来皇城上方的瞬间，城内百姓纷纷抬头望向天穹那道提刀少年的身影。来了，他带着他的刀来了，就是此人斩了北海龙君。而且重要的是，女帝对他颁发10多道要命的法旨，现在他是来找女帝讨要公道的。而就在众人议论之际，瞎子又是一步跨出，瞬间来到皇城之上，还请女帝前来赴死。声音如万雷轰鸣，响彻整个皇城，也让城内无数观望的身影感到头皮发麻。少侠，您千万别冲动，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女帝再如何不尊重你，那也是先前不是。现在龙君被您斩杀，咱们完全可以坐下来好好和和气气的谈一谈，不是？随后将目光望向镇帝王，赶紧去劝劝你兄弟啊！真让他把女帝给宰了，这天下就完了。我这兄弟脾气不是挺好吗？怎么今天突然就这么瞪子了？老大，这个传讯器给你，如果场面控制不住，你就给大长老传讯信息。老弟，你这又换新手机了，不错呀。旧手机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4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将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那还不错嘛，回头我也去看一看。不过你现在赶紧去劝一劝你兄弟。兄弟您消消火，女帝在如何昏庸，那也是有龙脉护身的，龙脉一旦破碎，便代表着国运碎裂，整个大黎都将处于万灾侵袭之中，届时才是真正的生灵涂炭啊！要不您看，兄弟我带你去见见女帝，有事咱们坐下来说，真没必要急着动刀子，不是？瞎子闻言扭头望去，他便清晰的看到皇城之中确实有一匹至强之力，这匹至强之力应该就是所谓的龙脉。至于将龙脉斩断会引万灾侵袭，那我一并接下就是。念及此，手中妖刀迸发一缕吞天杀机，瞬间将下方皇宫完全笼罩。然而就在此时，一声苍老浑浊的声音忽然从下方皇宫之中传出：“少侠且慢。”然而就在此人出现之际，皇城内无数人纷纷跪在地上，虔诚喊道：“敬神庙大长老！”就连狮王此刻也是一脸虔诚，向着这位老者弯腰示意，而他正是掌管天下斩妖人的神庙大长老。女帝虽然有错，但罪不至死。少侠，若女帝低头，愿下一道罪己诏，此事可否就此作罢？女帝昏庸之事，又岂是对待在下一人？神庙作为大黎的神庙，作为天下斩妖人之首，为何不管，反而任凭皇家昏庸？大长老闻言，双眼露出一丝无奈，并非不管，而是没法管。您可知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不知。世间有6界，分别为幻界、虚界、修罗界、欲界、北阳界、天妖界，而我们所在的这方世界为地阳界。4界之内有5大皇朝：大黎、大炎、大荒、大喜、大燕。每座皇朝都有一道传承的镇脉者，神庙便是大黎的镇脉者，所镇之脉便是这龙脉。而地阳界以龙脉封锁天妖界之门，若是龙脉被破，天妖界之门大开，届时天妖灾祸将重现人间，乃是破界之劫。你说的这些和女帝昏庸有何干系？神庙虽然属于大黎传承的镇脉者，但龙脉真正的掌控者却是地阳界5大皇朝，他们得龙脉守护，可操纵龙脉之力。而我们这些镇脉者的职责，其实只是守护的阳界的龙脉不会遭受破坏而已。所以无论女帝如何，拥有龙脉守护的她，便是我们神庙所守护的皇者，其他的神庙没法管。闻言，瞎子的脸上忽然露出一抹意趣味。若我说当朝女帝乃是一头青光鳞蛇妖，老头，你还会继续守护女帝，守护他们皇家吗？此言一出，大长老双眼骤然收缩，脸上也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甚至身躯都忍不住轻轻一颤，而其他人更是一副惊悚到极致的神情。当朝女帝被妖物寄生，怎么可能呢？瞎子胡扯吧！那可是有龙脉护身的女帝啊，怎么可能会被妖物寄生？可这话出自那位斩杀了龙君的少侠口中，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怎么可能？咱大理女帝若是都能被妖物寄生，那跟天塌了有什么区别？不过仔细一想，就咱大黎这副模样，这真不是一个正常帝王能够发展出来的。甚至秦永业也是一脸震惊。若此条信息属实，那我们斩妖寺这么多年来，岂不是都在为一条蛇妖卖命？少侠，这话可不能乱说，不能乱猜，慎言慎言呐！胡言乱语！女帝有龙脉护身，怎么可能会被妖物寄生？别说是一头蛇妖，就是北海龙君亲自来了，也不可能突破龙脉的守护，从而寄生到女帝体内。听了大长老的分析，其他人也都附和道：是的，大长老说的有理有据，女帝有龙脉护身，又岂是一头小小的蛇妖能够寄生的？是这样的，哪家妖
妖物能无视龙脉的守护啊？哪怕那蛇妖有通天之能，也绝不可能做到的。少侠，这个玩笑可不好笑。龙脉守护的是当代帝王，还是整个皇家？当然是当代帝王了，只有当代帝王才可以受到龙脉的守护与认可。那不就是了？既然龙脉只是守护当代帝王，那么女帝若是在还未登基、还未得到龙脉守护之时，便已经被寄生了，那么请问阁下又该如何应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说这话可有证据？可莫要当着这天下的面无故污蔑女帝。证据！瞎子低头望向下方皇宫，嘴角微微勾勒。我将他宰了，证据不就出来了？话音落下，便见一只擎天巨掌朝着皇宫狠狠抓去，10万披甲士卒，3大9境高手，竟挡不住一个独闯皇宫的瞎子。区区修士，何以敢动本地？龙脉护我！下一秒，一道金芒凭空浮现，瞬间将女帝完全笼罩。然而，擎天巨掌势如破竹，龙脉力量竟无法震慑其半分。随即一股力量将女帝笼罩，感受到巨掌上传来的那股无法抵挡的恐怖力量，女帝慌张低吼：“放过本帝，朕愿在天下人面前向你低头。”完了！随着瞎子声音传来，巨掌瞬间将女帝拉出，带向天穹。随后，瞎子将其压制在自己身前，跪在虚空，面朝天下之人。在这一刻，皇城震动，天下骇然。为何要当着天下之人侮辱我弟，侮辱我大黎之皇？就连秦永业与黑鱼卫统领此刻也站在大长老身旁。少侠，你斩龙君之时，我敬你是个英雄。可女帝乃大黎之地，她即便有错，即便对你不敬，但也绝不能受此屈辱。你这是在将我大黎踩在脚下。少侠，诚然你实力通天，但此举过分了。瞎子低头，将目光望向女帝，还不肯现出妖身。为什么？大圣级老祖帮我遮掩天机，再加上我独特天赋，就连龙脉都未曾发现。可为什么一个瞎子一眼就如此确信我自己是妖？不过我有龙脉护身，我就不信这瞎子敢动手杀我。本帝能够得大黎龙脉认可，便足以证明本帝乃是大黎皇族正统。你有何资格辱我？嘴倒是挺硬。瞎子抬头，双眼落在自己曾经居住的黑石镇方向。你知道吗？原本我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可在狐妖杀我全家72口后，我来到外面的世界，还发现像我这样被妖所害的苦命人真的太多太多了。难道这些不正是你这所谓的女帝不作为，故意为之，放任妖族蚕食这方天下？你说你是不是欠那些被妖物所害之人、所害之家庭一个忏悔？瞎子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将他所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竟有许多人开始情不自禁念叨：所以他将女帝压在脚下，跪在天下人之前，是在让女帝忏悔。这么精彩的画面，可得拍个照留念一下。你这又换新手机了，不错啊。旧手机呢？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个手机还卖了4000多呢。靠谱吗？当然了，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平板、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那可以啊。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少侠似乎是在让女帝给那些被妖物所害的百姓一个交代，让女帝跪下忏悔便是交代吗？我怎么感觉有些太便宜女帝了呀？少侠，你刚刚说的我们能够理解，这天下是有太多人因女帝而死，可现如今大黎的龙脉在他身上，他纵使有太多的不是，也杀不得。若他身死，5道龙脉中便会破碎1道，其结果就会引发天妖灾祸。这瞎子似乎挺同情那群卑劣的人族，那他更不敢冒着释放天妖灾祸的危机来斩杀我了。这天下众生便是我最好的保护伞。念及此，他抬头望向瞎子，语气依旧高傲：瞎子，你说我欠他们一个忏悔，简直就是笑话。本帝是皇，是这大黎的皇，皇所做之事便是皇道，无人能管，无人可管。瞎子低头望向女帝，天妖灾祸，我懂了。你懂了什么？我懂你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了。瞎子伸手一把抓住女帝头颅，将她那雪白的脖颈展露开来。像你这么蠢的妖，应该是没那个脑子能够骗过大黎龙脉的。你的背后肯定有一只手在推动着这一切，而这只手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借助你来开启天妖灾祸。毕竟能够拥有欺骗龙脉的手段，也应该会有破坏龙脉的实力。此话一出，原本高傲自信的女帝内心猛然一紧。你在胡说什么？龙脉岂是能够欺瞒的？若本帝是妖，有本事能够打破龙脉，何必在这和你们废话？直接释放天妖灾祸，让你们全部死去好了。你们没有开启天妖灾祸，只不过是时机还未成熟。历代天妖灾祸的最后胜利者皆为人族，因此天妖灾祸是可以破除的。可若将天妖灾祸开启时间掌控在你们妖族手中，你们就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准备。胡说八道，胡言乱语。听闻此话，女帝语气开始癫狂，甚至因为太过紧张，她还将目光望向大长老3人，发出斥责。这个瞎子想要祸乱世间，他要轰杀龙脉，他在蛊惑众
众生，他更是要主动开启天妖灾祸。众卿还不快出手将他拿下！然而，原本义无反顾的护皇三人，此刻却是愣在原地，久久无法回过神来。天妖灾祸开启的缘由皆不可探，属于天道灾劫。可若是下一代天妖灾祸由妖族开启，那人族还能胜利吗？少侠，你说女帝是妖，可有半分证据？若是你能拿出一丝证明，我等也会立刻召集地央界其他4大皇朝的镇脉者前来商议天妖灾祸一事。然而下一秒，瞎子直接将手中妖刀抵在女帝脖颈。我说了，宰了他便是最好的证据。天妖灾祸终将开启，与其由他来开，不如由我来开。少侠住手啊！这太儿戏了，这叫个什么事啊？历朝历代都有天道规则的限制，人族都不可能打破龙脉，为什么到了我这一代，竟然出现了一个能打破龙脉的狠人啊？少侠，我这就联系地央界其他4国的镇脉者，一起来商议如何？若女帝是妖，你可以杀，但让我们事先有个时间筹备如何？没时间给你们准备了，毕竟你们现在开始筹备，但谁又能保证妖族那边会不会加快进程呢？还不如现在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话音落下，瞎子手中妖刀轻轻对女帝脖颈抹去。然而此时，守护女帝的龙脉之力瞬间再次浮现。下一秒，瞎子抬手，一股沉闷之声响彻虚空，同时也令整个地央界都颤动了一下。而女帝身上的龙脉也在此刻暗淡了3分。与此同时，大炎皇朝的一座神山之巅，火神同样感受到了天地的颤动。何人在轰击大离龙脉？随即，他来到神山一处密室，开始联系大离神庙。而其他3大皇朝的镇脉者之首，同样也感受到大离龙脉发生震动，纷纷大惊：老不死的，你们神庙是吃屎的吗？为什么连龙脉都护不住？大儒的话语很脏，但落在古籍之上，却发出了金色光芒，同时也传到神庙大长老那边。然而就在此时，此方虚空再次狠狠震动一下。老不死的，你究竟在干嘛？7成，你们大离龙脉损耗了7成，再震一下天妖灾祸就要重现世间了。而其他3位各国镇脉者之首，同样开始疯狂给大离神庙传讯，一时之间脏话连篇。少侠，别砸了，再砸下去，天都要塌了。而瞎子此时却再次抬起右手，伴随着一声惨叫，笼罩在大理女帝身上的护体龙脉，在此刻也彻底消散。放过我，我愿臣服于你。龙脉破碎，接下来整个地央界必将迎来世上最恐怖的大劫。我来自天妖界，天蛇一族。放过我，我可保证天妖灾祸无法伤你分毫。守备森严的皇宫，却见一个瞎子提刀前行。然而众人见此，却无人敢拦。下一秒，只见瞎子伸手，一把抓住女帝头颅。放过你，谁又去放过那些因你而死的无辜之人？成功击杀青光鳞蛇妖9境，奖励5万年修为，奖励大道资源，天陨仙金。伴随着女帝陨落，其身躯也化作一团黑焰，眨眼间便灼烧殆尽。然而如此震撼的一幕，此时落在大长老，落在秦永业，同时也落在皇城之中无数人的眼中。他们有呆滞，有震惊，有恐惧。可下一秒，无数人仰天爆吼。然而就在众人释放内心狂怒之际，原本明亮的天空骤然暗淡，紧接着黑色的雨滴从天穹上降落。见此一幕，原本还处于兴奋且狂怒的无数群众，立刻又慌乱了起来。天上有妖在吞日，在追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连秦永业与黑云卫统领2大9境高手，同样有股心惊肉跳的感觉。这难道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天妖灾祸吗？大长老，您见多识广，可知眼前这点究竟是怎么了？然而只见大长老抬头望了眼天穹，随后又将目光转向女帝刚刚死亡之处，最后才落到瞎子身上。少侠，你是对的，老小在此，为先前的无礼向您赔个不是。你先稍等一下，容我打完这关再说。少侠，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还有心思玩游戏啊？不慌，这可是最近爆火的休闲游戏啊！你看，开局一只小粉猪，召唤出什么全看你选择，然后不断强化升级，最后通关能领超多奖励。最近出了很多新关卡，这关我玩了好几次都没过，不信你来试试。看着有点意思，在哪下载？不用下载，直接点左下角就能玩。你们都来试试。不过天穹那2道异象，便是当世的天妖灾祸吗？闻言，大长老点头，语气肯定。天狗吞月、暗鸦噬日，这2道灾祸皆属无法抵挡的灭世灾祸，可如今竟然同时出现。不过庆幸的是，少侠提前将女帝斩杀，使其还未成型。若真等成型那一刻，我们的阳界怕真是仙人难救了。可天妖灾祸已经现世，又该如何才能消除呢？天妖灾祸的祸端有2，其一便是天穹上的天妖完成吞月与噬日，此界将永堕黑暗；其2则是天妖之力将会泄露在我们的阳界，而这天妖之力会使那些天性残暴的妖物实力大涨，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残暴。届时的阳界各地都会爆发恐怖妖灾。听闻此话，在场众人皆惊，甚至有胆小的群众更是当场哭喊，而瞎子则是望向天穹。这2只天妖的实力绝对远超9境，如何才能斩杀掉
天穹那2头天妖。而此时大长老似是想到什么一般，目光颤动，望向瞎子。天妖位于2界夹层之中，绝不是修士之力可以伤到，但唯有一种力量才能将攻击轰至2界夹层之中。听闻此话，瞎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你说的那种力量，莫非是心念之力？不错，每逢天妖乱世，必然会伴随可救世的心念修行者。而少侠在宁城斩杀了幻界之中的眼妖，那必然便是当代心念修行者。话音落下，大长老竟跪在虚空，面朝瞎子，语气诚恳道：“少侠实力通天，又是当代心念修行者，还请少侠出力斩妖，拯救我地央之界，拯救天下万民。”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纷纷跪地，还请少侠出手斩妖，拯救我地央界，拯救天下万民。你们求错人了，我斩不了那2头天妖，心念之力并非我主修，所以并不擅长。众人闻言，犹如晴天霹雳。请问大长老，那2头天妖大概还需多久才能吞噬日月？然而还不待大长老回应，大黎皇朝内的神庙方向忽然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怒吼：“不久，最多3个月，天狗与暗鸦便可吞并日月，届时便是我地央界真正的死劫之日。”说话的乃是大炎皇朝的火神，此刻的他全身散发着浓浓烈焰，如同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随即又有几声夹杂着滔天怨气的怒吼一并从神庙方向传出，而来者正是地央界其他3国的镇脉者之首，薛公大儒、天气塔主与大祭司。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的几位老兄弟啊！今天这是什么风，竟然将你们4位给吹了过来？少给老子废话！老不死的，为什么你大黎的龙脉会破碎？今天你若是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我们4个会不会给你松松骨？说吧，天下因为你大黎而乱，我们需要一个解释。然而面对4人的强势，大长老也自知理亏，于是开始解释先前所发生的一切。3掌轰碎龙脉，大黎竟有如此能人，怎么可能？所以说，此次提前放出天妖灾祸，反倒是一件好事。而天气塔主则是将目光望向瞎子，就是他轰破的龙脉，看上去挺年轻的，能有那份实力吗？不对，他的实力怎么连我都看不透？兄台，老不死的说，龙脉是你轰破的。对于他的话，老夫一向不太相信，我只相信我亲眼所见之事。你看，咱俩过上2招如何？就在这时，瞎子同样感受着眼前4人体内那磅礴浑厚的灵力，竟丝毫不比大长老差。大长老已经是大黎最强之人，眼前4人又是何人？报上名号，我陪你们玩一招。小子，你这么自信，要跟我们4个一人打一遍？我是说，你们4个一起上，能让我出第2招，算我输。 4人闻言，瞬间暴起。瞎子站在虚空，面对人间最强的几人，原本浓烈的兴趣瞬间熄灭。太弱了！同时，只见瞎子那磅礴浩瀚的灵力，犹如海浪般激荡而起，扫向4人。还好我从未去招惹过那个年轻人。这老不死镇守的大黎，真的出绝世高人了，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老夫先向少侠赔个不是。少侠，听闻您是当代心念修行者，而我浩然学宫中存有上古心念修行者天意大能成道后留下的一卷古册。若少侠愿屈身去我大宴一堂，我愿奉上天意大能留下的古册。此话一出，另外3人纷纷表示有心念之力，古册相赠。唯有神庙大长老脸色难看，愣在原地。哎，谁让大黎历代都未曾出过心念修行者呢？而瞎子听着几人争先恐后的邀请，略作思考。过段时间我会去大燕一趟。瞎子为了斩妖，竟一刀将女帝灭口。然而就在他想一走了之之时，黑色的雨滴忽然从天穹上降落，紧接着一声大喊便从下方传来：少侠，此逢乱世，然黄姓姬家昏庸至极，竟能让蛇妖寄生于女帝体内，险些酿成灭世灾祸。我提议废除姬家皇族，而我太清门愿拥护少侠为当代新皇。此话一出，无量山主与血雨门主2大绝巅势力纷纷附和，就连神庙大长老此刻也双眼放光。太对了，若是少侠愿为新皇，那大黎的天下则名可真是太有安全感了。下一秒竟振臂一呼，神庙愿拥护少侠为皇。有了3大绝巅门派以及神庙大长老带头，无数群众也在此刻齐齐呐喊，请少侠披黄袍戴龙冠，重立国号，登天子宝位。在这个妖魔暴乱的世界称皇，还不如当一个逍遥天下的斩妖人。只要刀够快，皇权也不过脚下之时。这皇还是姬家的皇，这天下还是大黎的天下，我没兴趣。话音落下，便一脚踏出，眨眼睛便消失在这方虚空，只留下呆愣在原地的天下万民。而瞎子则是在皇城之中的一间酒楼取出天陨仙金。天陨仙金可提升任何武器品阶。闻言，瞎子没有丝毫犹豫，取出妖刀，直接将天陨仙金按入妖刀之中。随着时间流逝，妖刀的品阶也在疯狂提升，直到最后，瞎子甚至感受到寄生在妖刀之内的元宝，其实力也可比肩8境。这下好了，以后再遇上些什么小妖，就用不着自己亲自动手了。而此时，妖刀发出阵阵微光，似在回应瞎子。3天后的清晨，因天妖灾祸而产生的黑色阴影，在这一刻终于彻底消散。而造成这番变化的，正是5国皇朝联手召唤龙脉。
映衬出一座立于虚空的黄金龙庭，但天穹上的2只天依旧让人胆颤心惊。与此同时，大气与大雁的交界处，此地竟然有一座诡异的大殿。没想到各位到的挺早，我开着刚买的车来的，速度肯定快。你换新车了？那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10万，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不过话说回来，诸位，当代天妖灾祸已经现世，天妖界有大人传下话来，只要我等能助天妖大人成功降临世间，那么这地阳界便会是我们永业教的世界。助天妖大人降世自然重要，但那位诛杀清明大人的瞎子，同样是天妖界大人感兴趣的。我等也需时刻留意。此次天妖灾祸乃是历代最强，也是我等统治地阳界机会最大的一次，万不可有半点失误。当然，那瞎子实力滔天，为了稳重起见，在没得到天妖界大人的诛杀旨意时，我等万不可贸然对他动手。而休息了几天的瞎子，在踏出皇城的瞬间，便听见一声熟悉的呼喊：“公子，等等！”开口的是大公主，确切的说，应该是当今的大理女帝。而此时，女帝望着瞎子，内心极为复杂。谢谢，也谢谢你的酒。公子若是喜欢，以后这大理的酒酿春花都是您的。不了，酒酿春花是大理的酒酿春花，那并不属于我，我会走更远的路，喝另类的酒。说完，便踩着虚空，继续朝前方而行。公子以后还会回来吗？以后的事，谁又说得清？而女帝则是静静站在原地，望着瞎子的背影逐渐走远，直至消失。陛下，有些人即便是皇，也只得仰望，宁可莫要。我当然知道。唉。可是站在我这个位置，心中还能有仰望的男子，未必是一件坏事，不是吗？而瞎子有时走在虚空，有时走在地面，有时跨河而行。瞎子走得并不着急，但有时1步千里，有时半步越山，有时遇上干旱之地，则会将夏天；有时遇上妖灾暴乱，便会让妖刀退销。瞎子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出了大理国界。而此时映入瞎子眼帘的是一座黄沙之城，城内数百道妖光冲天而起，其中最刺眼的那道，竟来自一头9境圣妖。又是一头9境大妖。瞎子来到城门口，却发现2名守门侍卫竟然是2只本体妖。可奇怪的是，来来往往的人群却没有半点异样。这莫非是幻术吗？不对，这座城似乎都是幻境所衍生而出的。随即瞎子走进城内，瞬间在他的世界中便可以看到无数妖物在街道上与普通人族来来往往，且关系亲密。可就在这时，一位青年朝瞎子走了过来。先生，瞧着您面生，第一次来黄沙之城吧？您可以叫我小邋遢，无论城内有的没的，就没有我小邋遢不知道的地儿。您只要附上10铜板，小邋遢愿意为您效命1整天。而就在小邋遢忘我介绍时，不远处又有不少类似的青年跑来。这群人中同样有人有妖，开口与小邋遢一般自我介绍着，祈求着瞎子能用10铜板购买自己1整天。瞎子扫视一圈，最终拿出10个铜板递给小邋遢，带我在城里转转。好嘞。随即小邋遢将周边人群一一赶走。周围众人众妖见此一幕，纷纷离去，哪怕是有些妖看上去极为恐怖，也并未说什么。客人，您想去哪？只要您开口，我都能领您过去。有关这黄沙之城的城主，你知道多少？城主大人那可是个大好人。说到这里，小邋遢的眼神明显有些狂热，语气崇拜。这里以前是由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领地统治着，而那些领主个个都是吃人不见血的狠骨头。不过好在，自从黄沙城主在此地建立黄沙之城后，迅速扫遍周边一切大小领地，这才让咱流沙荒原安定下来。而且什么？而且每一年，城主大人都会为所有黄沙之城内的百姓送上一场极乐造化，届时城里才叫热闹呢。几乎所有处在流沙荒原游荡的人群都会慕名而来，接受极乐造化的洗礼。极乐造化那是什么？那是一种无法诉说的美妙感。小邋遢抬头望天，眼神迷离，似在回味。但很快，他脸上又露出一抹叹息。不过距离上一次的极乐造化才过去不到半年，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再出现了。然而就在这时，天穹忽然传来一道浑厚之音：吾之心善，明天将为诸位送上一场极乐造化，若有兴趣者，可来城内汇聚。在人迹罕至的沙漠里，却屹立着一座巍峨巨城。只见城内一个邋遢青年，此时却领着一个瞎子来到最豪华的酒楼。然而面对最可口的美食，瞎子却迟迟不敢品尝，只因在邋遢青年眼中的美食，在瞎子眼中却是，甚至就连店小二也是。先生，您尝尝，这些可都是城里难得的美味呢。你以前吃过这些吗？有时候也会遇上像您这么慷慨的先生，带小邋遢吃过几回嘞，那口感真是难忘的很啊。以后还是别吃了，这些不符合先生胃口吗？话说今年的极乐造化怎么会提前这么久？城主那等大人物的心思，谁能猜到呢？反正咱们只需好好享受就行了。也是，不过话又说回来，接受极乐造化洗礼的那一刻，真是比白嫖了春花楼花魁姑娘3天3夜还要满足，真是太期待了。
啊！是不是呢？只是洗礼结束之后也很让命啊，不休息上大半个月，感觉神魂自己都恢复不过来。与想收到的快乐相比，区区一些神魂的损耗，真算不得什么。而瞎子听着周边的议论，随后望向小邋遢。往年每次接受极乐造化的洗礼之后，都会有很强的副作用吗？倒也不是什么副作用，只是还余过后的一点萎靡罢了。就像咱们去春花楼找姑娘发泄，一阵抽搐过后，不也同样会感觉乏味吗？嘿，这个比喻，这人还真特喵的是个人才。而瞎子这次却没有再说话，只是扭头望向窗外的大街，看着人与妖共同相处的画面，瞎子只感觉整座黄沙之城似乎处处都透露着一股怪异的幻想。不过再如何怪异，待到明天，一切都应该结束了。而小邋遢最终还是未能吃到他眼中的山珍海味，究其缘由，还是因为瞎子一口未吃，而客人未动。作为一个收钱引路的小跟班，自然也不好独自享用。先生，要不我打电话让人送一些其他的吃食吧。苹果16都发售了，怎么不换新机？大价且舍不得。用人人租 APP 租一台啊，租比买划算。现在租全新苹果16，只要官网价的5.99折，年年换新机无压力。我现在的手机、相机、电脑、游戏机都是在上面租的，人人租上，啥都能租。租东西就找人人租，万物皆可租，省钱上人人租。不过其他吃食还是算了吧。就这样，二人空着肚子饿了一晚上。次日清晨，无数群众纷纷慕名赶往城主府。而随着人群越聚越多，高空也随之凝聚出一位伟岸的巨人。巨人俯视着下方，传出浩瀚之音：无知极乐，欢迎诸位的到来。无知造化传承于天，可向世人传播。随着此道身影一出，周边所有人群顿时高声呐喊：请城主降下极乐造化，赐予我等无尽欢愉。与此同时，瞎子也在此刻抬头。虫妖肾种族虫妖一族，实力9级，破劫初期，妖技敌祸，是幻而生，是幻而长，同幻之术，幻同杀戮，肾之妖域，还是蜃楼。原来是一只能够施展幻术的虫妖。尔等之诚心，无有感悟，可赐极乐。此音落下，便见其周身有金光散发。就在所有人目视上空伟岸身影之时，天穹忽然传来一匹浩然之气。五人在落下的瞬间，向着周边扫视了一周，最后将目光落在瞎子身上。先生，您真的在这？我等奉大儒圣师之命，特来恭迎先生前往我浩然学宫一关。啊，这学宫大儒的动作倒是挺快，竟然派人找到这来了。有事等会再说，先看戏。闻言，浩然学宫五人打量周边，当发现上空黄沙城主的身影时，随即一愣。此地竟然在举行极乐造化的洗礼，可为什么今年的极乐洗礼这么快就开始了？请听先生之言。然而，眼见本属于自己的风头被突然打扰，黄沙城主顿时有些不乐意。浩然学宫为何来此扰我极乐洗礼？我等奉大儒圣师之命来迎接先生，若有冒犯到城主，实属无意。学宫大儒，这老东西我可不想招惹。念及此，黄沙城主本想就此结束仪式，生怕伤及学宫子弟。可就在此时，他体内的天妖之力忽然爆发，同时双眼闪现出一股妖异的红芒。尔等随我一起渡那极乐造化之地。瞬间，所有人目光开始涣散，开始迷离，脸上开始浮现灿烂的微笑，仿佛进入了一方极乐天地。哪怕5位浩然学宫弟子也是如此，唯有瞎子依旧淡然感受着这一切。看来这场所谓的极乐造化，不过是蜃妖在无数人脑海创造了一道幻境，从而吞噬幻境，用来提升自己实力的一种方式。却在此时，周边百姓原本还保持迷离欢愉的表情，忽然变得惊恐起来。此时似乎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恐怖一般。瞎子脸色微变，蜃妖这是想彻底收割这群百姓。随即手中木棍重重往地面一杵，一股厚重的灵力冲击化作刀芒直冲蜃妖而去。然而原本被一分为二的蜃妖，却又重新凝聚出了一道新的妖躯。他身影立在半空一闪一烁，处于一个幻视形态之间，散发着红芒的妖异双眼死死盯着瞎子。什么人敢来坏我好事？同一时间，随着瞎子释放的灵力冲击，原本处于幻境之中的百姓瞬间苏醒。此时的百姓面露惊恐，懵懂不解，唯有浩然学宫的弟子脸色铁青地看着上方的黄沙城主。是幻境杀戮，他刚刚是想将我们全部扼杀在幻境之中。敢问城主，我浩然学宫究竟如何得罪于你？这座黄沙之城的无数百姓又如何得罪于你？需要引得你不惜得罪整个大燕，也要犯下如此滔天罪恶？黄沙城主此刻双眼依旧闪烁着妖异红芒。无视这座黄沙之城的天，你们不过只是一群口粮，吾想杀谁，那便杀谁，何须向你们解释？甚之妖域。随着黄沙城主话音落下的瞬间，整座黄沙之城在此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原本被幻境遮掩成人形的沙漠之妖，此时也化作本体显露而出。百姓见此一幕，无不惊恐绝望，而浩然学宫的5人脸色更是难看到极致。快通知学宫，通知大燕皇族，尽快派人来除妖。再晚一点，真会死的。在无知妖域下，无人能活，给我杀！尤其是那个死瞎子，敢坏吾好事，不要将他困在我的幻阵中，虐杀万年。你为什么会觉得凭你这点实力能够战胜我？凭什么？就凭无知幻境之躯，能躲避一切灵力攻击，本体处于不败之地的我，你拿什么赢？免疫灵力攻击，
听起来倒是很唬人。那就看看我这一刀你能不能免疫得了。然而圣妖立于虚空，不闪不避，似乎对自己的幻境之躯极为自信。随着圣妖死亡，无数妖物在此刻也随之消散。你的幻境之躯确实很有意思，但我的刀更不讲道理。成功击杀圣妖9境，奖励5万年修为，奖励神魂技，还是蜃楼。而此时，无数人站在漫天流沙之中，目光呆滞，脸上皆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随即纷纷跪地，谢谢人斩妖，谢谢人救命。只不过，此时的瞎子早已不见影踪，而小邋遢看着突然消失在自己身边的先生，口中喃喃念道：“天老爷，我小邋遢竟然为仙人服务过，难怪大儒盛世会让我们亲自来迎接那位先生。原来他竟然如此之强。”瞎子为了找到心念修行之法，竟独自一人行走万里。可就在他找到老头之时，老头却取出一本古册，递到瞎子面前。这是上古心念修行者天意大能留在我院的手册，少侠您看看能不能对您修行心念之力有所帮助。可就在瞎子接过古册时，却发现上面有道若有若无的禁制封印，似是看出了瞎子的疑惑。大儒开口解释道：“此道古册被心念之力封锁，唯有心念之力的修行者才可透过封印观看此册。”瞎子闻言，当即凝聚心念，全神贯注望向古册。然而随着书中内容的浮现，瞎子却发现其中记载的并非是心念修行之法，只记载了天意心念修行者前半生的记录。只不过在古册最后却留下了2句话：心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承载一切，亦能看穿一切。心之所念时，天地不可限制于你。瞎子仔细感受着古册中天意的一切记载，最终得知这世间并没有所谓的修炼心念之力的法门。看来想要修行心念之力，必须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心念之路才行。可我的路到底是什么呢？随即瞎子想起了与狐妖娘子日日寻欢，并不能让他升起半丝思绪停留的欲望，也想起了铃铛，想起了白莲，想起了那只想当大侠的蛙侠。可这些依旧不能让他思绪有半点停留。他又想起走出小镇斩石妖、斩九重、斩鬼、斩蛇，似乎每想起一次斩妖经历，都能让他回味许久。最终直到斩杀龙君、斩杀女帝的场景在他脑海浮现时，在此刻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念之路究竟是什么。拔刀斩妖，斩尽天下一切恶妖，便是我此生想走的路。在这一刻，瞎子只感觉自己站在天穹之巅，他的心眼能够看清整座城，甚至是整个大燕皇朝所有升起的妖光。在这一刻，他的心念之力在迅猛增长。老先生，感谢你的古册。怎么样，此物可对你有所帮助？颇有感悟。随即又将古册递还给学宫大儒。此册我已经看完，你拿去继续保存下去吧。少侠不需要拿在身边继续感悟吗？该感悟的已经感悟了，你好好留存，留给下一代心念修行者或许更好。闻言，学宫大儒这才接过手册，随即又指向天穹。那少侠可有把握将那2头畜生给灭了？还差上不少，不过路已通透，也只是时间问题。这话的意思是，少侠他找到了提升心念之力的法门，只要给他时间，即可斩杀天妖。太好了，我地阳界有救了。那少侠接下来有何打算？有没有兴趣在这大宴多待上一段时间？当然，若是少侠没时间，我叫人开车送您。你换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2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10万，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2手车上瓜子就对。闻言，瞎子望向这方皇朝四散的妖毛，又想起了自己的心念之路。是要在此待上一段时日，还望老先生莫要嫌弃。少侠这是哪的话？您愿多待，那是我大燕的福气。况且再过几天，便是我大燕的武状元选拔大比，此乃我大燕第一盛事。少侠若是有兴趣，到时候也可随老夫一同观看。若是有什么您看上眼的小家伙，能给出2句提点，那便再好不过了。而瞎子觉得刚拿了人家天大的好处，就观看一场武状元大比的话，自然算不得什么。在下到时一定到场。而接下来的几天，瞎子在清河剑仙的陪同下，身影不时出现在皇城的各个角落，直到最后，皇城再无恶妖可斩。既然没妖物可斩，那便不如好好休息。不过在此之前，得将醉仙酒壶装满才行。随即看向旁边的清河剑仙，你们这大燕内可有比较出名的美酒吗？美酒。清河剑仙闻言，双眸顿时一亮。我家便是传承的酿酒世家，先生，你看我这壶酒如何？而瞎子闻着这股清香酒气，心神不禁一动。这酒不错，此酒名为竹叶青，先生若是喜欢，那便赠与先生。只是可惜，我手中珍藏的竹叶青并未到最佳年份，等哪天回家了，我再为先生取来族中珍藏多年的老酒。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后的事以后说。先生说的是。随即他便将手中美酒全部倒入瞎子的醉仙酒壶之中，而瞎子看着新装来的美酒，又顺势问道：在你们大燕境内，可有什么成名许久、为祸一方但却无法处理的老妖吗？
为祸一方的老妖，山川密林中便有许多呀。不知先生想要寻找多老的妖？最强、最老、最恶的妖。那倒是有一头的，位于天山之巅，世人称之仙阳老祖。此妖成名于万年之前，建立仙阳宫，统领天山群妖。即便是大儒圣师联合多位九境大能，也无法将其诛杀。先生问这作甚？那此妖性情如何？凶残至极，传闻他在天山之巅建立了一方血池，那道血池中的精血，全部是以我人族万民的精血填充而至。说到此处，清河剑仙语气中已经有掩饰不住的杀意流出。那方血池常年需要新鲜人族精血换新，为此每年不知道有多少无辜强者，多少无辜百姓被其抓去填充血池。可依靠天山聚首，那仙阳老祖的实力几乎可以达到一个无法揣摩的地步，哪怕大儒圣师他们再如何愤恨，也无法奈何于他。不错啊，看来势头可以比拟龙君的存在。等这边武状元大比结束后，倒是可以去转一圈。先生他要去对那头仙阳动手，这能成功吗？而此时的天山之巅，老杨，相比于其他四朝，你所处的大燕可有些平静的过分了。我能有什么办法？谁让大儒那老不死的实力是几大镇脉者之手中数一数二的存在？本仙若是敢离开这天山范围一步，你信不信隔天那老家伙就能持剑杀来？以前是以前，可现在世道已经变了。天妖灾祸已出，天妖界大人有命令传来，大燕太过宁静，必须得乱。如何乱？反正若是没有绝对的把握，本仙是绝不可能走出天山的。3天后便是大燕最大的盛事——武状元选拔，而此次武状元选拔也是一个能让大燕彻底乱起来的机会。只要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破坏此次选拔，整个大燕必将人心涣散。你在开什么玩笑？你知不知道每届武状元选拔都有大儒那老不死的镇守？就凭你我能有那个资格？你想死别带上本仙好吗？如果我说此次行动我永夜角36位成员齐出，且有天妖界大人赐下的万妖焚诀阵为辅，届时大阵笼罩全城，焚尽天地，阁下是否有信心出山去赌上一把？什么？此话当真？你们永夜角这群缩了近万年的乌龟，此次有勇气倾巢而出。若你所说属实，本仙与你赌上一把又如何？与此同时，大燕皇城虚空之中，数十道身影正在不断穿梭。待到万妖焚诀大阵一出，即便是大儒那老头也难逃一死。为了招待客人，老人竟邀请瞎子观看比武大会。可就在瞎子坐下之时，却看到下方有2道妖光冲天而起，其实力赫然达到了7境。少侠，我大燕这100位天骄中，可有哪位能够让你看上眼的？排在72位以及81位的天骄，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表现。听闻此言，燕帝当即不解，少侠这番判断似乎欠妥。就连学宫大儒同样也是满脸疑问。老夫倒也看不出那2位有什么闪光点。2位别急，安静看下去，或许会有惊喜，也说不定。似是为了验证瞎子所说的话，2个妖物仅仅一招就击败了排名前20的对手。他们不过6境初期，竟能如此轻松地战胜境界比他们高的对手，甚至连武技都未能使用。瞎子见此，内心同样产生了浓浓的疑惑。不对劲，选拔初期就如此显眼，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难道他们还有后手？想到此处，瞎子忽然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随后抬头望向天穹，然而心眼并未能发现妖物的痕迹。不对劲，太安静了，整片天穹连只鸟都没有。随后瞎子起身望向燕帝与大儒，你们大燕似乎被人盯上了。燕帝与大儒闻言同样起身，脸色骇然，随即开始引动灵力探查周边，可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少侠实力滔天，他既然说有古怪，那此地必然有古怪，还望少侠解惑，您所说的古怪究竟是什么？下一秒，只见瞎子狠狠往虚空一戳，顿时一股冲天灵力开始汇聚。不愧是令天妖大人都无比上心的存在，你这瞎子感知力倒是挺灵敏，竟然连万妖焚诀阵的遮掩天机之法都可看透。永夜教，传闻永夜教永远都只会保持在36成员，没想到今天竟然全部齐聚于这大燕皇朝，你们究竟想干嘛？当然是请你们整个大燕赴死！兄弟们，是时候让这群老不死的感受一下什么叫来自天妖界的灭世法阵了。同一时间，大儒瞬间取出一幅画卷，随即画卷飞向天空，瞬间将皇城笼罩。而另一边，燕帝手中则是浮现一方金色大印，下一秒，一头黄金巨龙凭空出现，直奔天穹。最后，黄金巨龙盘旋在画卷四周。稳了，有燕帝和大儒圣师在，即便妖物再如何恐怖，我等安全亦可无恙。太天真了！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底气，那我只能说很抱歉，在场的各位都得死。话音落下的瞬间，便见天穹上有无尽火焰巨妖俯冲而下，直奔皇城杀去。随着一头头火焰巨妖的冲击，整座皇城都在此刻剧烈颤抖。见此一幕，大儒和燕帝脸色无比凝重。可就在此时，一声大笑忽然从远处传来，真是一群肥美的血包。
老不死的，你也有今天。这些年来，你有事没事便带着人手来围剿我天山，可曾想过会有一天落在本仙手中？老杨，你换新车了？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比新车便宜了10几万。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特划算。11月瓜子有砸价节，上万台二手新能源5折起就能买。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薛公大儒见此，原本凝重的脸上反而轻松了不少。原本只靠我和燕帝几乎是不可能摆平此次危机的，可谁想到这头天山老杨居然送上门来。稳了，这波铁定稳了，少侠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老不死的，你可真够令本仙感到恶心啊！你大岩浆王竟然还能笑得出来，蠢货！纯阳，今日尔敢与虎谋皮，来日虎上天山，必定将你的羊头取下泡酒喝。先管好你自己吧，大燕即将灭亡在你手中，本仙看你有何颜面去见历代先皇。我还没去找你，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动了，少侠动了，老夫判断的果然没错，少侠对大妖果然感兴趣，那头蠢羊真是来得太妙了。这个瞎子竟然能感知到天妖界大人赐予的阵法，暂时不能与之为敌。老杨，你去把那个瞎子干掉，这边有我等应付便可。杀一个瞎子也需要本仙亲自动手，就是你，若是你能将他吞杀，此次灭燕计划我等可向上方禀报，记你头功。杀一个瞎子能获头功，这实在太不寻常，还是先探一下底细再说。瞎子你来自哪里？本仙不斩无名之辈。小地方来的，想借你的妖丹拿去泡酒喝，能否行个方便？小子好胆！暴躁伤身，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妖，都得保持平和的心态。死瞎子，给本仙去死！怎么回事？身体动不了了。都说了，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妖，都要心平气和。你看，这下摊上事了吧？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该下地狱了。本仙被那群混蛋给坑了。成功击杀暴怒仙阳9境，奖励5万年修为，奖励大道5技玄天指。而上空永夜教36人见此一幕，已然萌生惧意，但大阵已开，他们已无退路，唯有死战。诸位，瞎子再强也不过只是这地妖界出生的修士，我等有万妖焚诀阵的加持，可称当世无敌。今天妖火焚天，必将淹没大燕。下一秒，一头带着灭世妖言的巨妖开始无休止的朝下方冲杀而来。与此同时，整个大燕国都开始产生地动山摇的震动。而瞎子此时抬头望向永夜教36人，随后体内磅礴的灵力开始流转，汇聚于右手指间。玄天指。怎么可能？这可是来自天妖界大人赐予的万妖焚诀阵，怎么可能会被如此轻易破开？而瞎子对这一指极为满意，随即抬头，该你们了。不好，此瞎子要以大欺小，快跑！少侠，还好有你在，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少侠此番解决我大燕灭国之劫，将我大燕亿万子民从深渊中拉出，此等大恩，我替大燕亿万百姓向少侠致谢。从今往后，我大燕国各地当为少侠立圣人之庙，万事膜拜。举手之劳罢了，二位不必客气。况且老先生愿借我天意手册一关，以示大恩。此次斩妖就算是回礼了。话音落下，便虚空一指。然而就在此时，瞎子忽然感受到，在极远之处，一座巨塔之内，居然有无尽的妖光似要奔腾而出。为了守护天下万民，女子竟以自身生机为引，引动天启塔。然而数万年之后，塔内无数妖光剧烈颤抖，似要奔腾而出。然而就在当代天启塔主愁容之时，远在大燕国的瞎子同样感应到了这股冲天妖光，随即一脚踏出，瞬间来到天启塔主面前。这是什么情况？天启塔主见此，眼神顿时一亮，随即来到瞎子面前。素闻少侠酷爱斩妖，我这大启之内倒是有着一大批妖物，不知少侠可感兴趣？仔细说说看。我大启地界原本乃妖幻之地，素有万妖圣地之称。那时的大启先辈在妖族的摧残下苟延残喘，所幸后来初代天启塔主横空出世，炼制天启塔镇压万妖，但此塔却没有诛杀妖物的能力。本来数万年都相安无事，可最近天妖灾祸爆发，天妖之力的侵蚀更是让塔内大妖实力倍增。如今天启塔随时都有崩塌之险，若是让这群古之恶妖逃出，那这方天下将会迎来无尽灾厄。瞎子闻言顿时无比兴奋，如此完美的修炼之地，世间怕是仅此一处了吧？那塔主有何谋划？按照我们的计划，是释放出一小批妖物出来，从而让天启塔能够重新稳固。我觉得你们此举不妥。哎，有何不妥？仅只是释放一小批妖物的话，那么终有一天天启塔还是会有溢出的风险。唉，这点我们自是知晓，可目前也只能如此了。我倒是有一计，可彻底解决天启塔隐患。何计？将天启塔彻底打开，我将所有妖物全斩了不就行了？
少侠可莫要开这种玩笑，塔中妖物数之不尽，哪怕您实力通天，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杀尽妖物。我对我的刀很有自信，塔主敢不敢赌上一波？天启塔主闻言，望向眼前这位年轻人，可却发现他并非在开玩笑。若是将天启塔封印全部打开，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可若真能将妖物杀尽的话，那我大启将永无后患。少侠可有几分把握？10分。太自信了，他实在是太自信了。要不要相信他？要不要赌一波，拿整个大启，甚至整个地央界来赌上一波？赢了，大启隐患将彻底解决；可若是输了，我也将彻底成为人间罪人。想到此处，天启塔主手都在微微颤抖，直到最后望向瞎子，神色决绝。少侠，我愿陪您赌一波。你会为这个决定而感到庆幸的。不过，开启封印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你给我点时间，我传讯给其他长老以及皇室共同商议。少侠能否开个热点？我流量不够用了。你流量少可以办我这电话卡呀，月租才19，每个月120G 全国通用流量，多到用不完。这么好，我10G 月租都80了。现在办卡还能先免费试用1个月，每个月还送100分钟免费通话，大家想要都可以去左下角领张试试，全国包邮到家。电话卡限时限量，月租超过19的建议抓紧抢一张。那我也领张试试。随即瞎子抬手，灵力瞬间开始朝他掌心汇聚，而随着灵力的压缩，一颗黄豆般大小的灵力球浮现在眼前。但随着磅礴的灵力不断汇聚，灵力球在疯狂变大，但又很快剧烈压缩，化作黄豆般大小。如此反复了数十次，最后灵力球化作巴掌般大小。既然你愿意相信我，那我倒也不介意给你一道能够说服他们的勇气。闻言，天启塔主颤颤巍巍地接过灵力球，感受着这足以毁灭世界的气息，内心十分震撼。有了此物，我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说服任何人。等到天启塔主再次返回时，远处却跟着数位气息强大之人，甚至就连大启之皇都在一旁等候。少侠，您看何时可以动手？而瞎子感受着体内醉意已有5分，便收起醉仙酒壶。时机已经成熟，此时已是最佳良机。那我这就吩咐众人解封天启塔。随着天启塔主离开，仅仅片刻，周边8大天象神柱光芒冲天而起，而此时城内无数百姓纷纷抬头。怎么回事？8大天象神柱怎么在这个时候被唤醒了？此等情况必有大事发生，难道战火蔓延到皇城了吗？听闻天启塔主准备解开封印，要将镇压万万年的大妖一并释放出来。释放塔内大妖？天哪！若是大妖全部跑出，那咱们岂不是死定了？是我们大启皇城来了位高人，据说他能斩尽一切恶妖。塔主他们如此做法，也是为了能够一次性解决我大启所有隐患，这是天大的好事与机缘。此话一出，城内百姓方才镇定下来。而随着天启塔封印的解开，无尽妖气将此地渲染得如同黑色深渊。随后，无尽大妖瞬间出现，一声声震撼人心的咆哮响彻世间。怎么回事？封印为何突然打开了？好啊，封印打开了，我要吃光一剑。而天启塔主等人感受着上方足以毁灭一切的妖气，此刻也是忍不住开始颤抖。还请少侠出手，震杀一切妖祟。可此时的瞎子却是前所未有的激动，实在是太多了。若是能将他们全部震杀，那封妖特能开启多少新的业数？上一次畅快拔刀时，还是面对龙君吧，而这一刀将会斩尽万万妖祟。而此时地央界所有人纷纷抬头，望向那把似乎能够穿透一切的长刀。一刀破苍穹，少侠他又变强了。而天启塔下无数正欲逃离的古妖，他们感受着这一股恐怖的气息，神情呆滞。这是冲咱们来的。天启塔封印解开，就是一场针对咱们的大阴谋。万事好商量，妖的命也是命，就万万不可一起冲动。随着无数古妖覆灭，瞎子只感觉体内灵力在疯狂涌动，一页又一页的封妖册在他眼前飞快闪过，同时信念之力也在此时飞速增长。但很快，信念之力的剧增似乎到达了一个顶点。忽然间，他的意识来到了一处虚无的空间。这是哪？瞎子下意识地向前方走着，仿佛有极为重要的东西吸引着他前进。与此同时，外界原本欢呼雀跃的天启塔主很快便发现了瞎子的异常。少侠，这是怎么了？怎么一动不动？以少侠此时的状态，莫非是在悟道？他不仅仅只是悟道那么简单。所有人随我一起为少侠护法。少侠与我们大启有天大恩情，无论他陷入何种状态，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打扰到他。与此同时，天妖界中心大陆镇守天妖界最强的8大13境天妖，此刻竟齐聚一堂。地央界的永业教已经无法使用秘法联系，初步判断应该全部被斩了。那36个虽然废物，但合力之下又有5等赐予的万妖魂绝阵加持，绝不是的央界那几大镇脉者能够处理得了的。会不会是地央界当代新念修行者成长起来了？那个瞎子虽然破坏了5等计划，但根据永业教传回来的消息，这个瞎子等修灵力，吾并未在天妖境中感受到其信念之力有多么强大。没有信念之力的加持，就无法突破的央界规则。
然而就在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无形的波动忽然从上空天妖镜中溢出，紧接着那道能够探测地阳界心念修行者心念之力的天妖镜竟当场碎裂。为了监视瞎子，8大天妖镜拿出传承亿万年的宝物。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瞎子此时的气息忽然暴增，仅片刻，那探测瞎子的天妖镜竟当场碎裂。见此一幕，8大天妖内心皆在疯狂颤抖，随后闪过浓浓的震撼、不解，最后化作滔天杀意。这可是传承亿万年的天妖镜，竟承受不住一个的央界心念修行者的心念之力，不能再给那个怪物时间了。现在立刻不惜一切代价发动破界之斩。话音落下的瞬间，8大13境天妖竟齐齐怒吼。与此同时，地央界天穹之上，暗鸦与天狗竟不惜损伤抵御，爆发出极尽之力，朝大日与明月吞噬而去。随后，整个地央界那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此时竟骤然暗淡了3分。所有人都能清晰地望见2界虚空中那惊悚的一幕，而5大皇朝镇脉者见此一幕，同样惊出一身冷汗。天启塔主则是施展秘法，联系其他4大镇脉者之手，速来我大启会合。仅片刻，其余4大皇朝镇脉者之手便出现在了天启塔主面前。在得知所发生的一切后，无不惊骇异常。那他这是在顿悟吗？可到了他这种实力，还能顿悟的话，那我们还要不要活了？这很奇怪嘛！别用你的思维去揣摩当时绝才。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这场天妖灾祸究竟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暴虐？而就在5人生意间，天穹上的黄金龙庭突然传出一声震天。不好了，整个地阳界所有恶妖正在集体暴乱，我们需要派出大量强者。哎，首领，你换新手机了？对啊，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就换了台新的。那你那台旧的呢？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卖了2700多，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止收手机，还支持上百种品类回收。我哥的网球拍都是在上面卖的，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与此同时，2阶夹层中，天狗与暗鸦竟以无尽妖力汇聚成无数坨虚体，开始朝地央界冲杀而去。随着2道噩耗传来的瞬间，5大镇脉者之首脸色巨变。你们速去龙庭维持秩序，少侠这边就交由我大启守护。其余4人闻言随即离开，与诸多强者一起守护人间。与此同时，诸多天妖虚体竟同时出现在地央界的各个角落。没有人可以伤害到先生的朋友。而此时的瞎子依旧在那片虚无空间漫无目的的走着，在此方空间，他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甚至连方向都已经迷失。这种失去掌控的感觉还是第一次啊！此时的他可以清晰感受到，他的修为赫然已经达到14境巅峰，就连心念之力也是如此。可此时却依旧无法突破到15境，哪怕斩杀万千古妖所奖励的修为溢出太多，这还是第一次在修行上遇上的障碍。随后下意识地望向这方空间，是不是走出这片空间便能突破到15境？可又该如何走出这片空间？可下一秒，一页又一页的封妖册浮现在他的面前，脚下也同时浮现出一条彩色大道，也在此时飞速增长，直到最后一页封妖册浮现在眼前，他的修为已赫然突破到了15境。而瞎子在回到原来世界的同时，便发现天穹之上有一座隐匿于时空长河的玉金穹楼，只不过虽然能够看到这番奇景，但却无法触及，无法踏足。同一时间，天启塔主也发现了，瞎子苏醒了过来。少侠，您刚刚是在悟道吗？差不多吧。随即瞎子开始以心力观察地央界，当发现整个地央界都充斥着血与杀戮时，便望向天穹，看着那天狗与暗鸦，这一切该结束了。瞎子感受着眼前天妖体内那暴虐的天妖之力，果然比本土妖物强大不少。那就先拿你们试试这15境的力量。暴怒，一股磅礴的杀机自他身上溢出。你这瞎子就是地阳界当代心念修行者，可为什么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不属于心念之力，但却能穿透2界夹层的力量？为什么我会在他身上感受到一股只能仰望的气息？无可是天妖，世间怎会有比物质血脉还要高贵的存在，并且还是低劣的人类？本事不大，语气倒是挺傲。瞎子将妖刀抵向天穹，体内15境之力微微一动，瞬间整个2界夹层的虚空都在颤抖，仿佛是无法承受这股至高之力一般。为什么只是一缕气机便能有如此恐怖？人类，你究竟在搞什么鬼？我知道你是地阳界当代心念修行者，有种你动用心念之力冲杀进来啊！在这里装神弄鬼是几个意思？杀你们何须使出心念之力？一时间，原本散落在地阳界各个角落的天狗虚体，也在此刻随之消散。而地阳界无数人抬头望天，望向那个提刀少年斩杀天狗的那一幕，发出惊天震撼。一刀能够吞并月亮的天狗，在他手中也撑不过一刀吗？这也太恐怖了！能单凭灵力修为破开2界夹层，如此骇人的一幕，却是连古籍上都未曾有过半点记载。难道我的阳界又要出现一位登天者了吗？伴随着众人的骇然，瞎子再次提刀指向正在逃遁的暗鸦。人族，放过我！无怨勇士不再发动天妖
灾祸，我天妖界愿与你们地阳界交万世之好。古往今来，有多少无辜之人死在你们的天妖灾祸之下？现在要说交好，去地狱与那群被你们所害的无辜万民忏悔之后再说吧。天妖界诸兄，救我！伴随着这一声怒吼，两界夹层中有浩瀚之音自天妖界方向贯穿而下。地阳界人族，快住手！若敢伤吾之兄，不必让你知道什么叫来自天妖的愤怒。死瞎子，若不是我等无法穿梭界域壁垒，我必杀你10000遍。等有机会，一定要去天妖界转上一圈。随着天妖伏诛，地阳界也随之恢复了以往的光亮，百姓发出震天欢呼，无尽妖物体内的天妖之力也随之退散。少侠的实力可堪称历代最强之人，不知道接下来您有什么其他打算？若是有什么老头我能帮得上忙的，还请简管吩咐。瞎子抬头望向虚空之外的那道白玉琼楼，那传闻中的白玉京，你们知道多少？少侠想登白玉京，四方世界已经没有令我感兴趣之事，我想知道更高的心秘。白玉京楼5城乃是传闻中的仙家之地，而我等地阳界之人想登仙城，必须要有来自仙城之上福源之物的牵引。福源之物。随即瞎子想起当初在离合引起世人汇聚的聚宝金蝉。聚宝金蝉可是那所谓的福源之物？那是自然，只不过此妖行踪诡异莫测，想寻找到它，怕是不太容易。然而话音落下的瞬间，瞎子忽然抬头，随即朝着虚空轻喝一声：“老蛤蟆，3息之内滚过来！”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虚空之中，竟然传出一声叹息：“地阳界出龙了。”5大镇脉者之手见此，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这老家伙竟然真的被少侠随口一喊就叫了过来。老家伙，为我开辟出一条登仙路，你在离合坑我一事，可就此作罢。我需要知道你的具体实力，否则仙路不可开。刹那间，一条彩色道基随之出现在瞎子脚下，而这条道基出现的刹那，整个地阳界都此刻疯狂颤抖，仿佛这方世界无法承受道基的威压。这一刻，地阳界亿万子民因承受不住这道威压，尽皆跪下。这是15境强者才可拥有的专属道基，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地阳界能出15境大能？少侠，快收起您的道基，再晚一点，恐怕这方世界都要裂成碎片了。仙路现在可开否？可开。下一刻，一道仙门屏出现在虚空之中。若我去往仙城后，可还能去往天妖界？正常情况下，一旦去了仙城，那么便很难返回。但少侠已经踏入15境，所以对你是没有太大限制的。您只需把自身道基提升至极境，便可将道基延伸至人间任意一界，顷刻之间便可前往。那还是先去仙城，待到道基提升上来，再去天妖界走一趟。未来很长，我们有缘再续。